你的每一次梦境模拟都会让一个冷若冰霜的仙子爱上你，她们有的是魔教妖女，有的是当朝女帝，还有的是小家族的落魄天骄。在第一次模拟人生中，因为师尊的背叛，导致你和魔教妖女绑定了人生，不得已只能叛逃宗门，和魔道妖女一起逃亡。在经历了数百年后，你跟她的关系越来越好。原本你天真的认为你跟她可以成为一对人人羡慕的神仙眷侣，可在一次大战中，你为了保护她突破不被打扰，你死在了这场大战中。在魂飞魄散的前夕，你望向了她闭关的方向，随后缓缓消散在这片天地之间。地图人物加载中，已选定。本次获得紫色梦境天赋，深情双眸。深情双眸只需要与别人对视2秒以上，你那深情的双眼便会深深的吸引他。本天赋只对异性有效，对视2秒钟，好感度加30%，反派翻倍。你出身在一个修真世家，年仅15岁便突破至筑基期，超越了你的父母，成为远近闻名的天才修士，更是被附近的修仙宗门看中，甚至有元婴期的大能亲自下山收你为徒。你没有犹豫太久，便同意了下来。拜别父母后，你跟随这位元婴期修士去往锁月楼。后来你知道这位修士名为李道安，他也成为了你的第一个师傅。在锁月楼的日子中，你也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仅花费了12年便晋级金丹境界，这种速度震惊了锁月楼的所有人，甚至连锁月楼楼主都说我未来必定能飞升天界。对此你的师傅也很是欣慰，整日笑容不散。但相比起你的修行天赋，还有一件事情让人更加记忆深刻，那便是你的深情双眸。锁月楼下至女外门弟子，上至女宗门长老都对你颇有好感，甚至有位女长老曾亲口表示，只要你愿意与她在一起，她甚至愿意为你付出一切。对此你打算先吊她几天，再与之在一起。可才过了1天，深夜中你师尊李道安突然将你打晕，并带出了锁月楼。等你苏醒之后，才发现你已经来到了魔教万魂殿内，而你的师尊真实身份乃是万魂殿安插在锁月楼的卧底。为防止你成长起来成为魔道劲人，李道安拼着暴露身份的危险，将你带到了万魂殿内。看着周围陌生的环境，你感到极为不舒服。但很快，一道身影从黑暗中走了出来，是一个面容绝美的女子，而这个女人便是万魂殿殿主祝蝶真。李道安第一时间向祝蝶真跪下，并请示要现在便杀了你，然后通过秘法将你祭炼成鬼物，为万魂殿所用。看着素来慈祥的李道安说出如此杀意十足的话语，对此你感到很是愤怒，但奈何身上已经被下了禁制，你什么都做不了。祝蝶真凝视你许久之后，最终并没有采纳李道安的建议，而是命人将你带到了地牢之中。在过了1天1夜之后，祝蝶真再次出现在你的面前，她的手指点在你心口之上，询问你想死还是想活。你不甘心就这样死去，回答想要活下去。祝蝶真展颜一笑，这是你第一次看她笑。随后她拿出一颗丹药扔到你的嘴里，并告诉你这是蚀骨丹，乃是剧毒，若无解药，全身骨头将化作虚无，整个人变成一滩血水。随后便让你继续返回锁月楼，与李道安一样充当卧底。那么每3个月都会得到一枚解药，用来封住蚀骨丹的药效。在生死面前，无奈的你只能答应下来。为了不引起锁月楼其他人的注意，你和李道安当天晚上便选择返回。一路上，你的这位师尊突然变得有些拘谨起来，再次看向你的眼神中也多了几分的异样神色。你虽然很是好奇，但却并没有开口询问，因为你恨眼前这个男人。当初是他带你离开家，来到锁月楼中修炼，可几天前却又毫不犹豫地打算将你杀掉。这种强烈的反差感让你无法接受。回到锁月楼后，李道安向你发布了第一个卧底任务，那便是好好修炼，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突破元婴境界。或许是在生死面前潜力爆发，仅用了半年便晋级金丹境中期。李道安说，店主对你的修行速度很满意，让你再接再厉。对此你并没有任何回应。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对眼前的这位师尊越发的感到厌恶，并在心中下定决心，待突破元婴境之时，一定要找机会干掉他。3个月后，你再次从李道安那里拿到这段时间的解药，服下后刚准备返回去修炼，突然有人将你拦住。此人正是锁月楼那位风姿卓越的女长老，她幽怨地望着你说，最近一直闭关不出，是不是在躲着她？这次你没有拒绝，每天平淡如水的潜心修行，早就让你的心情极为压抑。当天晚上，你与这位女长老彻夜畅谈人生理想。也就在这一天，你成功的吃上了肉。心满意足的女长老向你保证，未来一直到化神期的修行资源，她全部都包了。在这位女长老离开后不久，万魂殿殿主祝蝶真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可没等你开口说话，祝蝶真便拽住了你的衣领，厉声说道：“你竟然敢找女人，谁给你的胆子？”你彻底被这句话给弄懵了，当即反驳道：“修士也是人，更何况修真界讲究才履法地，履可是排在第2重要的位置，找个道侣又能如何？”听到你的理论，祝蝶真全身泛起一团黑雾，眼中杀意尽显。这是你第一次感受到如此浓郁的杀意，如此举动让你心中的疑惑更大了。从今往后，不允许你找道侣，更不允许你与其他人苟合，否则再有下次，必将你碎尸万段。
祝蝶真说完话后，身形缓缓消失在房间之中。在他离开之后，你对此感到很是疑惑，没有想明白今晚的事他会知道的这么快。在祝蝶真离开几个时辰后，李道安身形狼狈的过来了，你在他身上可以清楚的看到几个脚印，很明显是刚刚遭遇到了祝蝶真的毒打。看见你玩味的眼神，李道安表情很是愤怒，近乎咆哮的告诉你，在未来的时间内，他将会陪伴在你的身边，每天监视着你，并立下规矩，坚决不许做与女子通房的事情。不过你并没有给他好脸色看，因为从刚刚祝蝶真的到来，你就可以感受到，在祝蝶真的心中，你远比李道安更有潜力。于是淡淡的说，以后会注意的。看到你这满不在乎的表情，李道安脸色涨红，周身灵气澎湃，但始终也没有对你动手，到最后只能愤然跺脚离开了此地。但你却清楚地听见天上传来愤怒的吼声。之后的日子，李道安什么事情都不做，一直守在你身边，警惕地看着任何一个来找你的女修士。其他师姐妹们虽然对你也极有好感，但在李道安的眼神注视下，他们还是不敢靠近。可与他们不同，与叶雨有过一夜欢愉的女长老柳星秀，堂而皇之的就要去看叶雨，见状立刻现身阻拦，称你现在正在闭关的紧要关头，不能被打扰。但柳星秀可根本不吃李道安那一套，直接说李道安是个穷逼，拿不出好功法不说，还连零食都不给几块。柳星秀直接找到叶雨，豪掷100块上品零食以及1本上乘功法，直接把李道安看懵了。你和柳星秀对视一眼，不免又想再练一遍书法，但却被李道安给拦住了，称叶雨目前正在关键时刻，理应好生修炼，不能耽误时间。为了不让叶雨再次研究书法，李道安硬生生站在原地巴巴了半个时辰。柳星秀的脸色也越来越黑，最终拂袖而去。你的每一次梦境模拟，都会让一个冷若冰霜的仙子爱上你，她们有的是魔教妖女，有的是当朝女帝，还有的是小家族的落魄天骄。在第一次模拟人生中，因为师尊的背叛，导致你和魔教妖女绑定了人生，不得已只能叛逃宗门，和魔道妖女一起逃亡。在经历了数百年后，你跟她的关系越来越好。原本你天真的认为你跟她可以成为一对人人羡慕的神仙眷侣，可在一次大战中，你为了保护她突破不被打扰，你死在了这场大战中。在魂飞魄散的前夕，你望向了她闭关的方向，随后缓缓消散在这片天地之间。第二天，锁月楼楼主便令李道安前往灵溪谷调查灵兽暴动的原因。显然，这个巧合正是出自柳星秀之手。李道安在离开前对着叶雨千叮咛万嘱咐，不许做羞羞的事情。叶雨不置可否。在李道安离开后不久，柳星秀便来到了叶雨的房间。当天晚上，你与柳星秀研究了一晚上的书法。一夜过后，这位锁月楼执法堂长老满心欢喜地离开了这里，并非常果断地表示，下次再过来的时候还会给你带修行资源。送走柳星秀后，一道身影出现，直接把你抓起来了。此人正是祝蝶真。现在的他神色冰冷，周身杀意宛如实质。只见他说道：“不是告诉你不许做这种事情，把之前的话当耳旁风，你真的想死吗？”你淡淡的指着一旁的灵石，表示有修行资源才会可以更快的突破境界。只见祝蝶真沉默许久，当即表示以后的修行资源他全部管了，但前提是不许再与柳星秀研究书法，若是不同意，现在就动手杀了你。最终你点头同意了下来，毕竟你很难保证这个大魔头会真的不杀你。祝蝶真也没有再继续久留，便消失在了房间内。之后的一段时间，李道安任务结束，返回了锁月楼。也就从这时起，每3个月他不仅提供给你石骨丹的解药，还有修行的资源。至于女长老柳星秀也来找过你几次，你都闭门不见，但你也没有把话说绝，而是托人送给柳星秀一块流影石。在充足的灵石供应下，仅仅用了300年便晋级化神境中期。你也成功得到锁月楼楼主的青睐，将你提升为锁月楼长老。至于你的师尊外出时遭遇灵神不幸遇难，当然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死是出自你之手。在这段时间内，祝蝶真从未给你任何任务，这让你很是疑惑，搞不明白他在想什么。除此之外，你还有一个疑惑：从元婴境开始后，每次破境时，你总会感到有一缕灵气不由自主地向心口汇聚，随后缓缓消散，而有些时候心口处又会涌出一阵暖流，充斥全身。这种异常的反应让你很好奇，甚至询问过锁月楼楼主，但都没得到想要的结果。锁月楼的弟子们外出试炼时，遇上了万魂殿的魔修，双方展开大战。这些弟子连同2名护道长老全部身死。锁月楼楼主勃然大怒，立刻准备带人去灭掉万魂殿。进攻万魂殿的前一天晚上，你悄然去往了万魂殿，打算用锁月楼修士的进攻路线换取石骨丹的解药。趁着天色黑暗，你进入万魂殿内，发现这里满地死尸，你心中很是疑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你施展功法，隐匿身形，向着主殿进发。没想到的是，
祝蝶真竟然真的在主殿内。此时的他正在遭遇4名修士的围攻，在合围之下，祝蝶真的落败不过是时间问题。你看到这一幕，心中很是欣喜。而这个时候，祝蝶真被一道剑气击中肩膀，你将要拍手叫好，突然感觉肩膀处传来剧烈的疼痛感，扭头看去，肩膀处莫名出现一道伤口，这让你很是疑惑。受伤后的祝蝶真很快就又被凌冽的剑气划伤胳膊，在同一时间，你也感受到了胳膊上传来的疼痛感。在这瞬间，你意识到祝蝶真绝对不能死，否则他死了，很有可能你也活不下去。于是你不再犹豫，施展术法，吸引这4位修士的注意力，然后捏碎手中的瞬息符，来到祝蝶真的身边，再利用瞬息符将其带走。你带着祝蝶真离开万魂殿后，寻找到了一个隐秘的山洞内。此时此刻，祝蝶真已然昏迷过去。你拿出法器附神锁，将祝蝶真绑了起来，再喂给他一颗疗伤丹药。许久之后，当你发现祝蝶真苏醒之时，第一时间从储物间中拿出一柄飞剑，抵在祝蝶真心口。他看着身前的飞剑，眼神中却并没有半分的畏惧，反而说道：“真的没想到，救我的人竟然会是你。”少啰嗦，当年吃下的到底是什么丹药？为什么你受伤，我也会受伤？突然，祝蝶真大笑起来。在他的解释下，你才终于知道真相。原来当初你服下的丹药并非是蚀骨丹，而是同心丹。服下之后，2名修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修行方面相辅相成，破境极快，甚至可以做到共享天赋的地步。每当一人破境之时，便会分出一部分力量反哺给同心丹的另一个人。可他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不仅同生共死，甚至能够感受到对方的感官。难怪之前的事都可以解释了，那同心丹的解药呢？此丹无药可解，服下后生死与共，不得反悔。怎么会有解药的存在？听到此处，你很是气愤，一拳砸在了墙面上。同心丹要比蚀骨丹更加可怕。祝蝶真生无可恋地看着地面，他告诉你，万魂殿大长老尚不易萌生不臣之心，故意杀掉了索月楼的尸体，调起索月楼与万魂殿的战争，想要借外人之手除掉他。此事被他发现后，立刻就要严惩上报，但被3位长老偷袭。这个时候，祝蝶真才发现，殿内1半以上的长老们都投靠了上报。随后，双方开始大战，对于内斗，万魂殿精锐尽失，余下的也都是大长老上不义的人。你看着祝蝶真心存死志的模样，你骂了祝蝶真一夜，直到后者的眼神逐渐出现变化。你的每一次梦境模拟，都会让一个冷若冰霜的仙子爱上你。她们有的是魔教妖女，有的是当朝女帝，还有的是小家族的落魄天骄。之后，你带着祝蝶真继续逃离上不义的追杀，你们成为了最好的搭档，被人知晓后，所有人都认为你已经坠入魔道。左月楼楼主沈南天更是开出5000枚上品灵石加1件法器作为悬赏你的代价。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心情很是复杂。在知晓你难过的原因后，祝蝶真来到你的身边。这一夜，你再度有了新的谈心挚友。500年后，你和祝蝶真都晋级渡劫境，成为了令人闻风丧胆的索命魔头。不仅杀掉了以上不义为主的所有仇人，还创造出了一个宗门，名为炼魂殿。原本你们以为未来可以共同飞升，成为一对人人羡慕的神仙眷侣。直到祝蝶真即将渡劫，成为飞升境的修士时，5大圣地组建了联盟，准备将你们抹杀。你不想祝蝶真分心，便没有将这个消息告诉他，并骗他说马上自己也要闭关冲击飞升境。于是祝蝶真便开始闭关，而你则带领着宗门所有魔修抵御正道来袭。但任凭你如何努力，最终被青云宗圣母云游路一剑斩杀。在魂飞魄散的前夕，你望向了祝蝶真闭关的地方，同时你也在那里为祝蝶真留下了最后一份礼物。下一秒，夜雨脑海中的画面瞬间崩碎。本次入梦结束，享年972岁。本次梦境评价：优秀加，随机获得2份梦境人生能力：1、15岁时筑基境初期修为；2、570岁时万魂诀圆满境。梦境评语达到优秀加以上，奖励随机具现化1件事物。本次具现化事物：炼魂殿遗址。随着系统声音的结束，夜雨瞬间感受到一股澎湃的灵力充斥全身。可惜这次梦境具现化只具现化出了一个炼魂殿遗址，以后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炼魂殿遗址看看。他的梦境虽然结束，但有些人的梦境仍未停止。万魂殿内，祝蝶真紧闭双眼，但脸上却露出了一抹笑意。梦中的情景还在继续。在经历了几年的闭关后，祝蝶真成功渡劫，成为了5000年以来第一个跻身飞升境的大修士。他从闭关之地走出来，却没有见到夜雨的身影，而是在门口的石壁上发现了一个被设下封印的盒子。祝蝶真打开盒子后，发现里面是一封信。信中，夜雨先是将5大圣地联手荡魔的事情诉说了一遍，随后告诉祝蝶真，若是闭关出来还能看见这封信，那便说明我已经不在了。之前我请圣手堂的鬼医将心中的同心丹只取了出来，这样一来，即便是真的出现不测，也不会拖累到你。我从未后悔遇见过你，更没有后悔在一起的这段岁月。仔细看完这封信后，祝蝶真的身形晃动，几近跌倒，但他还是强撑着来到了炼魂殿内，却发现这里已经成了一片废墟。
这一夜，炼魂殿内传来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祝蝶真因此一夜白头。2个月后，祝蝶真将当年围攻炼魂殿的所有宗门全部投入殆尽，修真界中人人自危，生怕下一个被屠灭的宗门就是自己。可他们并不清楚，祝蝶真已经回到了炼魂殿内。同心丹，同心丹，夫妻同心，一人死另一人，亦不能活。一只手按在了心口处，最终这位飞升境大修士放弃了唾手可得的飞升机会，选择了殉情。万魂殿内，祝蝶真猛然睁开双眼，看着周围熟悉的环境，忍不住松了口气。原来之前的那一切全部都是一场梦境。不对，怎么可能是梦境？这一切就如同重活一世，不可能仅仅只是梦境这么简单。但怎么证明这些到底有没有发生过呢？片刻之后，祝蝶真站在一片废墟之中，眼泪划过光洁的脸庞。祝蝶真用手触碰着周围的残垣断壁，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与梦境中的炼魂殿一模一样。既然炼魂殿还在，那么梦中的男人肯定也是真实存在的。他是锁月楼的修士，名为夜雨。是有谁在想我吗？叶道友，好久不见了。是很久了，没想到侯道友已经成为内门弟子，真是可喜可贺。在青云宗内，外门弟子就像是干活的仆人，而内门弟子才是真正的修道之人。他们不用再做任何杂事，只需专心修行即可，将有天赋和没天赋的人彻底隔开。叶道友，我也不与你兜圈子了，你与我弟弟交换一下，你去杂役房让他来看管林田，给我一个面子，我也给你面子。以后若是被谁欺负，我自会为你出头，如何？叶道友，你是个聪明人，不会不同意吧？不好意思，我这个人不喜欢给别人面子。臭小子，你找死！对同门出手可是大忌，侯道友切莫冲动啊！我现在就杀了你，将你抛尸山下，又有谁会知道？外门弟子的命就如此不值钱吗？那么你们2个也都别想活着了。摄魂。就在夜雨准备善后之时，背后突然传出一道声音：刚刚施展的是什么功法？御剑飞行乃是筑基境巅峰，甚至金丹境才能够做到的事情。就在夜雨正在思考要不要殊死一搏时，魏奥叔突然来到了夜雨身边。万魂殿，你刚刚所使用的是万魂殿内的拘魂术吧？我也是万魂殿的人，遇见我，你真是走运。魏奥叔表示会帮夜雨处理尸体，并承诺3天内帮他成为内门弟子。我会给他们安排一个被灵兽袭击的假象，此事你不必再管。从今往后，我罩着你。亲爱的，我一直在等，我以为50年过去了，你玩够了就会留在我身边。你知道我这50年都是怎么过来的吗？天下男子那么多，凭你大前王朝皇帝的身份，想找什么样的男人不行？为什么偏偏盯上我？从小时候见到你的第一面起，我就在心中打定主意，谁也不能将你抢走。你只能是我一个人的，你是我的，只能是我的。每次入梦都是你新的人生，地图人物加载中，选定完成。本次金色梦境天赋：浪浪桃花心，博爱即是大爱，与你相爱的人越多，越能加快修行速度。你出生在大前王朝的一个御史府中，这是一个修仙王朝。在你18岁的时候，你的修为卡在炼气境初期，整日郁郁寡欢。你父亲不忍看见你颓废的样子，便将你叫到了书房。家中势力可保你一世无忧，用天财地宝也能够供你活到300岁。未来的生活不能一直颓废下去。作为一个男人，应当有目标，有野心，可经商富甲天下，也可凭锦绣文章进入朝堂。最不济，网罗天下美女，歌舞一生也好。叶良言的一番话，彻底为你打开了一扇大门。20岁，你名动整个大前京师，下到红楼花魁，上到王爷的郡主，你是咔咔通杀。有人粗略算去，你这2年的红颜知己早已经突破500之数。因此，京师内盛传一句流言：女子无事莫出门，一遇夜郎误终生。仅仅2年的时间，你的修为便冲到了金丹境。为此，叶良言还特意花费极大的代价，求得一块可以隐藏修为的玉佩，亲手为你佩戴在身上。只要不是渡劫境以上的修士，根本无法看穿你的修为。25岁时，你跻身元婴境，狩猎的对象已经不再局限于大前京师，而是开始向着各个修行宗门的仙子下手。正所谓术业有专攻，在你的花言巧语之下，你攻略下的宗门仙子越来越多，而他们为了博情郎一笑，不惜将宗门的高阶功法给你修炼。在浪浪桃花心的加持下，仅用半年，你便将青莲引雷剑诀修到了大成境界。27岁，原本正在7宝房与仙子谈情说爱的你，
收到了叶良言用通讯室传来的消息，要你3天之后无论如何也要返回大明京师，与他一同参加李若望公主的生日宴。你虽然很不情愿，但最终还是决定返回大前京师。临走的时候，你送给仙子一枚秋天的落叶作为定情信物，而他则是将身上最值钱的法器遮云扇送给了你。你们约定海誓山盟，情比金坚，把这位仙子感动得稀里哗啦。但当你走出七宝坊的那一刻起，你的神色恢复如常，看不出任何悲伤。不是海誓山盟的约定不够真，而是你这套话术说了将近2000遍。3天后，你与叶良言一同去参加李若望公主的寿诞。在前往的路上，当你从叶良言口中听说这次让你过来是皇帝亲自点名要求的，你对此感到很是疑惑。在抵达公主府时，今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谨言慎微，虚心听教，切莫不可意气用事。你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随后，你与叶良言走下马车，进入公主府后，你发现周围有很多充满仇恨的眼神汇聚在你的身上。对此，你并不觉得意外。场上1半以上的大臣都是你的准岳父，他们家的姑娘都被你霍霍过。很快，生日宴会开始。在这里，你看见了李若望公主，一段小时候的记忆涌上心头。20年前，皇帝只是一名皇子，经常去叶府蹭饭，而且还总带着李若望。叶良言就让你带着李若望一起玩，可你却果断拒绝了这个提议。叶良言当场就让你明白了什么叫做全权父爱。被逼无奈下，你只能选择妥协。但当走到没人的区域，你就会立刻不理李若望。对此，李若望也并不生气，就安静地坐在一旁看你玩耍。可后来，皇帝登基，你也再也没有见过李若望公主。生日宴会很枯燥，你在叶良言的身边坐立难安。当宴会即将结束之时，皇帝站起身来，指了指旁边的李若望。今年李若望已经27岁了，这个年龄放在修真界中或许还很小很小，但在寻常百姓家，估计孩子都上私塾了。所以趁着这个机会，把婚事先行敲定，省得那些不相干的人惦记。今日朕就做主，将李若望许配给叶良言的儿子叶羽。当听到最后一句话时，在场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就连你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无数大臣当场请奏，希望皇帝收回成命。原因很简单，那便是你名声不好，实在不适合担任驸马。只见皇帝微微招手，8名合体境巅峰修士出现，血衣卫。皇帝麾下最嗜杀的一股力量，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数量有多少，但每一次的出现都将会带走很多人的性命。看见他们的出现，原本嘈杂的场面很快安静下来。皇帝环视四周，告诉所有人，这件事情只是在通知你们，并非是在与你们商量。若是谁还有不同的意见，那么现在就可以送他去死。刚刚还群情激愤的大臣们，现在瞬间哑火，一个个低头不语。在宴会结束后，皇帝把叶良言带走了，而你则是被带到了后院花园中。亲爱的，我一直在等，我以为50年过去了，你玩够了就会留在我身边。你知道我这50年都是怎么过来的吗？天下男子那么多，凭你大前王朝皇帝的身份，想找什么样的男人不行？为什么偏偏盯上我？从小时候见到你的第一面起，我就在心中打定主意，谁也不能将你抢走。你只能是我一个人的，你是我的，只能是我的。此时你看着李若望，心情很是复杂。这件婚事你是否知情？这场婚事是我向皇帝求过来的。我今年已经27了，之前可以凭借着皇帝对我的宠溺一直不嫁，但现在皇帝的身体是这般模样，还能够在位多久？若新皇登基，或许会为了与圣帝联姻，将我嫁给某位圣帝的圣子。与其嫁给一个素未谋面的男人，还不如找个知根知底的人。至少这么长时间过去，还从未听过有任何女人怨恨过你。也不必太过担心这场婚事是个束缚，皇帝只是赐婚，却没说过让我们何时成婚，所以我打算等50年后再完婚，50年后再回来成婚即可。听完李若望的话后，你思考了一会，发现拒绝不了，所以干脆同意了这场婚事。深夜，叶良言从皇宫内回来，他带来的消息与你的一样，这场婚事完全就是李若望求来的，并告诉他以后成为亲家，若真有什么事情，记得要多多照顾一下李若望。第2天，你离开了大前王国，数十年的时间转瞬即逝，而在众多深情午休的加持下，你也成功跻身元婴境巅峰。也就在此时，叶良言用通讯石联系你，让你回大前王朝。随即你动身返回了大前王朝，但刚回到京师，便看到一座巨大的雕像，雕像的主人公正是李若望。
你感到很是奇怪，于是立刻返回叶府，找到叶良言，询问起这座雕像的事情。在你离开后的第2年，皇帝便已经驾崩，但却没有选择任何一个皇子成为接下来的皇帝。于是大前王朝进入到内乱阶段，9名皇子正式开始争夺皇位之战。第3年，李若望异军突起，凭借着师门天女宫和血衣卫的支持，仅用了半年时间，便以铁血手段将他的9位兄弟全部干掉，成为了大前王朝新的皇帝。开什么玩笑！一个公主仅用半年，弑兄称帝，女帝为小说恐怕都不敢这么写吧。对于这样的结局，叶良言也没有想到，大前王朝从未有过女帝登基的先例，所以在朝堂之上，仍有不少人觉得不合规矩。而这个时候，李若望找到叶良言，希望不要忘记与父皇的承诺。直到那一刻，叶良言才终于明白，老皇帝为什么要让他照顾李若望。在叶良言的帮助下，李若望在位期间，将大前王朝国力再次推向顶峰，开创了新的盛世。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我都会全力以赴地支持你。第2天，你主动进宫，想要去面见李若望，而他仿佛知道你会来，提前就已经安排好女官。在女官的带领下，你进入皇宫内，见到了李若望。看见你过来后，他递给你一份请柬，其中的内容是8月初8，新皇大婚，落款正是你和李若望的名字。为什么？小时候，你虽然从不带我一起玩，但我却觉得仅仅只是看着你，就已经是最幸福的事情了。哪怕你没有承认过，可我依旧将你看作是最要好的朋友。后来父皇登基，我也没有忘记找人打探你的消息。在2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考虑，如果真的要嫁人，那么首选的人肯定是你。不过那个时候你在京师的名声并不好，主动提起来，父皇肯定会不同意。于是我一直拖到27岁时，但是父皇身体有恙，对于我的婚事也开始着急起来。这个时候再提出赐婚，成功几率必然会大。正如我所料，父皇真的同意了。而之所以给你50年的时间让你自由，就是为了让你彻底玩够，让你彻底的玩尽兴之后，才会有收仙的可能性。听完李若望的诉说后，让你不禁有些恍惚。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喜欢你，20岁的时候开始谋划嫁给你，27岁谋划成功，但并未着急成亲，而是给出50年自由时间，50年后叫你回来成亲。有妻如此，夫复何求？最终，你同意了这门亲事。这一夜后，你晋级化神境。在未来的2个月中，你与李若望恩爱无比，让无数盯着你的大臣们以为你真的从良了。日子一点一点过去，你那颗心又再次变得不安分起来。在第3个月的时候，你找到李若望，有些心虚的表示：天门宗的道友准备成亲，我打算去参加婚宴。对此，李若望欣然同意，这让你很是开心，立刻前往了天门宗，但并不是去参加婚宴，而是去寻找新的猎物。2天的时间，你与天门宗的一位女长老情投意合，共同研习了书法，随后便返回大前王朝。李若望对你依旧热情如初，这让你心中总有种负罪感。但不多，在3天后，你再次离开大前王朝，这一次你外出的时间更久了。可当回来之时，李若望依旧什么都没有说，每天除了处理国事，便是与你待在一起。2年后，你的行为越来越放肆，就连叶良言也察觉到了蛛丝马迹，特意把你叫出宫去，劝阻你以后不许外出，尽快让女帝怀上子嗣，这才是重中之重。你对此并没有放在心上，反而让叶良言不要多管闲事。这是你与叶良言第一次产生争执。在你离开叶府之时，叶良言只说了一句话：伴君如伴虎。但你依旧不屑一顾。又过了一段时间，你听闻合欢宗出了位圣女，你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再度出发。这一次，你整整离开半年之久。当你再次回到皇宫后，你打算去找李若望。离开了半年，总归是要哄哄的。就在你心里是这么想的时候，你在大殿里面找到了李若望。就在此时，你突然闻到了一股血腥味，这让你很是疑惑。堂堂大前王朝皇宫内怎么会有这样的味道？李若望看见你回来后，很是开心。这么长时间不见，我真的很想你。你露出一抹笑容，将李若望搂在怀中。而这个时候，我给你准备了份礼物，你肯定会很喜欢的。只见李若望拍了拍手，下一秒，2名侍卫抬着一具尸体大步走来。你低头看去，瞬间脸色苍白，身体也不禁倒退半步。这具尸体正是与你相处半年之久的合欢宗圣女。
为什么会如此？明明从合欢宗走的时候他还好好的，怎么现在变成一具冰冷的尸体？你再次看向李若望，只见他脸上的笑容依旧那般美丽动人。这一刻，你有种遍体生寒的感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女人长得的确很漂亮，能让你跟她待有半年之久，说明你真的很喜欢她。既然如此，那我便将她接到皇宫内，这样一来的话，也省得你天天往外跑。可没想到的是，在路上之时，此女偶感风寒而死，属实太过遗憾了。风寒，合欢宗的圣女，堂堂金丹界修士，会因风寒而死，恐怕连凡人都不会相信。你看着眼前相处多年的李若望，突然发现他无比的陌生，仿佛从未真正的了解过他。也就在这个时候，你想起了叶良言的那句话：伴君如伴虎。我回叶府住几天。你不走行不行？对此你没有说话，就只是静静地看着他。最终，李若望同意了你的提议，你立刻返回叶府，并将今天的事情告诉了叶良言。让你感到惊讶的是，叶良言表现得很是淡定，甚至没有半点意外。随后还掏出一本书籍，你打开一看，正是你这几十年来与你相处女子的名单。自从你成亲后，每次外出只要跟同一个女子相处3天以上，那么在你离开后，那个女子都会死于非命。听完叶良言的诉说后，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当初不是承诺好的吗？怎么现如今杀了这么多人？你心中怒火滔天。李若望到底想要做什么？帝王皆无情，更不要相信那所谓的承诺，人言不可信。我才不管这些，我要去找他理论。贸然行动会害死所有人的命。这些年，李若望凭借着大乾隆玉一跃成为渡劫境修士，如此实力，放眼整个修真界都难逢敌手。而你也不是小孩子，不能在意气用事，有些事情想象就算了，没必要真做出来。你站在原地，内心中萌生出一种无力感。李若望当初为什么要与你成亲？就只是为了束缚你吗？这个问题你百思不得其解。哪怕你死，我也要陪着你。对我来说，你才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第二天，你回到皇宫内，一切都如往常般平静。李若望依旧那么温柔体贴，仿佛昨天的事情从未发生过。在这3个月里，你一直待在皇宫内，从未外出。而李若望也很是开心，每天变着法子送你礼物，哄你开心。又过一段时间，叶良言寿诞，朝堂所有人都来祝贺，甚至李若望也亲自参加。在寿宴之中，叶良言也很是开心，很快便不胜酒力，昏昏欲睡。你上前搀扶，将叶良言送回卧室。刚要离开之时，却发现叶良言猛然睁开双眼，拿出一块玉佩塞入你手中。这是叶良言花了极大的代价与5大圣地之一的五行官求来的。你用力握住手中的玉佩，有些担忧地看向叶良言。你害怕李若望找不到你后会对叶良言动手。叶良言也猜出了你心中的顾虑。放心吧，我乃大乾王朝重臣，门生遍地，李若望不会对我怎么样的。你思索再三后决定离开，然而刚一转身，便看见李若望出现在门口，你顿时感到遍体生寒。而叶良言也不再伪装，缓缓起身。为什么当公公的要做出这种拆散夫妻的事情？作为一位父亲，膝下就业于义子，实在不愿意看见他过得不开心，所以我愿意舍弃一切，换取他的自由。叶良言这番话令你很是感动，但下一刻，无论叶雨开不开心，都必须要在我的身边。他只能是属于我一个人的。为了他，我愿与圣地开战，哪怕倾尽全国之力，也要留他陪着我。在说这句话之时，李若望面带笑意，但你和叶良言都能感受到他的疯狂，这并不只是说说而已。你很清楚，李若望真的会这么做。从这一天开始，你被彻底禁足，不能离开皇宫半步。而且李若望也不再有半点伪装，直接将皇宫内的所有侍女、女官全部撤走，清一色的太监上位，为的就是防止你吃窝边草。没有了浪浪桃花心的加持，你的修为始终卡在化神境中期，这让你很是迷茫。看向李若望，你到底是喜欢我哪一点？天下男子那么多，凭你大乾王朝皇帝的身份，想找什么样的男人不行？为什么偏偏盯上我？从小时候见到你的第一面起，我就在心中打定主意，谁也不能将你抢走，哪怕把你囚禁在我身边也好，你只能是我一个人的，你是我的，只能是我的。50年的岁月让李若望度日如年，你完成了对女仙的万人斩，而他也完成了对女仙的万人斩，只不过你斩的是心，而他斩的则是命。这是李若望第一次在你面前承认这种事情，你仰天大笑，只不过笑得很是悲凉。2年后，你与李若望诞下一女，取名叶念，意思也很简单，念念不忘。
牢记于心。皇宫仿佛一个巨大的笼子，将你彻底困住。于是，在叶念3岁之时，你主动提出要跟李若望单独相处片刻，这让李若望很是开心。这一日，你与李若望共进晚餐，过程中你罕见地露出一抹笑容，这让李若望微微愣神，因为自从几年前叶良言的寿诞之后，你便再也没有对李若望露出一个笑脸，哪怕敷衍的假笑都没有。李若望强忍着心中的震惊，询问你是不是有事情要说？你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先吃饭。在酒足饭饱之后，李若望来到你的面前，将你的右手放在他脸上。你是不是在饭菜里下毒了？你眼中出现一抹慌乱。既然你知道饭菜下毒，为什么还要吃？而李若望表现得很是洒脱，能与你共同吃一顿其乐融融的饭，哪怕中毒也在所不惜。更何况这是皇宫，解毒并不是什么难事。闻言，你再次露出一抹笑容，从餐桌下方拿出一块毒龙涎。顿时，李若望心神大振，显然是没有想到你真正的杀招并非是饭菜里的毒，而是餐桌下的毒龙涎。此物无色无味，毒性极大，可杀渡劫尽修士，吸入便可中毒。李若望立刻捂住口鼻，想要带你离开这个地方。你拉着李若望的胳膊，不让他离开。你心中很清楚，李若望就是个疯子。如果你死了，他没死，那么他肯定会发疯杀掉很多人，其中肯定还会有叶良言。所以，为了保护叶良言的安全，你想要拉着李若望一同陪葬。但让你没想到的是，李若望在看到你濒死之时，竟然没有任何挣扎，甚至俯下身子靠在你胸膛之上，轻声呢喃：哪怕你死，我也要陪着你。对我来说，你才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听完李若望的话，让你不禁有些恍惚。若是他的占有欲不那么强烈，该有多好啊！为什么非要沾花惹草？就为什么宁愿死，也想要那虚无缥缈的自由？能被本地所喜欢是你的幸运，容不得你拒绝。在这现实之中，本地绝对不允许你死。本次入梦结束，享年85岁。本次梦境评价：优秀加，获得一份梦境人生能力，青莲引雷剑诀大成境。梦境评语达到优秀加以上，奖励随机具现化一件事物。本次具现化事物：叶念。叶念，那不是我与李若望的女儿吗？这也能算事物？叶念就叶念吧，自己的姑娘也有责任要养大。叶雨环顾四周，却发现房间内空空如也，于是问起了系统：叶念呢？具现出的人物将会出现在他在梦境中的位置，宿主可以放心，目前叶念还安全。听到系统这番话，令叶雨眉头微微皱起。梦境中的位置，大前王朝皇宫，难不成真的有大前王朝的存在？或许真的有吧，连万魂殿都能有，大前王朝自然也可以有，只要叶念安全就行。不过想来也是，以叶念粉嘟嘟的模样，谁看了会不喜欢？说不定会被哪位公主或是娘娘看中，收为干女儿，怎么也比跟着自己在青云宗外门生活强。算了，还是努力提升实力，早点将叶念接回来的好。与此同时，大前皇宫内，李若望猛然惊醒，回忆起刚刚发生的梦境，那一切的一切，全部都太过真实，都让人宛如亲身经历一般。不过，梦境中的人生轨迹与现实却有些出入。现实之中，李若望的父皇的确身体有恙，而且还有9位皇子。在父皇死后，李若望弑兄称帝，但却并没有跟任何人有过婚约，哪怕就连喜欢的人也没有。在位几年期间，李若望一直孤身一人，梦境中的夜雨也从未出现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好端端的会做这种梦呢？正当李若望思索之时，身后突然传来一个诺诺的声音：母后，爹爹去哪了？李若望回头看去，发现一个粉嘟嘟的3岁小姑娘就站在床旁边。当看到叶念出现的那一刻起，李若望便已经知晓，那绝对不只是简单的梦，女儿都出来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于是李若望带着叶念去往了叶府。与梦境相同的是，现实里确实有叶良言此人，而且此人也是朝中的一品大臣。不同的是，叶良言膝下并无子嗣。当看见大前女帝李若望带着一个小姑娘深夜前来，叶良言很是惊讶，立刻上前迎接。你儿子叶雨何在？回陛下，微臣目前没有子嗣。至于叶雨，他是何人？听到这个，李若望并不相信，于是命人将叶良言吊起来。毕竟在梦境中可以牺牲全部，只为保全叶雨自由的人，他说什么李若望都不相信。于是，在打了2个半时辰后，叶良言都快被打死了，也没有想明白自己什么时候有个儿子叫做叶雨。而这个时候，李若望也接到了血衣卫传来的消息，整个大前王朝内并未有男子叫做叶雨。
而叶良言也真的没有紫色。李若望沉默许久，最终决定放了快被打死的叶良言。无论如何，我绝不相信，那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梦境。女儿叶虐就是最好的证据。我李若望发誓，一定会尽快找到梦中的那个男人，到时候再好好的问问他，为什么非要沾花惹草，又为什么宁愿死，也想要那虚无缥缈的自由。能被本帝所喜欢是你的幸运，容不得你拒绝。在这现实之中，本帝绝对不允许你死。第二天，李若望将叶念带到朝堂之上，向文武百官宣布，这就是他的亲生女儿，名为叶念，大前王朝的公主，也是大前王朝未来皇帝的第一顺位接班人。此消息一出，朝野震动，他们真的想不明白，孤身一人的李若望什么时候多出一个这么大的女儿。对此，李若望也没有明确的解释，就只是静静看着朝堂外的天空。我操！大早上的谁这么闲，把门都给踹了？不用白养。我帮你找了位长老，他愿意收你为徒，到时候你就可以直接成为内门弟子。走，我现在带你去见他。等等，我现在不能去见人，我得回去一趟。给你机会都不要，你想干什么？你这家伙为什么大早上的连衣服都不穿？哼，冒昧的家伙，你真的很冒昧啊！我都还没起床，怎么会穿衣服？你也不看，拉着我就走。哎，对此魏傲叔不愿过多讨论，竖起剑指，剑骤然出鞘，落在身前。魏傲叔一跃而上，并招了招手，示意你上来。看着这并不宽敞的剑身，你不禁在心里想到，这尼玛要在空中掉下来的话，可是当场就 GG 了。再三纠结后，你还是选择跳了上去，并双手用力抱住魏傲叔。呀，你在干什么？哼，放开我啊！师姐，我恐高。What？ 恐高？这年头做修士的还有恐高这一说，谁不向往御空飞行？如果恐高的话，那以后怎么办？难不成以后都走路吗？但看他的模样，似乎也不像作假。最终默许了夜雨的动作。嘿嘿，我才不是贪图人家腰细手感好的人，就只是单纯因为恐高。昨天从你那里离开后，我带着2人的尸体，找到负责外门业务的师兄，谎称在山崖下方发现侯震和侯旺尸体。本以为死2个练气境的弟子，算不得什么大事，但没想到这2人的表哥是青云宗内门弟子中排名第3的侯不见，此人乃是青云宗雷长老的亲传弟子，相传甚至已经达到元婴境。我特意带着礼物去拜访一位长老，经过1夜的努力时间，终于让那位长老愿意收你为徒。只要成功拜入他的门下，就算侯不见真的查到侯震与侯旺的死与你有关，也会忌惮几分，不敢随意下手。听完魏傲叔的讲述之后，让你心中不免有些感动。谢谢你，师姐。谢谢就算了，你手能老实点，比什么都强。一会儿见到长老，一定要恭敬一点。弟子魏傲叔携弟子夜雨前来求见红鸾长老。可过了许久之后，都没有任何回应传来。就在你们2人疑惑的时候，忽然闻到了一股酒香气，扭头看去，发现一名仙子在不远处睡觉，手中还拎着一个酒葫芦，酒水不断地洒落到地面上。红鸾长老，红鸾长老，原来是小魏啊，你来做什么？长老，昨天你我不是已经说过了，给你送个徒弟过来。就是你吗？这个徒弟我收下了。小魏，你可以走了，我跟他单独聊聊。在魏傲叔走后，你发现红鸾一直在盯着你看，一时间令你有些紧张。难不成是看出了我身上的万魂诀？然而下一秒，红鸾再次倒头就睡了，这次还发出了轻微的鼾声。原来是睡着了。随后你刚一转身，突然看见一个满头白发的少女就站在旁边，你顿时被吓了一大跳。你是谁啊？我是你的二师姐，我叫谢墨灵。只见白发少女熟练地把红鸾扛起，向一旁走去。你虽然有些不明所以，但还是跟了上去。师姐你好，我是夜雨，以后请多多指教。随后你就向谢木林问起了这里的情况。此地乃是青云宗的五指峰，师尊红鸾长老就是这里的主人，算上你在内，共有3名弟子。大师姐拓跋奇月现在正在闭关，我是你二师姐。随后谢木林又给你讲起了，因为红鸾昨天与魏傲叔打牌，他输了，又没有灵石可给，只能硬着头皮收下你。嗜酒又爱打牌，这师尊还有救吗？随着谢木林安顿好师尊红鸾后，他将你带到了一座竹楼前。
这之前是大师姐拓跋奇月的房间，你现在是在这里居住1天，我会联系建造堂的弟子，尽快来为你建造一个新的房子。在谢幕林离去的时候，你也进入了竹楼，随后打量着屋内的一切。等等，枕头下面怎么还放着经纬书？难道是青云宗的修行功坊？霸道师兄与呆萌师妹不得不说的故事。奶狗师弟，你别跑，正邪生死恋。或许这些封面只是迷惑外人的东西，实则其中仍然是高深的修行功法。可当你打开后，发现这就是纯种的恋爱文，里面满满的都是高堂场面。大师姐啊，大师姐，虽然你我素未谋面，但你已然社死了。每次入梦都是你新的人生。地图人物加载中，已选定。本次紫色梦境天赋上扬天体。上扬天体乃是绝世炉鼎之姿，无数人梦寐以求的体质，但前提是一定要找个心满意足的道侣，否则150乘以150的球形伴侣，那你的未来绝对是一场巨大的噩梦，没有之一。不过风险与机遇同在，你出生在宗门福天谷中，你的父亲是福天谷中的长老，乃是化神境初期修士。在你2岁时，父亲为你吃下一枚遮天丹，可以隐藏你体质，只要不是合体境修士，根本无法看穿你身体中的秘密。9岁时，你正式踏入炼气境；12岁，你跻身炼气境中期。同年，你父亲为你定下了一个娃娃亲，对方是一个势力极大的修行世家，祖上甚至出过渡劫老祖。娃娃亲对象是世家族长的女儿，名为不灵妃。13岁时，你第一次见到不灵妃，哪怕年龄还小，她就已经展露出绝世之姿。你在她的身上似乎找到了天才的模板。你炼气境中期，而人家则是筑基境中期。虽然只是匆匆一面，但不灵妃仍然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7岁，你终于踏入筑基境，而这几年你再没见过不灵妃。在你的多方打听下，你才知道，这个曾经被你视为天才道侣的女人，如今修为不仅没有进步，甚至有隐隐跌落的迹象。不加寻找无数大能为其检查，但都没有查出任何问题。18岁时，不灵妃修为跌到了筑基境初期，而你则是找到你父亲，告诉他，不管不灵妃境界跌到什么程度，你都愿意选择她为道侣。对此，你父亲并没有理睬你。经过数日的纠缠，最终你父亲把你关在了后山当中，并直言不讳地告诉你，之所以选中不灵妃和你结成道侣，就是看出她的修行天赋。可现如今，她都快沦为废物了，根本无法保护你未来的安全。你父亲离开后，你在心中暗下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守护不灵妃。19岁那年，布家招惹到了一位短短半个月的时间，整个布家彻底被灭，只有不灵妃一人侥幸生存下来。他跌跌撞撞来到福天谷，想要隐姓埋名在这里修行，待到有朝一日可以报仇。留在福天谷没问题，但你们2人的婚事要就此作罢。听到你父亲对不灵妃所说的话后，你当即就冲过去，把不灵妃拥入怀中。这个婚我不退。在一番震耳欲聋的发言中，让不灵妃原本暗淡无光的眼神中多出了几分异样的感觉。你认为，在你这样强硬的态度之下，你父亲肯定会做出让步，但你忽略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胳膊拧不过大腿。你父亲微微招呼，便有2名弟子将你打晕。等到你清醒过来之时，已是晚上了。婚约已经退掉了，他也没有留下来，离开了福天谷，去向哪里也并不清楚。他只是你人生的一个过客，你还是早点遗忘的好。你父亲的话让你呆愣在原地，你无法接受这种强行退婚的行为，于是你便提出想要离开福天谷，去外面寻找不灵妃，但遭到了拒绝。若是要一辈子被束缚在福天谷的话，我宁愿现在就死在这里。你父亲看了看你，知道改变不了你的决心。若是20年内突破金丹境的话，我就放你离开。毕竟境界太低的话，就算找到不灵妃又能如何？弱者的陪伴，除了感动外一无是处。无奈的你只能在福天谷内潜心修行。29岁，你已经跻身筑基境后期，你坚信可以提前踏入金丹境去找不灵妃，可人生并非一帆风顺。32岁，你踏足筑基境巅峰。这一年，你父亲来到你闭关的地方，让你滚蛋，并告诉你不灵妃目前极有可能会在万妖林附近。得到这个消息后，你立刻离开了福天谷。几日后，你抵达万妖林附近，开始寻找不灵妃的下落，但不曾想，竟然意外从其他修士口中听到福天谷被灭的消息。据说30年前，烛龙教的一名长老在护送神秘丹药返回教中之时被神秘30年后，烛龙教的人才追查到凶手正是你父亲。于是烛龙教的人将整个福天谷所有人全部斩杀。几日后，你再次回到福天谷，你发现这里已经是一片废墟之地，除了一些残垣断壁，你什么也找不到。你就这样在废墟中坐了整整5天。
令人没想到的是，你机缘巧合下竟然破境至金丹境。你心中暗下决心，要为伏天谷和父亲报仇。130岁时，你终于找到了布林飞。你们两人相聚之后，很快便相拥在一起。当初你在伏天谷嘶吼着要放弃一切，待我远走高飞之时，我就已经认准此生非你不嫁。面对布林飞的表白，你也很是开心。之后，你来到了合欢宗，你告诉护宗弟子你是上阳天体的事情。不多时，合欢宗宗主蓝上兰亲自接见你了。拥有合体境初期的他，一眼便看穿你就是传说中的上阳天体。你拿出法器抵在金丹所在的位置上，告诉蓝上兰，帮我报仇，我才会辅佐你修行。在知晓你的身世后，蓝上兰陷入了沉默。见蓝上兰迟疑了许久，于是你手上用力，鲜血从金丹位置渗出，滴落在地。只要剑刃再向前1寸，便可丹碎人亡。没有太多时间给你考虑，同意就交易，不同意就放我离开。蓝上兰显然被你这决绝的态度给镇住了，于是立刻同意。当天晚上，你独自一人在房间内，目光冰冷，望向窗外。很快，房间门被推开，一个戴着面具的陌生女子走了进来。你谨慎地站起来，目光锐利，盯着陌生女子。你是谁？蓝上兰在哪？蓝上兰已经死了，是被我杀的。你神情中闪过一丝震惊，但很快恢复冷静，只不过在看他的时候多了一丝警惕。我成为了合欢宗新任宗主，你与他的交易我接下了。我愿意用大道起誓，待成为渡劫境修士之后，我会亲自灭掉猪龙教，而且我从未与任何人双修过。你点头答应，神情冷峻，目光中透出一丝决绝。之后，他当着你的面对大道起誓，你也从中听到他的名字叫做允慈武，他戴着面具，很是神秘。真想看看他到底长什么样子。当起誓结束后，一缕蓝色的光芒从他头顶飞出，飞入天际。见此，你也放下了一些戒心。可当你提议要看看允慈武真正面容之时，却被拒绝了。允慈武告诉你，我们之间只是交易，又何必看脸？于是你也不再执着于戴不戴面具了。当天晚上，你们开始共同学习。50岁时，你踏入元婴境巅峰，与允慈武的陪伴让你心生别样情感。你甚至觉得灭掉烛龙教后和他共度余生，似乎也是个不错的选择。110岁时，允慈武开始冲击渡劫境，而你甚至开始幻想，在未来灭掉烛龙教后，或许能与他共度余生。几天后，你收到烛龙教被灭的消息，出手之人是你曾经的未婚妻布林飞。你在心中思索再三后，最终你还是决定去寻找布林飞。半年过去，你一无所获，心中满是沮丧。大仇已报的你却找不到布林飞，这让你不知该何去何从。很快，一股强大的威压降临，允慈武出现在你面前，他已成功踏入渡劫境。为什么要不辞而别？你将布林飞的事情说了出来。我想再见他1年，说一句谢谢。允慈武没有说话，就静静望着你。过了许久后，允慈武才开始问你：你找布林飞是不是要完成当年的婚约？你点头承认，神情坚定，没有欺骗允慈武。在得到这个答案后，允慈武化作一道星光，向空中急速飞去。他只留下一句：交易终止，从此陌路，就此消失在天际。你心中有些难过，但却无法挽留。130岁时，你终于找到了布林飞。你们两人相聚之后，很快便相拥在一起。当初你在伏天谷嘶吼着要放弃一切，待我远走高飞之时，我就已经认准此生非你不嫁。面对布林飞的表白，你也很是开心。很感谢，在20年前你出手灭掉烛龙教。要感谢的人是我才对，当年你完全误解了你父亲。随后布林飞就把你父亲这些年来做的事情和你解释清楚。听完后，你的双眼再度微微泛红起来。也正是这份恩情，所以在踏足合体境后期后，我便灭了烛龙教，为伏天谷报仇。闻言，你脸色再次变得不自然起来。自己的失败固然可怕，但兄弟的成功更令人揪心。才不过100多年的时间，都已经踏足合体境了，天命之女果然牛逼。之后，你与布林飞生活在了一起，你们的生活融洽而幸福。但允慈武的事，你始终未曾提起。期间，布林飞也曾问过你，这么多年，他也一直在寻找你，却始终没有任何音讯。对此，你只能搪塞过去。你心中有种强烈的感觉，绝对不能把允慈武的事情说出来，不然的话，很有可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大事件。在确认布林飞的身份后，允慈武眼神瞬间变得冰冷起来，他眼神复杂地看了你一眼，让你情不自禁地有些心虚。随着他两气势越来越强，你想要上前劝阻，但却被你拒绝。事情进展到这一步，已经跟你没关系了。看着双方剑拔弩张的模样，151岁，你的境界卡在化神境中期，而布林飞已开始冲击渡劫境。于是你打算外出游历，寻找突破的机缘。1个月后，你来到一片巨大的山脉，准备在此稍作休整。
突然感受到一股澎湃的气浪，你谨慎地向前方靠近，发现一个巨大无比的坑洞，坑洞内有一名重伤的女子。你本来想就此离去，但在离开之前，你发现女子的肩膀上有一朵熟悉的小花，这朵小花是你几十年前刻在允慈武肩膀上的印记。于是你连忙带她来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并拿出各种灵丹妙药为其治伤。过了半天左右，允慈武便醒了，看到你在身边后，他下意识摸了摸脸，发现面具不见后，仍强装镇定，一言不发。允慈武，你长得真漂亮。哼！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允慈武扭过头去，没有理你。对此你也没有再追问，就静静地守护在他身边。入夜，允慈武起身想要离开，但却被你拦住。无论有什么要紧的事情，也总得要把身上的伤养好再走吧。你没有权利管我的事情，而且你也认错人了，我压根就不认识你。真正面容或许是第一次见，但我们相处了数十年，又怎么会认错？听到你的话后，允慈武脸上出现一抹红晕。这一夜，你终于突破瓶颈，踏入化神境后期。允慈武对你也不再有任何抗拒。我的父母因宗门内斗而死，我加入合欢宗是为了复仇。随后，允慈武和你说了自己的身世。原来允慈武竟然也有这么悲惨的经历。就在你思索之时，你到底想要做什么？当初既然要去寻找你的未婚妻，那么现在为什么又要来招惹我？这个允慈武的话让你语塞，一时之间不知该怎么回答。而看到你这般模样，他再次起身要走。你见状连忙堵住洞口，不让其离开，因为你有种感觉，一旦此时让允慈武离开，你极有可能会永远失去他。经过你的花言巧语之后，允慈武也彻底留在你的身边，你们两个人也过上了一段没羞没臊的岁月。与此同时，另一边布灵飞已经晋级渡劫境，他拿出通讯时联系你，于是你开始盘算怎么先暂时支开允慈武，去陪布灵飞一段时间。当天夜晚，慈武，我想让你去执掌父亲留下来的宗门，毕竟那是父母的心血所在，总不能看着他一点一点沉沦下去吧。你说的对，现在宗门群龙无首，确实需要有人站出来。可是，一旦成为宗门之主，琐事繁多，我就没有多少时间陪伴你了。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宗门需要你，我也需要你。经过一番高段位的忽悠后，允慈武开始听劝，而你也趁着这个空档去找布灵飞。就这样，你在允慈武和布灵飞两人之间来回奔走，这样的生活整整持续了500年之久。直到有一天，你在与布灵飞在游历山河之间时，意外地撞上了归元观在外的历练队伍，而归元观就是允慈武麾下的宗门。这支历练队伍在看见你后，纷纷行礼，并唤了一声副宗主。副宗主，你不是散修吗？怎么会是归元观的副宗主？这个……就在你刚想解释的时候，一名不识趣的弟子表示，副宗主对归元观有着极大的贡献，若非当初他劝宗主允慈武重回宗门，恐怕归元观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分崩离析，不复存在了。你和允慈武是什么关系？他们是道侣关系，归元观上下都知道。听到这话后，你恨不得把胳膊大卸8块。刹那间，一股渡劫境的威压席卷全场。坏事了，多个女朋友的风险出现了，得抓紧想个办法将这件事情圆过去才行。你刚想要开口解释，却见布灵飞化作一缕流光，向着归元观的方向飞去。你见状大感不妙，于是你立刻开始追赶布灵飞。允慈武出来受死！哎，你何德何能，敢抢我的道侣？我与他结为道侣数百年之久，一直恩爱无比。你又是何人？凭什么敢说这句话？我与他从小就叫娃娃亲，自然有资格说这句话。在确认布灵飞的身份后，允慈武眼神瞬间变得冰冷起来，他眼神复杂的看了你一眼，让你情不自禁的有些心虚。随着他两气势越来越强，你想要上前劝阻，但却被你事情进展到这一步，已经跟你没关系了。看着双方剑拔弩张的模样，你准备上演一出苦肉计。趁着两人动手的瞬间，挡在他们中间。因为你身上有一块布灵飞送你的玉佩，可抵御渡劫境巅峰修士的全力一击。他们两人的修为离渡劫境巅峰还差一大截，到时候只要我一受伤，他们肯定会第一时间查看我伤势，之后再凭借我的3寸不烂之舌，绝对能够把他们给忽悠全了。甚至说再大胆一点，让他们两个和平相处也不是不可能。安排好计划后，在布灵飞和允慈武出手的瞬间，你飞到两人的中间。住手！你们不要再……结果你连这句话都没说完，当场被轰碎成渣。本次入梦结束，享年677岁。本次梦境评价：优秀家，获得2份梦境中的人生能力：1、32岁时金丹境初期修为；2、顶级双修之法。
梦境评语达到优秀加以上，奖励随机具现化一件事物。本次具现化事物离尘玉。下一秒，你的手上出现了一个玉佩。在修真界中，宝物从低到高是法器、灵宝、仙器。虽然在梦境的结尾处，离尘玉并未起作用，但依然不可能否认它是一个上品灵宝。突然，一股澎湃的灵气从附近向着你体内汇聚，很快，你体内金丹凝聚而成。与此同时，原本正在闭目养神的红鸾猛然睁开双眼，向着你所居住的地方看了一眼。看样子，这个新徒弟身上还藏有一些秘密啊！竟然能够从筑基境一步跨入金丹境，有意思。红鸾摸了摸起手中的储物戒，脸上露出一抹笑容，随后飞出五指峰。你发现这个圣女正是第一次梦境时斩杀你之人，此时她的目光正落在你身上。不会吧？难道这位青云宗的圣女还残留着梦境中的记忆？云柔木看了你一眼后，便收回了目光。你发现这个圣女正是第一次梦境时斩杀你之人，此时她的目光正落在你身上。不会吧？难道这位青云宗的圣女还残留着梦境中的记忆？云柔木看了你一眼后，便收回了目光。不要！刚刚的一切都只是梦境吗？怎么可能有如此真实的梦境？刚刚的一切真的只是梦境吗？与夜雨相伴的日日夜夜，怎么可能都是假的？夜雨，你到底在哪里？片刻后，允慈武召集了归元观所有长老，让他们去打听出不灵妃和夜雨的下落。第二天，你刚睡醒，发现谢慕林竟然直接把头从窗户探到你的屋子里。师姐，你在做什么呢？没做什么，只是在检测一下你房间内的灵气是否达标，毕竟是新猪笼，终归要慎重一点的。师姐，你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房间灵气是否达标，是光靠闻就可以闻出来的吗？你刚想要开口说话，却见突然感到一股狂风袭来，崭新的竹楼墙壁上出现了一个人形大洞，让你整个人有些崩溃。这才第二天啊，先是师姐从窗户那边探过来，不知道在秀什么，后是师尊撞坏竹楼，这五指峰道里还有没有正常人？好徒儿，我很难过。不得不说，这位便宜师尊的手还挺好看的。不过这看手是什么意思？师尊，你的手挺好看的。我是让你光看手的吗？看看上面少了点什么？储物戒。昨天晚上红鸾独自一人去战群雄，结果那倒霉体质再次发作，逢赌必输的宿命根本没有任何改变。昨天拿到的灵石全部输得一干二净。好徒儿，今天咱们继续按照昨天的模式走，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将我失去的东西全部拿回来。你挣扎着起身，师尊听我一言，大胜必大衰。昨天我已经将运气全部花光，今天的休息一天，否则的话很有可能我也会惨败的。徒儿，咱们不信这个，我真的咽不下去昨晚的那口气。随后经过你的一系列的忽悠，终于让红鸾相信今天的你是真的不适合再战江湖了。你给红鸾递了500灵石。师尊，我虽然不能去，但并不耽误你去，加油！大衰之后还有大胜。在你的鼓励下，红鸾很是开心的离开了。在红鸾离开后，你开始看向谢慕林。师姐，要不叫昨天那位师兄过来，把窗户稍微改动一下。你我男女有别，天天这样对开窗户，实属不便。不要，我的意思是没什么不方便的，就这样挺好，何必让那个笨蛋再过来？而这个时候，一个仙子御剑而来，此人正是万魂殿卧底魏傲书。谢师姐，敢问红鸾长老在何处？去报仇了。哎，随后你就跟他解释了一遍。听完后，魏傲书也没有太大的反应，毕竟青云宗的人都知道红鸾是赌如命。青云宗金丹境后期以下的内门弟子，每过半年都会分批外出历练，我是过来接人的。你的意思是要带我和谢慕林师姐一同去历练？可我才刚刚升入内门没2天啊。我是来接你的，谢师姐在半年前就已经晋升元婴境，她不必去参加历练。红鸾长老没告诉你今天要参加历练的事情吗？去历练需要带什么东西吗？什么都不需要，时间差不多了，咱们路上说吧。靠那么近，肯定能够闻到更多好闻的气味吧？真羡慕魏傲树。不过呢，今天也不能一无所获，起码师弟不在，他的房间门可还开着呢。谢慕林看向夜雨的竹楼，露出一抹陶醉的神态。这次外出的历练名单是我特意将你加上的，外出长长见识，多认识点人，没坏处。虽然你不是筑基境吗？怎么这么快晋升金丹境啊？这个……正当你思索之时，之前你一直在藏拙，对不对？
后来在五指峰上隐瞒不住，所以索性不再隐藏啊。你其实本来就是金丹境吧？对，是这样没错。随后，魏奥叔讲解起了本次外出历练的注意事项。这次要去的地方叫造化林，距离青云宗并不算太远，在外围几乎没有什么太过凶猛的灵兽，堪称青云宗历练福利局，就只是为了让刚刚升入内门的弟子们感受一下外部的氛围而已。所以连带队的长老都没来，直接让圣女和几个实力高强的内门弟子带队。当然，外出历练同样也是有奖励的，在造化林中击杀灵兽最多者可得到1瓶炼气丹的奖励，此物服下后可增加片刻修行速度，只针对元婴境以下修士有用，元婴境之上就没有太大作用了。嘿嘿，若是这次我侥幸得到炼气丹，给你分半瓶。那便多谢师姐了。片刻后，你和魏奥叔来到了造化林，发现这里已经聚集了几十号人，大多都是金丹境初期，少部分金丹境中期和筑基境巅峰。下一秒，3道破空声响起，你转身看过去，整个人瞬间如遭雷击。看样子梦境中的记忆并不会带过来。本次历练的地点是造化林，因宗内繁忙，本次历练带队的是我和秦天涯师兄、吴启伐师兄以及侯不见师兄4人，还请诸位师弟师妹们听从安排，以免发生意外。侯不见他怎么会过来？明明已经打听过，他早在前半个月前就已经完成带队试炼的任务，怎么现在还来？一道身影出现，魏奥叔与侯不见对视在了一起，让你也开始警惕起来。本次历练时间为2天，2天后在此集合。你们每个人会得到1块玉石，遇上解决不了的危险，可向其注入灵力。我和几位师兄将迅速赶到。本次历练以造化林外围为主，不可进入内林之中。我们也走吧。你这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小东西，可以共享视野，用在这些弟子身上，也能更好保护他们的安全。侯不见不是个乐于助人之人，有些太反常了，希望这位侯师兄不要搞出什么事情来。师姐，你说侯不见是冲着咱们来的吗？不知道，他没有来找过我。我记得本次外出历练的名单上没有他，可为什么他会出现呢？总之我们还是小心点吧。不对劲儿，为什么一头灵兽都没有遇见？突然远处传来一声惨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弟子同时遇袭？见状，侯不见微微一笑，打出倒印，一只黑色的蜻蜓突然爆炸开来，形成一个结界。不是说造化林中都是灵兽吗？怎么连幽魂都出来了？这些幽魂是被人召唤出来的，咱们8成是被人给盯上了。你躲在我身后，不要乱动。你没事吧？没事，只是灵力耗尽了而已。此地不宜久留，咱们先走。你们要去哪里呀？侯师兄，我怀疑是有人故意伏击我们青云宗弟子，尽快发信号求援吧。不必求援，你们都会死在这里。这次行动并非是针对你们2个人的，但看见你们2人的名字出现后，我才有了过来的兴趣。毕竟我那2个表弟虽然傻，但也不至于一块失足摔死。你那2个傻弟弟就是被我杀的，与夜雨无关，你放他离开吧。哈哈，今天来参加试炼的所有人都得死在这里，谁也逃不掉。下一秒，一股元婴气的威压袭来，让本就灵力枯竭的魏奥叔瞬间心如死灰。而这个时候，你突然说道：“把剑给我。”什么？你拿过剑后，只见你不断的往剑里面注入灵力，真有意思。区区金丹境初期，我倒要看看你能施展出什么剑法对付我。青莲引雷剑诀。随着你的一剑挥出，不可能！你怎么可能会这一招？天空中降下一道蓝色天雷。你怎么会这个功法？青莲引雷剑诀，唯有嫡系长老与圣女才有资格习得。正当你在想怎么解释的时候，
也对，依照红鸾长老的性格，做出什么事情来都不会让人感到意外。这青莲引雷剑诀是他传授给你的吧？没错，就是他给我的。麻烦请不要将此事说出来。在你们两人谈话之时，又有数道幽魂从远处急速而来。我灵力彻底耗尽，带着我，你走不远的。别管我，去造化林外用通讯石求援，否则咱们一个都活不了。求援的事情还是你做吧，我去将这些东西引开。敢不敢跟我比划比划？我操！随后你开始了拼命的狂奔。你怎么这个时候才过来？快来让我闻闻。糟糕，刚刚把真心话都给说出来了。在你把幽魂引开后，追你的幽魂全部被你炼化，然后在原路返回路途中遇到了3个黑袍人，旁边还有一个由鲜血组成的巨大牢笼。黑衣人在看到以后便朝你杀来，你施展万魂诀，把上百只幽魂融合在一起，把3人灭杀。旁边的鲜血牢笼也逐渐消失，圣女云柔木的身影也从中显露出来。你看到后盾感不妙，以为自己的魔道功法暴露了。正当你再想要不要杀人灭口的时候，师弟，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看着他一脸疑惑的样子，觉得不像说谎。你刚刚没有看见吗？我被困在牢笼之中，只能听见声音，什么也看不见。是你救了我吗？看不见好啊。于是你又开始忽悠云柔木，把他忽悠得一愣一愣的。很快青云宗宗主和几位长老就到来。师尊，执法堂长老会送你们回去，这里交给我们处理。随后你和云柔木返回了青云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徒儿侯不见怎么可能是血魔宗的卧底？仅凭3言2语就怀疑他，这也太过儿戏了吧？是侯不见主动承认的，而且还要对魏奥书下杀手。若非弟子夜雨出手将其击杀，恐怕魏奥书也难逃一死。听听，你自己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那夜雨不过一个金丹境，平平无奇，他怎么可能杀得了我的弟子？据弟子魏奥书所言，是夜雨使用青莲引雷剑诀将侯不见灭杀。你确定魏二叔没有看错？那就是青莲引雷剑诀是谁教给他的？这件事情必须要问清楚。这门功法是我教的。怎么了？师姐，你怎么来了？夜雨是我的弟子，会青莲引雷剑诀，怎么了？你有意见吗？红鸾长老言重了。随后示意其他长老先离开。此事不算完，若我徒儿真是卧底，我也就不说什么了。但他如果是清白的，那么我这个当师尊的必定要讨个说法。紧接着，一道光芒出现，瞬间将雷战山打飞了出去。郭子，师姐，你怎么能随随便便就将青莲引雷剑诀给他呢？我给他的明明是真青莲引雷剑诀。再回到五指峰后，魏奥叔找到了你。不管怎么说，我们2个能安然无恙的活下来，终归是好事。青云宗肯定要对弟子们的身份再次核查一遍，我们最近都还是小心点为妙。反正我出身清白，又不是真正的卧底。随后，魏奥叔又与你交代了几句后，便离开了。怎么舍不得你的小道侣？这种表情是被说中，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了。师姐，让我跟师侄单独说几句话可以吗？我拦着你们说话了吗？你刚拜入红鸾长老门下不久，有些事情你可能不太了解。你这位师尊作风有些跳脱，你会慢慢适应的。我找你只为了告诫你一声，真青莲引雷剑诀乃是青云宗立宗之本，切莫不可转交给任何人，明白吗？随后又将你重新送回到红鸾的身边。小子，昨天才把功法给你，今天就能施展出来，你挺厉害的呀。糟了，把这茬给忘记了。师尊说笑了，可能是我天资比较高吧。别瞎扯了，你那天资可谓是烂得出奇。红鸾凝视你许久之后，突然笑了起来。罢了，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每个人的身上都有秘密，你不想说我也不多问，只要你对青云宗能有归属心就好。多谢师尊理解，只要有我在青云宗那一天，我绝对不会做任何对不起青云宗的事情。夜雨在哪？听到这句话，2人瞬间明白，之前的梦境不仅仅是梦境那么简单。
片刻之后，两人坐在同一间室内。若是他还嫌2个，我也认了。我也认了，我无法面对梦境中的那一幕场景。此时，这2个人已经完成了和解。返回竹楼后，你进门就发现二师姐谢慕林就躺在自己的床上。你怎么这个时候才过来？快来让我闻闻。糟糕，刚刚把真心话都给说出来了，可千万不能吓到这位师弟，否则他一旦跑路了，以后还去哪闻这么好闻的气味？师弟抱歉了，我刚刚只是在说梦话，你不必在意。至于我为什么在这里，只是想要试试你的房间是否舒适，你可以理解为师姐对师弟的关心即可。说完后，谢慕林离开了竹楼，只留下了一脸懵逼的你。几天后，你开始了新的一轮模拟，每次入梦都是你新的人生。地图人物加载中，已成功选定。本次金色梦境天赋杀生成神，杀生成神，通过击杀他人可不断变强。此天赋可无视一切规则，如修行、天资、瓶颈等。我的名字叫做阮莲月，是风雷庙的一名弟子。一次偶然在外出历练的时候，路过一个村庄，发现一个很有灵性的少年。他明明没有任何修行天赋，但对修仙有着超乎同龄人的执着。于是我每次路过这个村庄的时候，我都会带一颗灵果给他。可是我在一次闭关出来，发现那个小村庄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我找过了许多人，但他们都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一眨眼数百年过去，我的修为已经道化神境。在某天，宗门长老被地杀中屠杀，这让门内其他长老非常愤怒，于是召集了数百名宗门修士，准备覆灭地煞宗，而我也在其中。当两宗对峙时，地煞宗走出了一名男子，他手持招魂幡，一人就将我们数百名修士压制。我们宗门长老誓死抵抗，但仍没有坚持多久，1点多至半的时辰，数位其他人已全部死亡，就剩我一人毫发无损地站在原地。我只能恐惧地望着眼前的男子。姐，宗主不要杀他，我要带回去好好爽爽。哎，我不明白眼前的男子为何要帮我，但很快他就把我带入了地煞宗内。当年的灵果还有吗？我想要再吃一颗。你是雨儿？你不可置信地看向他，你实在无法相信眼前的这个男人是当年那个无法修行的孩子叶雨。随后他就向你讲述了这些年来的经历。听完叶雨的讲述后，你看向他的眼神也变化了起来。你能否以后留在地煞宗？未来的修行资源我全部都管了。此时你的内心很是复杂，叶雨杀了那么多风雷庙的人，你本应视为死敌才对。最后你没有接受叶雨的请求，回到了风雷庙。可你一回到宗门，其他高层怀疑你已经叛变，是地煞宗派回来的卧底，于是他们就将你的修为废掉，逐出了宗门。不过好在你的运气不是太差，在你被逐出宗门不久，你的好友就把你救走了。他不仅为你疗伤，还为你寻找天才地宝，使你能够再度踏上修行之路。随后你就在这里待了下来。就在你以为日子可以就此平淡过去的时候，叶雨又一次找上了你，说想和你结为道侣。对此你当场拒绝。我虽然身处边缘之地，但对于中州大陆的境况还是清楚的。你尸杀成性，乃是中州第一大魔头。当初风雷庙被灭，也是出自你之手。那一日，为什么不直接在地煞宗门口将我也杀了？这样的话就一了百了。师尊和道友们那种厌恶的眼神，到现在为止我依然没有忘记。我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我此生也不敢奢求白日飞升、立地成仙，就只想恢复化神境，然后平淡地过完这一生就好。如果你真的念及小时候的交情，那么就请放过我。听完你的话后，叶雨什么话也没说，直接离开了这里。再过了一段时间后，突然听到一声很大的动静，过去后发现此时叶雨就在宗门内，而他的脚下就是李瑶的尸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杀光我身边的所有人？为什么？然而叶雨并没有理会你，直接消失在你眼前。第二天，你安葬好李瑶后，便离开七星宗。
开始了一个人流浪。直到我独自流浪大半年后，我遇到了一位修士梁宇，他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而且还收我为徒。这一天，你笑得很开心，或许经历了太多的挫折、流浪，导致你笑着笑着就哭了出来。在拜师梁宇后，你的修为势如破竹，短短100年，你就恢复了化神期修为。直到有一天，梁宇拜别你，独自去往周家举行的拍卖会，而你则是在事发后得到前往拍卖会的人全部被夜雨屠杀的消息。听到这个消息的你，整个人都仿若陷入了一片黑暗般，一次次的绝望让你的内心仿佛有什么崩坏了似的。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如果不是我，或许师尊也不会死。为什么每次都是这样？是不是一开始我就不该活着？你一直这样轻声呢喃，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让你的内心好受些。当年想要娶我为妻，现在还算数吗？当然算数。想要娶我为妻，需要一柄灵器作为聘礼，只要你拿得出来，今晚我就与你成亲。当天夜晚，你穿着一袭红衣，你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很快，夜雨就来到了房间里。最鲜香的味道，你想要做什么？我恨你，为什么我所认识的所有人都因你而死？风雷庙的师尊和师兄弟们是如此，挚友李瑶也是如此。现在，就连无比疼爱我的师尊梁宇也被你所杀。你就是一个恶魔，你该死！为什么你还能行动？以后在面对渡劫境修士之时，千万别用最鲜香，这玩意对渡劫境修士压根不起任何作用。当年的那些灵果真的好甜，能再给我一颗吗？下一秒，夜雨彻底没了生机，死在了你的眼前。为什么你明明没有被醉仙香影响，还要直接冲上来找死？你这么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你夜雨也太不够意思了，娶亲也不叫我一声。师尊，你们两个都没有将我当成自己人呢。我好歹也算是师尊，长青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通知一声呢？若非听闻你们抢了别人刚制作好的嫁衣，恐怕我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这次既然过来，说什么也要讨杯喜酒喝喝。这师尊还活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哎，夜雨在哪里？我看着你支支吾吾的模样，梁宇直接闪身进了房间里。刚进门，他就看见了夜雨的尸体。师尊，是不是你杀了夜雨？当初你去参加拍卖后变了无音讯，我以为你也被夜雨所杀，所以才想出这种办法来刺杀夜雨的。听完你的话后，梁宇发出几声悲凉的笑声。夜雨乃是中州大陆第一魔头，人人得而诛之，师尊怎么会认识他呢？说完后，你就准备去搀扶梁宇。你不可置信地望着梁宇，在你的印象中，梁宇一直都是那种温文尔雅、情绪稳定的人，可现在却因为看见夜雨的死，对自己产生了杀心。任何人都可以说夜雨是魔头，唯独你阮连月不行。若没有他这个魔头，你阮连月早就死成1千回了。500年前，夜雨为你出气，只身灭掉风雷庙。100多年前，你的狗屁朋友李瑶与七星宗宗主合谋，准备将你卖给神机阁的一位长老，只为换取区区的一柄法器。夜雨气不过，怒而将其斩杀。同年，夜雨怕你一个人孤独，特意找到我梁玉，让我做你的护道人。这100年以来，天材地宝、功法灵气，你样样不缺，这些全部都是夜雨给你的。你凭什么敢杀夜雨？你凭什么？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阮连月，我真的好羡慕你，同时也好恨你。这些年来，夜雨背负无数骂名，全部都是为了你。不止如此，他每日隐匿身形，陪伴在你身边，一待就是上百年。我好恨这样的男人，为什么会喜欢你这样不识好歹的女人？为什么夜雨不能喜欢我？我羡慕你，故意不去找你。今日在知晓你们成亲的消息，我纠结很久，最终强忍着心中对你的嫉妒过来祝贺。其实也不过是想要来看看夜雨，但你既然敢杀他，你凭什么敢杀他？我现在恨不得将你挫骨扬灰。
这就是真相吗？原来这就是真相吗？你无法相信，叶雨竟然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为你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你挣扎起身，缓缓来到叶雨面前。你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100年以来，这股味道无时无刻伴随在自己身边。前段时间突然消失了2个月，而今天却再次闻到。原来一切都是真的。这些年来，叶雨一直都陪伴在我身边，只是我不知道而已。知道一切的你，想要从梁宇的手中接过叶雨尸体。你根本不配触碰他的尸体。叶雨曾经说过好多次，当初我给的灵果很甜，他想再吃一次。现在我想带他回风雷庙吃灵果，求师尊成全。最终你接过了叶雨的尸体，离开了房间。我会主动死在阮连月的手中，不要报仇，更不要对阮连月不敬。最终你就这样离开了地煞宗。许久之后，你在风雷庙外的一棵灵果树下，依靠在树干上，怀中抱着叶雨，周围还有许多刚刚被摘下的灵果。你给叶雨手中塞了一颗灵果，又拿起一颗自顾自地吃了起来。还没有很甜很甜的灵果，明明是苦的要命。叶雨，答应我好吗？下一世让我早一点找到你，换你带我吃很甜很甜的灵果，我会好好陪在你身边，不离不弃。我们下一世再见。每次入梦都是你新的人生。地图人物加载中，已成功选定。本次梦境天赋杀生成神，金色。杀生成神，通过击杀他人可不断变强。此天赋可无视一切规则，如修行、天资、瓶颈等。在你出生之时就被遗弃，是一对好心的农户将你收留。从8岁开始，你就问过许多人，得到的答案都是自己天资极差，不适合修行。直到13岁时，你遇见了一位心地极好、宛如仙子的女修士，名叫阮连月。她每次路过村庄的时候，都会给你带一颗香甜的灵果，并安慰你，就算不能修行，当个凡人也是极好的。至此，她在你的心中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在你19岁生日这天，强盗入村，全村人被屠，而你打猎回来后，只看到这一幕宛若炼狱的场景。你安葬好农户后，拿起弓箭和长刀，仅用3天时间，便将附近的强盗全部杀死，而你也因此踏入炼气境，也因此你发现了身体中的异样，只要杀人就可以不断变强。35岁，你在杀戮中晋升筑基境。43岁，你偶然击杀一名炼气境修士，并在他身上得到一本功法，名为玉木诀，能够操控树木对敌。功法不算多高明，但你异常珍惜，这是你得到的第一本功法。55岁，你成功晋升筑基境中期，凭借着玉木诀加入一个正道宗门并不困难，但你却毅然决然选择了地煞宗。原因很简单，既然要肆无忌惮地通过掠杀来提升实力，那么正道对你的束缚太大，只有魔道才能让你更加自由。这种行为也符合你的身份，不会引人注意。85岁时，你因杀心太重，在修真界闯出恶名，无数正道修士想要对你除之而后快，但也因为你的行为得到了地煞宗长老的赏识。105岁，你击杀的修士越来越多，也正是这一年，你成功晋升化神境。或许你不是最强的化神境，但你绝对是杀人最多的化神境。正道开出极高的价码悬赏你的性命，而地煞宗吴可夫长老经不起诱惑，联合2名化神境修士，准备将你击杀后去拿悬赏。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你早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你，仅用1天半的时间，你便将吴可夫连同其他2名化神境修士全部斩杀，并成功更进一步迈入化神境中期。这件事被地煞宗宗主知晓后，他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对你赞赏有加，并隐晦地打听你修行一事。你在他的眼中看到了和吴可夫一样的贪婪，于是，在3年后的一天，你偷袭干掉了这位宗主，成为地煞宗的掌权人。也正是这一年，你再次遇见了小时候的白月光，阮连月。80岁时，你突破至合道境初期，在你的带领下，地煞宗的势力飞速发展起来，且个个嗜杀如命。某日，门下长老因劫杀风雷庙的一名长老，引来了报复。近100名风雷庙的修士打着除魔卫道的旗号，要来覆灭你地煞宗。这时，你发现这群人中有一道熟悉的身影，正是阮连月。面对来势汹汹的风雷庙修士，你地煞宗人数虽少，但却没有任何畏惧。为了不让阮连月受到伤害，你只身上前，站在了2宗中间，祭出了一面通体漆黑的招魂幡。刹那间，飞云遮日，100万冤魂声嘶力竭的嚎叫，让这地煞宗方圆千里之地宛如末日。这一刻，风雷庙的修士才露出一脸的惊恐之色。这杆招魂幡乃是你在一处秘境中得到的，是一件可成长性的灵器，名为鹿仙。只要不断的填充冤魂，便可一直进阶。随着你的心念移动，人皇幡瞬间暴涨数百丈，瞬间100万冤魂齐出。在你的绝对实力之下，不出半个时辰，上百名风雷庙修士便被冤魂啃食殆尽，只留下了阮连月一人。而这个时候，有地煞宗
其他长老出声：“宗主不要杀他，我要把他带回去，好好享用一番。”闻言，地煞宗其他的修士也纷纷大笑起来，而你只是冷冷地看了说话的那人一眼，便一招将其灭杀，随即身形一闪，便将阮莲月带走了。再次看见阮莲月，你又是回忆涌上心头，下意识地问道：“当年的灵果还有吗？我还想再吃一颗。”阮莲月当即便不可置信地看着你，声音中带着颤抖的询问：“雨儿，你是雨儿？”你点了点头，随即便和他聊起了你的过往，一直聊到深夜。当外面传来喧闹的声音，阮莲月也从回忆中清醒了过来，可是看向你的眼神中还是带着一丝畏惧。你看着他那躲闪的目光，你想要挽留他从此以后留在地煞宗，并承诺以后的修行资源全部管了，但还是被他拒绝。最终你还是放他离开了地煞宗，但你却不知这一去将会在你们两人关系中留下一个重大隔阂。时间一晃过去3个月，这段时间内，你总有些心神不宁，脑海中不断浮现出阮莲月的模样。于是，在这一天，你打算跑到风雷庙去见阮莲月，但是你寻遍全宗上下，却没发现阮莲月的身影。在你抓住了一名弟子，询问后才得知，早在阮莲月回到宗门之时，就被怀疑是卧底，被废除修为，逐出宗门。在知晓这个消息后，你的愤怒瞬间到了极致，整个人杀意暴涨，只身杀上了风雷庙。一人一番，仅用2天，你便将风雷庙彻底抹除。你杀光了整个风雷庙的修士，并突破到了合体期中期，但你却并未感到有任何的快乐。在思索片刻后，你立刻返回地煞宗，并命令宗内所有人去寻找阮莲月。以风雷庙为中心，方圆千里之地，任何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几个月后，你还是没有收到任何关于阮莲月的消息。你心里很清楚，这么长的时间都没有找到，或许她早已不在人世。这一日，你独自一人在这月光下饮酒，平时极少饮酒的你，却是喝得酩酊大醉。760岁，你成为中州大陆第1魔头，在你的带领下，地煞宗也成为魔道魁首。这一年，你正式踏入渡劫境后期，也同样是这一年，你停止杀戮，再次回到当初的那个村庄内，独自生活起来，每日砍柴打鱼，就像一个普通的凡人。你心中很清楚，继续杀戮破境的话，你沾染的因果就会越重，最终只会被天劫灭杀。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停止杀戮，这样你才能活得更加久远。故乡隐居似乎就是最好的选择。有时候，你坐在家门口的时候，依然会看向北面。当初第一次见到阮莲月之时，她就是由北而来，可惜的是，她再也没有出现过。人就是这样，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你原本以为平静的日子会一直这么下去，但第2年，地煞宗的副宗主择天寻你，称在中州大陆最北部七星门内发现了阮莲月的踪迹。听到这个消息后的你，当即以最快的速度赶往了七星门内。当你再见他之时，他的脸上并没有重逢的笑容。在经过一番叙旧后，你并没有强行带走阮莲月，而是一个人失魂落魄地离开了七星宗。但回去之后，你依旧觉得心神不宁，于是你隐匿身形，再次来到七星宗，默默地守护在阮莲月身边。每当看到她那笑容的时候，总让你想起幼时的时光。也是此刻，你决心以后就日夜守护阮莲月。当然，你心中还有一个小小的愿望，那就是希望有一天阮莲月可以再次笑着递给你一颗灵果吃。时间一点点过去，你也见到了阮莲月的那位朋友。在暗中观察几天后，你为了报答他对阮莲月的救命之恩，你给他准备了很多天才地宝。可就在你来到他门前的时候，便发现他想以阮莲月与神机阁做交易，用阮莲月换取一件区区的法器。听说神机阁长老脾气暴怒，每年死在他手中的仙子不计其数。你把阮莲月送过去，那他恐怕难逃一死。她与你情同姐妹，你真的忍心吗？什么情同姐妹，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我之所以投入这么多，就是看中她的美貌。现在时机已到，你要知道上品法器，那可是可遇不可求的。听到这里，你再也忍不住，当即现身向他质问道：阮莲月那么信任你，凭什么敢这么做？在看到你的出现，他们两人明显是一惊，因为作为中州大陆第1魔头，几乎所有的正道宗门都见过你的武力。在你的报复出手之下，他们两人瞬间就被杀死。也就在此时，阮莲月来到了这里。当他看清这里的情况后，便不停地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想向他解释，但看着阮莲月痛哭流涕的模样，你知道自己无论说什么，估计他都不会相信。于是你也没有浪费口舌，身形化作一道流光，便消失在了原地。第2天，你又隐匿身形跟在了阮莲月的身边。你看着那孤独的身影，心中很不是滋味。又过了几天，在阮莲月情绪稳定的时候，你想向她解释，但你刚现身，她就变得无比激动。你忍不住微微叹息一声，你明白有些事已经解释不清了。半年后，你实在不忍看着阮莲月一直孤独流浪，于是便亲自为她挑选一名师尊。在经过千挑万选后，终于让你找到了一名女散修，名为梁雨，乃是合体境修士，在修真界中也有些名气。经过你的以德服人之下，最终让梁雨同意收下阮莲月。你也并非小气之人，还给了梁雨一本上等功法以及无数天才地宝。当梁雨见到阮莲月的时候，他不解地向你问道：以你如今的实力，想要什么样的女子得不到？为何非得缠着一个金丹境的女修不放？
面对他的这个问题，你并没有正面回答，只是问道：“你有没有吃过很甜很甜的灵果？”也不管梁玉的疑惑，随即便转身离开了。接下来的一切都变得很顺利，在你精妙的设计之下，梁宇顺理成章地成为阮连月的师尊，不仅没有引起任何的怀疑，而且在阮连月的脸上也出现了久违的笑容。877岁，这100多年来，你费尽心思找到了无数天才地宝和适合阮连月的功法，在你的帮助下，阮连月势如破竹，成功恢复到化神境。当然，这一切阮连月都并不知晓，他都以为是梁宇做的，所以对其很是感激。而每当梁宇从你手中拿过天才地宝时，他的眼神都会变得无比幽怨。显然，他也没有想到中州大陆第一魔头竟然会是如此深情的男人。阮连月到底做了什么，值得你如此付出？若是有个男人肯如此对我的话，别说那个人是魔头了，就算是个糟老头子，我也绝对以身相许。对此，你只是轻轻一笑，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每当夜深人静之时，你总会变得很惆怅。这些年来，你为了拿到阮连月所需要的修行资源，不断的与人厮杀。现如今，你已经成功晋升渡劫境巅峰，若非强行压制修为，随时都有可能会渡劫。你心中明白，时间不多了，所以你打算在渡劫之前，给阮连月留下一份大礼。几天后，你来到了中州大陆南部的周家拍卖场内，身穿一件隐秘气息的法器斗篷，只身前往。让你感到意外的是，在这里，你竟然看见了梁宇。梁宇有些幽怨地看着你。何必如此呢？你为他做了那么多事情，难道就不打算告诉他吗？你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说与不说真的重要吗？很快，拍卖会开始拍卖龙晶，而在这个时候，你扯下身上的斗篷，霸气无比地告诉在场所有人：“这个龙晶，我要了。”当在场的人看见你的模样后，纷纷不敢出声。而这个时候，周家家主走了出来。200年前，我周家嫡子死在了你的手上，此仇不共戴天。诸位，只要杀了这个魔头，龙晶免费赠送，而且我周家愿再拿出10件法器和1万块灵石作为奖励。在这样的诱惑下，在场所有人都对你蠢蠢欲动。让你欣慰的是，梁宇没有选择帮他们或者逃跑，反而要出手帮你阻挡众人，这让你心中突然一暖。显然没想到梁宇竟然还会关心你，你放声大笑，随即就在周家放火厮杀。经过了半天，你便将这里的所有人杀死，活着的就只有你和梁宇2人。随后，你还洗劫了周家的藏宝地，顺利拿到龙晶。至于法器、丹药、功法等修行资源，你都交给了梁宇，让他自由分配，看上什么要什么，只要给阮连月留点就行。那一日天降大雨，梁宇向你表白：“我想要做你的道侣，哪怕你心中只有阮连月，我也不介意。”你摇了摇头后，径直向外走去。梁宇望着你的背影，泪水从眼眶里倾泻而出，身体也任由雨水冲刷。或许唯有如此，他才能让自己能够冷静一点。但你依然没有回头。拿到龙晶后，你并没有第一时间去找阮连月，而是返回地煞宗闭关。经过周家的杀戮，让你体内的灵力已经达到了极致，随时都有可能渡劫踏入飞升境。为了不面对天劫，你只能不断抑制体内的灵气。终于在2个月后，你可以暂时稳定住灵气，但最多再坚持10天的时间，也就稳不住了。到时候天劫必降。就在你想要去寻找阮连月的时候，地煞宗副宗主却告诉你说，阮连月已经在宗内等了你好几天了。你对此感到很是疑惑，想不明白为什么阮连月会来找你。当你再见他的时候，你隐隐察觉到了什么，但是你没有揭穿他。当天你们就举行了婚礼。夜里，当你看见一袭嫁衣的阮连月在你面前之时，你不禁微微失神，心想若是时间永远停留在这一刻，将会有多么美好。这一夜你喝了不少酒，很晚才回房间。当你推开房间的瞬间，你清楚地感知到阮连月现在很是紧张。你走了过去，坐在了阮连月的身边。你发现这里有一股奇异的香味，这是醉仙香的味道，吸入后全身都会麻痹，无法调动体内灵气。你笑着问向他：“你想要做什么？”这时，阮连月颤抖地拿出忘忧声嘶力竭地喝道：“我恨你！为什么我所认识的所有人都因你而死？风雷庙的师尊和师兄弟们是如此，只有李瑶也是如此。现在就连无比疼爱我的师尊梁宇也被你所杀，为什么？到底为什么？”看到这，你也明白了一切。用醉仙香将我放倒，然后再杀了我吗？这种计划还真是有够粗糙的。虽然他误会了什么，但也不重要了。与其死在天劫之下，倒不如成全他吧。随即你站起身，一步步朝着阮连月走去。以后对付渡劫境修士的时候，千万别用醉仙香，这玩意对渡劫境修士压根不起作用。随后你猛然上前一步，任由忘忧贯穿心脏。在濒死之际，你拿出了龙晶，放到了阮连月的手中。当年的那些灵果真的好甜，好甜。能再给我一颗吗？本次入梦结束，享年877岁。本次梦境评价完美，随机获得2份梦境奖励：1. 83岁时金丹境后期修为；2. 上品灵气招魂翻路仙，目前冤魂数量0。梦境评语达到优秀加以上，奖励随机具现化2件事物：1. 龙晶；2.
上品灵气短剑忘忧。这件召唤幡，看来只能在背地里偷偷使用了。忘忧和龙晶呢？回禀宿主，这2样东西是具现化出来的，但并不代表一定会具现化在你的手中。他。与此同时，地煞宗外围，仙子别打了，我们地煞宗的宗主真不是叶雨，他是谁呀？我真的没听说过。那绝对不只是一场梦境，肯定都是真实发生的，又或者可以理解为上一世的事情。这一次，我绝对不能让上一世的悲剧再度发生。叶雨，等我。大前王朝皇宫内，此时女帝李若望脸色冰冷到了极点。废物，一群废物！让你们去找叶雨，这么长时间过去了，还没有得到半点消息，我要你们有什么用？还请女帝大人息怒。再给你2天时间，若还找不到叶雨，你这个谢一位首领就算是干到头了。说完之后，李若望便径直向着殿外走去。此时的叶雨正在大前皇宫外围的一个庄园内，正在准备参加明天的寿宴。也不知道叶念目前在哪，过得如何。明天若是有机会进入皇宫祝寿，那么一定要在里面找找。而正当叶雨思索之时，旁边传来一个糯糯的声音：“你戴的面具真奇怪。”你扭头望过去，发现是一个身穿裙子的小姑娘，就站在台阶上。这个小姑娘正是梦中的女儿叶念。再次见面，你心中无比激动，伸手想要去拉她的手，但却被她后退躲开。你想做什么？本公主的手不是谁想拉都能拉的。你对此很是惊讶。公主，你是公主？当然，我乃是大前王朝女帝李若望的女儿叶念公主。咦，你的声音好像爹爹啊！叶念的一番话让你瞬间如坠冰窟。叶念，李若望的女儿，爹爹。我看梦境成真了。你的身形微微发颤，甚至忍不住向后倒退了半步。爹爹，是你吗？你虽然很想父女相见，但现在的时机显然不合适。你现在可以确定，梦境中的一切很有可能已经完全变成真实的了。若是让李若望知晓我现在就在大前王国内，那可就是妥妥的玩完了。未来的命运绝对会和梦境中一样，永远止步于皇宫之内。这并不是你想要的生活，只能连忙摇头。胡闹！我乃青云宗弟子赵无极，怎么可能是你爹爹呢？不对，这个声音完全不对，但刚刚明明听着很像啊！就在这时，一位女官出现。公主殿下，请不要擅自乱跑，随臣返回宫内吧。青竹姐姐，我想先问她几个问题。你知道此事绝对不能暴露身份，不然一定会被李若望囚禁起来。公主殿下，我知道你想问什么。我名叫赵无极，是青云宗的一位弟子，在来的路上眼被灵风所折，无法取下面具，而且我也已经有了道侣，还有一个5岁的孩子，不可能是你爹爹的，您认错人了。最终，叶念很是失望地离开了。月儿女儿，不是爹爹狠心，而是你娘太狠。等什么时候有了足够的实力，爹爹一定将你接到身边，相信绝不会让你等太长时间的。第2天清晨，在大前王朝里官们的指引下，各宗门修士开始出发，参加女帝李若望的寿宴。在宴会中，你也看到了李若望。当他望向你的时候，你内心顿时紧张了起来。但好在对方好像没认出你来，顿时让你松了一口气。这个大前王朝是不能待了，寿宴结束之后马上就走。但你并不知道的是，此时的李若望已经对你起了疑心。那个戴面具的男人是谁？去查一下。回陛下，那个男人是青云宗的赵无极，因脸上被灵风所伤，所以戴着面具。昨天公主殿下偷跑至浩灵山庄，也见过此人，还误以为念儿将他当成爹爹了是吗？臣死罪。对于他的惶恐，李若望并未理会，而是拉着叶念的小手，轻声询问道：“念儿，你看那个戴面具的男人像不像你的爹爹？”5号，昨天我听到他说话了，第一句很像爹爹，到后面却又不像。叶雨，我似乎找到你了。是有人在想我吗？总有种不好的预感。很快，大前王朝的叶良言已经开始宣读李若望在位以来的丰功伟绩。按照惯例，歌颂完之后，便会轮到各个宗门献上贺寿的寿礼。李若望收下后，并给出大前王朝的回礼。此次寿宴就算是结束，但就在此时，一队人马正朝着这边走来，他们身上都透露出一抹杀气，显然是来者不善。镇南王，你来此作甚？难道不知道若无皇令，亲王不得擅自回京吗？皇令？一个女子弑父杀兄，千里不容。上位以来，更是搞得天下民不聊生。今日本王特意前来，匡扶正义，驱逐暴君。
镇南王造反就说造反的事情，何必说得如此冠冕堂皇？没错，我就是造反。诸位仙家前辈、弟子，人间王朝更替，任何修士不得插手，希望诸位都能遵守这个规矩。在场所有修士顿时全部沉默下来。修真界中的确有这么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人间帝王之间的争斗只能由内部解决，修仙宗门不得插手。当然，如果是宗门下的附属国，那情况就截然不同，宗门甚至可以指定皇帝成为新帝王。师姐，大千女帝与咱们青云宗交好，咱们真的不能帮忙了。不能，修士不得参与人间帝王战斗，这是规矩。一旦破坏规矩，势必会沦为众矢之的。更何况，与我们青云宗交好的是大前王朝，至于谁当皇帝，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重要。大侄女，乖乖束手就擒，我给你条活路，否则的话必死无疑。你也别想着有奇迹出现，我早就调查好，血衣卫的人已经全部都被你派出去了，不在京师，现在没人会来救你的。大前王朝扫除叛乱。是。瞬息间，你们双方人马就碰撞到了一起。斩草须除根。哼！别吃了，快追！陛下，老臣愿带人誓死保护公主殿下。李若望看了一眼青云宗所在的方向，发现戴着面具的叶雨已然消失不见，他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笑容。尔等只管一敌即可。公主殿下，等会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千万不要说话和乱动，否则这隐匿之法就会消失。现在臣去引开他们，你就躲在这里等待救援。救出那个小姑娘，不然我就吃了你！哼，你做梦！就在他们准备对青竹动手的时候，不要放开青竹姐姐，我跟你们离开！真是个有爱心的小姑娘。大手缓缓朝着叶念落下，一道剑光携带数道紫色天雷从天上落下。来人正是匆忙赶到此地的你，此时你的愤怒可谓是达到了极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李若望身边的修士和士兵们已经不足100人。大局已定，现在投降者可既往不咎，否则死无葬身之地。顿时，李若望这边有不少人离去。剩下的人是都不走了吗？陛下，不要再说这种话。我等虽是文人，境界不高，但也有风骨，清楚什么叫做逐入臣死，精忠报国。逐入臣死，精忠报国。大前王朝，此战不退。瞬间，原本即将崩盘的阵营再次爆发出一往无前的气势，这也在李若望心中泛起阵阵涟漪。只见他缓步向前。既如此，这场闹剧也是时候该结束了，都杀了吧！随着李若望的话音落下，下一秒，站在李广禄身后的修士们有一大半人立刻低头行礼道：“谨遵女帝令。”说完，他们立刻向着周围的人进行屠杀。不光如此，登仙台北面角落之中出现6名灰袍人，施展出了传送阵法。阵成之后，不断有皇家供奉从阵法中走出来，场上的局势瞬间颠覆。王，咱们走吧，继续留在这里会很危险的。我不干，南蛮四邪，随我一起杀了李若望，我封你们为大前国师。然而，他们都忽略了一件事情：李若望虽是女子，但又岂是泛泛之辈？若毫无修为，又怎么可能拿下大前江山？这一日，登仙台内响起无数龙吟之声，估计任谁都不会想到，大前王朝的女帝竟然会是一位河道境巅峰修士。在击杀了2名化神7强者后，此时叶雨也忍不住缓缓吐出一口浊气，以元婴境干掉2位化神境修士，就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果然，唯有好的装备和功法，才能让人拥有越境对敌的实力。随后便将叶念从树干上抱下来。怕不怕？叶念不怕。叶念的小手紧紧捏着你的衣袖，眼神中充满期许，再次向你问道：“你可以把面具摘下来让我看看吗？”你看着叶念纯真的眼神，当下也不准备再欺骗下去，于是便将脸上的面具拿了下来。当看清楚你的真容后，爹爹，真的是你啊，爹爹！父女相认的感觉是不是挺好的？叶雨。第二天，你在一艘非洲上微微出神，你有些想不明白，为什么李若望这次会如此大胆，
干净利落的放你离开，且没有做任何纠缠。随后，你便开始复盘此次大前王朝之行。通过这2天发生的事情，你已经可以确定一件事情，那就是梦境中的人物是会保留梦境中的记忆。可为什么云柔墨没有记忆，而李若望有了？你思索片刻，猜测出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在梦境之中，你与李若望结成了夫妇，而与云柔木只是敌人。由此便可以推断出，梦境中的夫人是会保留记忆的。若这个猜测正确的话，那么就代表着祝蝶真、允慈武、顾灵飞、阮莲月4个人不仅全部真实存在，而且他们还都拥有梦境中的记忆。这个结论让你脸色变得很是凝重。算了，不想了。随后，你开始了新的梦境模拟。每次入梦都是你新的人生，地图人物加载中，已选定。本次梦境天赋摆烂为王，金色摆烂为王，完全尊重能量守恒定律，越摆烂越强。附送效果：努力衰竭，越是努力境界越倒退。你出生在一个海边村庄，父母皆是普通人。12岁，渐渐长大的你开始热衷于抓鱼捕虾，但无论怎么努力，你始终没有抓到过一条鱼，捕到过一条虾。时间一长，你渐渐成为了村里人口中的废物。于是你日复一日地开始锻炼捕鱼技能。终于在你14岁时，通过2年的不懈努力，你终于认命了。经过700多个日夜，你不仅是一条鱼，甚至是一只虾都没有抓到。于是你就一个人坐在海边石头上，眺望着海面。天色渐渐暗下，正当你准备回家之时，一条10斤左右的大鱼从海面一跃而起，正好落在你的怀中。你感受着手中沉甸甸的重量，整个人陷入沉思之中。最终你认为，这或许是上天看你太过倒霉给你的奖励。15岁时，你在岸边捡到了一个昏迷的中年人，你将其带回了家中救治了一番。第2天，中年人缓缓醒来，当他了解事情的经过后，看向你的目光也变得柔和无比。中年人告诉你，他是紫霄门的宗主，名叫庄成璧，因为被魔修围攻，灵力枯竭，这才坠入海中。他给了你2个选择，一是拜他为师，从此踏上修行之路；二是他会留下一瓶灵丹，强健身体，延年益寿。最终你选择拜他为师，而庄成璧也很是高兴，他对你说，你乃是罕见的冰灵根，修行天赋极为不错，不出100年，修真界必然有你的一席之地。紫霄门并不是什么大的宗门，甚至连3流都算不上，只是一个10几人的小宗门。在紫霄门正式拜师之时，庄成璧的一句话让你的心中很是憧憬。飞升境，那可是上千年都没有出现过的境界啊！从此之后，你刻苦钻研，努力修行，想要早日踏入炼气境。在你努力修行3个月后，你始终无法踏入炼气境。对此，你的师尊也觉得很是疑惑，他对你的身体做了认真的检查，依然一无所获。可能是冰灵根太过稀有，想要踏入修行，就要付出比别人多数倍的努力。徒儿好好加油，继续努力，我相信你。直到现在，庄成璧依旧对你寄予厚望，并再次说出了那句名言：我观徒儿，你有何道之资？又过去了3个月，你依然没有跻身炼气境，就仿佛有一道天堑挡在你的面前，终究无法跨过那一步。你师尊庄成璧看向你的眼神也变得复杂起来，他微微叹息后，勉强地朝你挤出笑脸。我观徒儿有化神之资，加油，终有一天会成功的。你默默地低头不语。18岁，转眼你已经在紫霄门待了3年有余，这么长的时间，你从未有一天松懈，可你依旧还是凡人，始终无望炼气境。你师尊庄成璧也开始安慰你：徒儿啊，就算无法修行，其实也挺好的，有师尊在，保你活200岁起步，你就安心在紫霄门待着，说不定哪天就顿悟了呢。19岁，你已经对修行一事彻底放弃，每天最大的爱好就是躺在床上睡大觉。但就在第3天的时候，在你苏醒的瞬间，你的修为直接跻身到了炼气境。你神色木讷地找到庄成璧，当他得知你踏入炼气境后，庄成璧站在原地愣了许久，随后再次放出名言。对此你也很是激动，于是你又开始刻苦修行起来。2年后，你的修为不仅没有寸进，甚至有隐隐跌落的迹象。无奈你只能再次放弃修行，开始躺平。1个月后，你已经成功跻身炼气境巅峰。有了前2次的经验后，你果断开始尝试睡眠修行方法，效果非常显著。仅仅过去了半年，你不仅成功踏入筑基境，而且还将紫霄养气诀修行到大圆满。50年的时间转瞬即逝，通过这些年的不断摆烂，你已经成功迈入元婴境初期。这一日，你在紫霄门后山看见了一个16岁左右的小姑娘，名叫左迎春，年龄明明不大，却有一副成熟的冰冷模样。她是几天前刚刚拜入庄成璧门下的弟子，也是你的师妹。我来这里只是想要看看师尊口中所说的睡觉仙人到底长什么样子，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你顿时满头黑线，这种烂俗的外号，师尊他究竟是怎么想出来的？不过你也没有过多的理会，之后的时间，你的生活依旧平淡无比。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紫霄门天才这个头衔却已经悄然易主。1周炼气，3月筑基，10年金丹，20年元婴。左迎春的破境速度甚至一度打破了中州大陆的历史记录，就连你也忍不住从后山走了出来。
再次打量起这位小师妹。这么多年过去，此时的左迎春完全已经长大，明眸皓齿，面若桃李，浑身上下充斥着一种生人勿近的气质。而你也在这个时候又听见了庄成璧那番名言：我观徒儿，你有飞升之姿。啊，这句话听着还真是很耳熟。不过你很清楚，按照这个速度修行下去，只要左迎春不死，飞升不过是迟早的事情。108岁，你成功踏入化神境，而这个时候的左迎春也已经跻身元婴境巅峰，距离化神境也仅一步之遥。面对你们两个如此惊人的修行速度，庄成璧脸上的笑容却是少了许多。于是你便找到了他谈心喝酒。经过一番交谈后，你这才知晓，原来是他担心自己的渺小容不下你们这两尊大佛。是我太过自私，不应该拦住你们的前程。若是有更好的去处，大可以改换门庭，只要偶尔过来看看我就好了。毕竟大家一块生活这么多年，不是家人胜似家人。你看着庄成璧落寞的表情，你露出一抹苦笑。近100年的相处，你又怎么不知道庄成璧的为人？你这位师尊看上去成熟果断，实则最重感情，更见不得别离。这些年来，你每10年都会下山去渔村看父母，而每次回宗的时候，你都会看见庄成璧在紫霄门山门口眺望。看见你的身影出现后，总会说是碰巧在这里吹风。而且不只是你，每当有人外出，他也都会千叮咛万嘱咐要注意安全。也正因如此，你感觉紫霄门并不像一个修道宗门，反而更像是一个家庭，而庄成璧就像是一个大家长，从未对你们要求过什么，反而你们需要的东西，他都会尽全力提前准备好。这份情，你自然不会不知道。我连修行这种事情都懒得做，改换门庭就更做不来了。说完这番话后，你以为庄成璧会很高兴，结果却只听见他的打鼾声。于是你只能将其背回房间。随后你便迎面撞上了左迎春。师兄，这是他第一次叫你师兄，在你还没有反应过来时，他便扔了一本功法给你，给你一本抄录的功法，名为浩然心剑。你这是什么意思？觉得你人不错，就送你份礼物。3年后，你准备开始外出游历，宗门上下所有人都对此感到十分震惊，仿佛在他们心中，你就只是个会睡觉的工具人。庄成璧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最多半个月，你就会觉得外面睡得不舒服，重新返回宗门。对此，你很是不爽，扬言要用100年走遍整个中州大陆。但就在你外出第8年之时，你便匆匆返回宗门，原因是你的师尊庄成璧被人打成重伤。你的师兄告诉你说，庄成璧是被游龙殿店主所伤。在3天前，庄成璧在外偶然得到一件法器，想要将其带回宗门之时，却意外碰上游龙殿的店主，两人进行了激烈的交战，最终不敌，被打成重伤，法器也被人家给抢走了。听到这个消息后的你，顿时怒不可遏。你先冷静一下，左迎春在你出去后的第2年便也外出游历了，目前用通讯时已经联系到了，正在返回的路上，大概还需要几天的时间，再稍微等待一下。你没有说话，而是进入房间看了一眼庄成璧。此时的他躺在床上昏迷不醒，脸色很是苍白。你缓缓吐出一口浊气，然后便悄然离开了紫霄门。庄成璧对你来说是师长，更是家人，现如今被人打成这般模样，你怎么可能会等下去？当你来到了游龙殿的时候，你的怒火再也抑制不住，他们剑气四溢。这几年的时间，你已经将浩然心剑修炼到了大圆满。这本功法品阶极高，更是可以轻松跃进斩杀强敌。不到片刻，游龙殿的弟子死伤无数。你是何人？居然敢到我游龙殿放肆！把抢我师尊的那件法器拿出来，然后就可以乖乖去死了。我乃是化神境巅峰，而你不过是化神境中期，竟然就敢如此大言不惭！一炷香之后，你便带着游龙殿店主的尸首和那柄法器飞剑，回到了紫霄门，守护在了庄成璧的身边。2日后，庄成璧悠悠转醒，当听闻你的所作所为后，他笑得很是畅快。不愧是我的弟子，果然有飞升之姿。当初不是说变气也挺好的吗？这又开始飞升了。你也没多说什么，将那柄法器飞剑交到了庄成璧的手中。只见庄成璧缓缓起身，亲手将这柄法器系在你的腰间。拜师近100年，为师没什么出息，一直没送过你像样的东西。这柄飞剑本来就是准备送给你的，但却被人抢走，最后还要靠你自己拿回来。希望你不要埋怨师尊就好。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庄成璧流露出极为罕见的认真之色，这让你的心中很是感动。你微微低头，不想让庄成璧看到你发红的眼眶。要知道，整个紫霄门上下也就一件下品法器，那就是庄成璧身上所穿的法袍。从其破烂程度不难看出，这件法袍跟了庄成璧许久。现在好不容易得到的一柄中品法器飞剑，庄成璧也是送给了你。第3天，左迎春返回了紫霄门，还带来了许多天才地宝。庄成璧笑得很开心。左迎春虽然看上去总是一副冰冷的模样，但大家都清楚他的心地是好的。
当天晚上，左迎春约你在山顶见面，这让你心中很是奇怪，但还是前去赴约。山顶上，在你到来后，左迎春十分慎重地布下2层隔音结界。你是哪位仙人的转世？听到这个问题，你整个人愣住了，不知道该如何回答，甚至一度怀疑左迎春是不是修行走火入魔，把脑子给烧掉了。我乃天界迎春仙人转世重生，你是哪位仙人？这一刻，月光洒下，仿佛为左迎春身上披上一层银色的轻纱，看上去仙气十足。你微微摇了摇头，我并非仙人转世。师兄，你还是不想承认吗？你看着左迎春略显有些幽怨的眼神，整个人都有点懵。明明都已经说了，我不是仙人转世，怎么还不信呢？为什么一定认为我也是转世的仙人呢？其实早在几十年前的时候，我就有这个猜想。当初庄成璧和我说，他有个废物徒弟，原本什么都不会，自从拜入他的门下之后，每天睡觉也可以修为暴涨，破镜如河水。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庄成璧口中的废物徒弟，应该指的就是你。沙灯师傅真是个双标狗，人前说我有飞升之姿，人后骂是废物徒弟。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会拜入庄成璧门下。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认为你的天资上等，但不算太过惊艳。所谓的睡觉修行，完全就是噱头。但我偷偷观察你近半年的时间，发现你真的是每天睡大觉，一天都不修行，也能够不断提升修为。如此情况非常可疑。于是我便开始考虑应当如何试探你的身份。几十年前，根据脑海中的记忆，诀下了浩然心剑这门功法。此功法乃是我在上一世偶然所得的天级功法，没有飞升进修士的眼界，根本无法参悟。那个时候，我以为你也看不懂，于是放弃心中猜想，或许你并非仙人转世。可今天，我原本打算自己去游龙殿报仇，但却看见整个宗门上下再无一个活口。从这些弟子身上的伤口，可以推断出你所施展的就是浩然心剑。于是我便可以断定，你就是仙人转世。那本浩然心剑功法，我确实没有看到，但睡着睡着就自动学会了。你很清楚，若是将实话说出来，左迎春肯定不信，而且还会继续追问。没错，我就是仙人转世。我猜的果然没错，你就是仙人转世，否则的话，怎么会连个修行瓶颈都没有？仙人转世还有修行瓶颈了？哪怕是仙人转世，也会有瓶颈的存在。这些年，我在元婴境巅峰时遭遇到一个瓶颈，整整卡了10几年才渡过去。反观你前期修行速度虽然没有我那么快，但却没有任何瓶颈。由此可以推断，你在天界之中绝对是个名声赫赫的大仙人。听到左迎春这番吹捧，你整个人都快疯了，双手死死捂在自己的脸上。什么叫做没有瓶颈？我压根就没有修行过，哪里来的瓶颈？通过这近100年来的自我观察，你也发现一件很是神奇的事情，只要不修行，修为便会一直持续增长。得到功法不修行，功法也会自动炼成。只是这些事情根本无法解释。你在外游历8年，可不仅仅只是在看这座天下，更在找寻一个答案。为什么你会如此独特？然而这个问题始终无解。到后来你也懒得再去纠结，就这样一路破镜也挺好的。不过这算是你个人的秘密，你并不打算告诉左迎春，反正人家也不会相信。你又懒得解释，还不如随了他的心愿。于是你很是认真地告诉左迎春，师妹，我就是天界仙人转世，但记忆还没有完全恢复，有些事情并不清楚，只记得在天界的名字叫做李东。当左迎春心满意足地从山顶上离开后，你忍不住叹息一声，稀里糊涂地装成仙人转世，希望左迎春以后知道真相后不用太过失望。就在你也准备下山的时候，你的师尊庄成璧从一个巨石后面走了出来，脸上还带着一抹奇怪的笑容。其实情窦初开并非坏事，有了道侣，修行之路上也不会觉得太过孤独。师兄师妹的组合最是完美，为师很看好你们2个。只是下次约会别来山顶，也挺冷的，不如直接去房间里暖和。听着庄成璧一番自以为是的言论，你顿时满头黑线。讲道理，我真的很羡慕你是我师尊。这是什么意思？如果你不是我师尊的话，现在绝对会被打得很惨。原本你以为今天的事情会平稳的过去，可让你没有想到的是，从这天开始，左迎春经常的找你聊天，脸上也会带上一些笑容。也许他已经将你当成人间的同类，毕竟都是仙人转世，肯定会有很多共同话题。不过左迎春并不知道，你完全就是假的。每当他提起天界的事情，
你都会感到无言以对，因为你真的不知道应该如何诉说，最终都只能以没有恢复记忆为由搪塞过去。但他却并未因此而疏远你，反而还写下了许多记忆中的极品功法供你修行。你们两个在一起的场景经常会被庄成璧第一时间捕捉，而他就会露出那个极为玩味的笑容。对此你很是无语，不知道为什么庄成璧似乎十分倾向于让你们两个结为道侣。可你心中清楚，左迎春之所以一直跟你待在一起，完全是因为仙人转世的这个身份。若非如此，他又怎么会如此热情？想到此，你突然发现这段时间以来，左迎春似乎开朗许多，脸上时常挂着笑意，让宗门上下的所有人都感到不适应。难道之前的冰冷都是伪装？你认为更多的应该是孤独。仙人转世再次重返人间，一切都是陌生的。特殊的记忆让他明白自己跟别人的不同，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相同经历的伙伴，自然心情会好很多。这也让你心中下定决心，暂时不打算将实情告诉左迎春。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和左迎春两人待的时间渐渐变得久了起来。庄成璧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紫霄门是推崇同门弟子结为道侣的，毕竟这也算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听到这句话后，你立刻意识到不对，连忙告诉庄成璧，你和左迎春清清白白，绝无其他事情。随后更是匆匆离开紫霄门，继续开始游历。280岁时，你成功踏入河道境，而在此期间，左迎春也一直在通过通讯石与你联系。自从化神境后，他修行的速度就慢了下来。在你跻身河道之时，左迎春也才不过是化神境后期，这让他更加确认你是仙人转世这件事。这么多年过去，你也不再想再继续解释，只是一笑了之。第2年，左迎春在通讯石中给你留言，称庄成璧发现一处秘境，邀你一同探索。你收到消息后，马不停蹄地向紫霄门赶去。返回紫霄门后，你见到了庄成璧，你这位师尊很是少有的露出认真之色，将你带到山顶，单独与你谈话。中州5大圣地之一的稷下学宫内有位大儒，被誉为千年以来文采最高且有望正道之人。大儒看上了左迎春，不日将来此求亲。你听完后并不意外，左迎春貌美如花，吸引一些追求者也很正常。他绝对不会与其他人成亲。如果万一答应了呢？你会不会因此而后悔？你沉默了，哪怕心中知道左迎春乃是仙人转世，不会跟别人成亲，但你还是有些害怕。突然庄成璧提高音量，你到底喜不喜欢左迎春？你沉默许久，最终还是说道，喜欢。听到这个答案后，庄成璧立刻大笑起来。只见他朝着山下喊了一声，听到没？这臭小子说喜欢你。下一秒，一道身影升腾而起，来到你的身边，正是脸色有些发红的左迎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在你上次离开之时，我就已经喜欢上你了，否则的话又怎么会天天跟你用通讯石联系？但这种事情都是男人主动的，可你像个木头一样，还得靠师尊来帮你。听完后，你有些哭笑不得地看着庄成璧。给你找个这么漂亮的道侣，你还想怎样？什么话都别说，今晚成亲，争取早日造出一个胖娃娃。听到这话，你和左迎春都羞红了脸。在你们成亲后的第3天，你与左迎春一同前往了庄成璧口中的秘境，但你却并不知道，此次秘境之行就是你噩梦的开端。此地乃是前几日师尊无意中发现的，我们走吧。当你们进入秘境后，发现此地极为荒凉，土地全是诡异的红色，没有日月。在这里似乎还有一种独特的空间力量，使得你们2个人的境界全部都被压在了金丹境。经过这么多秘境，还是第一次遇见这种强制压低境界的地方。此地并不像秘境，倒像是一个放逐之地。放逐之地是什么？放逐之地基本上都是针对那些做出穷凶极恶的修士们才会使用这种秘法，让其永生永世困在此地，哪怕死了都不得超生。只是没想到竟然会在这个地方遇见。随后左迎春开始布下阵法，准备离开这个放逐之地。突然你的脸色微微一变，因为你感受到一道幽魂朝着你们这边急速而来。刹那间，无数剑气环绕周身，而冤魂似乎也发现你不好惹，于是在100米之外停了下来。直到这个时候，你才看清楚，这个幽魂是个披头散发的女子，周身魂力稀薄，心口处还有一个红色的特殊符号在散发出微弱的光芒。她心口处的标记就是放逐之人的独特的标记。看这个幽魂目前的状态，她最少已经被放逐了数千年以上。迎春，你到底是谁？那只幽魂双手拢齐2侧凌乱的头发，露出一张消瘦的脸。文真，怎么会是你？见到2人相认之后，你感觉很是疑惑，想不明白为什么左迎春会跟一个被放逐之人认识。夫人，这位姑娘是叶雨，我这一世的夫君。文真，上一世人间宗门的师妹，亲如姐妹。你微微点头，算是跟她打过招呼，但你却对她并无任何好感，甚至有些厌恶，因为你总感觉这个女人在看向左迎春时的眼神有一丝怪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你会被囚禁在此地？还有，100年前我曾去东海大陆看过，发现师门守天关已经变成一片废墟，这到底是为什么？在你飞升后不久，有一位飞升境巅峰魔修来到守天关，仅用半天便屠戮守天关满门，而我被其施展秘法，投入了这放逐之地。自那以后，我一直被困于此，已经浑浑噩噩度过2000多年。文真，那个魔修到底是谁？那位魔修想必也已经飞升天界，说再多也无意义。你呢？怎么又重返人间？在天界被杀之后，使用秘法转世重生。不过我并不后悔，因为在这一世，我遇上了喜欢的道侣，他也是一位仙人转世，名为黎东。灭掉守天关的魔修就叫黎东。你是不是记错了？灭掉守天关的人怎么可能会是黎东？我永远不会记错。2000多年前，你来到守天关之时是戴着一个面具，所以自始至终都没有看清过你的脸，但却清楚地记得你左手背上有一个疤痕。你的左手背上的确有一个疤痕，这是你小时候捕鱼之时不小心被鱼叉所伤。简直就是一派胡言。怪不得你一直都在说记忆没有恢复，是不是你早就知道我也是守天关的人，所以才故意这么说的？自己压根就不是仙人转世，而且这些年来我一直都在找机会成器，为此还做了一个流影石。你从储物戒中拿出一块流影石放在左迎春面前。你这完全就是在故意布局，流影石的内容根本不可信。至今与我们师尊师娘吗？他们死得很惨，皆是被魔修折磨而死。杀了他，为师尊师娘报仇，为整个宗门报仇。我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此刻你也看出来了，这个名叫文真的女人压根就是不安好心，一切都是她在从中挑拨。虽然不知道她这么做到底为了什么，但你心中早已怒火中烧，拔出庄成帝送给你的飞剑，砍在了文真的后背上。凄厉的惨叫声响彻整个放逐之地。师姐，当初守天关被灭，你不在，现在还要眼睁睁地看着这个魔头折磨我吗？别再打他了，他已经够苦了。然而左迎春并没有注意到，此时他的手中还拿着布置阵法的指魂锥，在推你的过程中正中你的心口处，鲜血很快染红了你的道袍。不要！在最后时刻，你再度拿起那一块流影石，放在了左迎春的手中。在和左迎春的一次秘境探索中，你被他亲手所杀。看着你逐渐变得冰冷的尸体，左迎春痛苦万分。夫君，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要把你推开。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你在干什么？速速放开！他可是一个灭掉宗门、虐杀师尊师娘的魔头。按照我的意思，就应该把他……闭嘴吧！我已经想清楚了，不管叶雨上一世做了什么，都是上一世的事情。这一世他是我的道侣，这不允许你来说3道4。更何况你刚刚趁着我心神失守，对我使用鬼魅之音，让我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信了你的鬼话，到底是何居心？原以为做得很隐晦，没想到我可是你师妹，不会害你的。正因为你是我的师妹，所以你现在还能好端端的站在这里说话，否则的话，你现在根本没有跟我说话的资格。给你时间，好好想想，准备怎么跟我解释，否则别怪我不讲同门之意。左迎春握紧手中的流影石，缓缓为其注入灵力。很快，一道夜雨的虚影浮现出来。迎春，当你看到这个流影石的时候，就说明我已经跟你坦白了。当初在紫霄门山顶之上，你非说我是仙人转世，无论怎么解释，你都不信。所以我为了不让你继续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只能承认下来。事实上，我真的不是仙人转世，移动这个名字更是杜撰出来的。之所以想出这个名字，是因为只有离洞之后才会迎春。至于你说我光睡觉不修行还能一入破境的事情，具体原因我也不清楚，也许是天赋秉异吧。我一修行就会跌境，不修行反而会破境，很神奇，对不对？我跟你坦白了，你不要生气好不好？是不是仙人转世，我觉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相爱就好。最后，希望我们能够一直在一起，共同飞升，永生永世不分开。虚影中的夜雨笑得很是灿烂，但左迎春已然泣不成声。既然离东这个名字是夜雨杜撰的，那便说明文真说的都是谎话。痛，太痛了！竟然因为一个谎言酿成如此大祸。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恨你，左迎春，恨不得你死无葬身之地，恨不得吃你的肉，喝你的血。听到这个回答，左迎春愣在了原地，他没有想到同门师妹竟然会说出这种话来。随后在文珍的解释下，左迎春这才明白，我本想夺舍你的身体，从这放逐之地逃出去，但看见你们两个恩爱的模样，我改变了主意。世间最痛苦的事情，并不是死亡，而是与最爱的人反目成仇，而死在了你的手中，而你则一辈子都会沉浸在痛苦之中。这种畅快的感觉。听完这番叙述之后，左迎春在原地驻足许久，随后布置一道阵法，将文珍困在这个阵法之中。很快，文珍凄厉的惨叫声再次响起，左迎春却根本无动于衷，通过阵法带着叶雨的尸体离开了这放逐之地。左迎春并没有回紫霄门，因为他真的不知道应该如何向庄成璧解释这一切。他带着叶雨来到了东海大陆的一个茅草屋，将其抱在怀中，看着外面的夕阳。夫君，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不应该怀疑你。若非如此，咱们两个现在会很幸福吧？对不起，给我一个补偿的机会好吗？下一世，只要你还让我在你身边，要我做什么都行，哪怕与整个修真界为敌，我也不在乎。父亲，我真的好喜欢你。当夕阳完全消失的那一刻，左迎春的生命气息也已经完全消散。夫君，这是梦境吗？不，绝对不可能有如此真实的梦境。现在的左迎春已经晋升渡劫境中期，根本不会做梦，更自信不会被一些神秘力量所改变记忆。那么刚刚的一切到底是什么？喜欢一个人的感觉，失去一个人的感觉，都是那般的真实，如同刚刚发生一样。难道说自己的这一世已经是仙人转世的第二世？左迎春思索许久，也没有得出一个答案。或许在紫霄门可以找到一个答案吧。本次入梦结束，年龄281岁。本次梦境评语：普通加，获得一份梦境人生能力，浩然心剑，大成境。奖励的能力还算不错，天极功法虽不是圆满剑，但凭借着梦境中的记忆，未来继续提升一下，应该不是难事。正当夜雨思索之时，灵州突然发生剧烈的晃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谁袭击了我们？是血魔宗的人，我已经向宗门发出了求救信号，用不了多久，支援就会赶到，但前提是我们得撑下去。两位道友，这么着急，是去哪里啊？不如留下来，咱们聊几句如何？师姐，这人什么来历啊？血魔宗二长老倪凯，传闻乃是半步合道境，真没想到会在这个地方遇上他。倪凯长老，你们再次对我青云宗出手，难道就不怕引来灭宗之祸吗？小姑娘，会不会被灭宗，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不要期望有人会来救援。这个时间段，我血魔宗宗主已经开始带人反攻青云宗了。云柔木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她虽然是青云宗的圣女，但其修为不过是元婴境中期，而倪凯是半步合道，想要反抗，无疑是在痴人说梦。我可以跟你离开，但我这位师弟是无辜的，放他离开。云柔木现世人不错，都这种情况，还在操心我的安全。不过我有离尘玉在身，半步合道又能如何？小姑娘，你没有跟我商量的资格，我……实不相瞒，我是魔宗派到青云宗的卧底，带人回宗这种辛苦事，我帮忙做了。烦请长老带路。你的计划很简单，在这空旷地带，无论怎么撤退，境界上的巨大差距注定你的速度不可能有倪凯快，还不如找机会趁对方放松警惕之时，看能否将其击杀或是重伤。当然，打晕云柔木就是他所交出的投名状，同时也是为了避免云柔木看到一些不该看到的东西。你是哪个魔宗的人？万魂殿殿主是祝蝶真，跟我一起在青云宗卧底的人还有魏敖叔。知晓万魂殿殿主叫什么，并非是什么秘密，可若还能煞有其事地说出伙伴是谁，那这小子说不定还真有可能是万魂殿的卧底。宋长老还不速速现身来认一认，这到底是不是你们万魂殿的人？血魔宗还真把万魂殿的长老给拉过来了，人脉用不用这么广啊？万魂殿卧底这种身份，骗魏奥叔或许可以，但想要骗一个长老，成功几率太低太低。
早知道就换个魔宗说了，只能图一手。宋长老你好，我是小赵，大长老尚不易还好吗？气氛瞬间安静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倪凯身上的杀意越来越重。正当叶雨以为身份穿帮，准备放手一搏之时，宋无人突然双眼一红，从衣袖中拿出手帕，擦拭了一下眼角。难得还有人记得上长老，小赵你有心了，真是万魂殿卧底。这就蒙混过关了。自从祝蝶真担任万魂殿殿主之后，向正道投放出很多卧底打探消息，而这些卧底的身份全部都是绝密，除了祝蝶真之外，谁也不知道。所以宋无人根本无法确定叶雨是不是万魂殿派到青云宗的卧底，但既然能说出上不易的名号，想来应该是假不了。至于名字小赵，姓赵的人多了，难道宋无人都会记得吗？大长老上不易被杀的消息被祝蝶真完全压下来，连万魂殿中都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就更别说派出去的一个卧底了。不过不知道也好，省得黯然神伤，怀念大长老的365天之一。我的身份不适合在这里多待，先走一步。小赵，好好听从倪长老的安排，未来本长老给你记上一功。宋长老走了，留下你们两人面面相觑。显然你们都没有想到，竟然会是这种结局。回去告诉你们的宋长老，只要云柔木顺利被我们接到血魔宗，那么答应你们的那件事，我们立刻就办。知道了，倪长老。那个还有一件小事情，宋长老让我转达给你。什么事情？为什么你们万魂殿想要背信弃义吗？为什么你们要如此执着于带云柔木回血魔宗呢？休想从我嘴里掏出一点有用的消息。要么说，要么死。好好回答我的问题，我会给你一条生路。我说，活捉云柔木的命令是宗主阙云亲自下达的，具体原因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以大道发誓，我说的话都是真的。倪凯不怕死，但却怕被困入招魂幡内。一旦神魂被吸入其中，那么将会永生永世受尽折磨。龙以大道起誓，看样子所言不假。刚刚你说，只要云柔木到血魔宗后，那么答应我们的事情就会立刻举办。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事？万魂殿中，二长老和五长老不满意祝蝶真担任宗主之位，准备意图反叛，想要得到我血魔宗的帮助，杀掉祝蝶真。所以我们给出条件，想要结成同盟，就必须帮我们活捉云柔木。果然，梦境中的事情要发生了。万魂殿的长老们真的要谋反，得抓紧把这件事情告诉祝蝶真。在梦境之中，两人可是做了500多年的道侣，你自然不想就这样的看着他死去。道友，你想知道的我都说了，放我一条生路好吗？放心，包的，我会给你神魂一条生路的。进入招魂幡内，我保证你神魂会活得很久。这个男人明明是一个普通弟子，却把宗门圣女压在身下，而他的宗主师尊正在一旁气得发抖，而边上还有一个老六在旁边煽风点火。宗主，其实事情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我和师弟只是在打闹而已，什么都没做。对，现在什么都还没做，不过等一会儿做什么就说不定了，对不对？走吧，先回去再说。我一早就看出你小子行，才出门2天时间，就连圣女都拿下了。师尊，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和师姐很清白的。清白都能骑人家身上。崩溃了，我真的崩溃了。自从阮莲月使用龙晶后，修为已然跻身和道境中期，但阮莲月并未真正的开心，因为在这段时间内，阮莲月寻找了许多地方，但依然没有找到夜雨的身影。而每当夜深人静之时，梦境中的场景浮现，都会让阮莲月泪流不止，犯下了滔天大错，误会心爱之人。阮莲月很想弥补，但却没有机会。这一日，阮莲月隐隐感觉她再次来到破镜的边缘，但她却没有感到任何喜悦。阮莲月，给我滚出来！一声娇喝自风雷庙上空传来，来人是一位身穿广袖流仙裙的绝色女子，而她正是阮莲月梦境中的师尊梁雨。梁雨师尊。在夜雨和阮莲月的梦境结束之后，梁雨依旧沉浸在梦境之中。她为了复活夜雨，努力修行，最终成功突破飞升境、飞升天界，但却发现，即便是成为仙人，也无法让人死而复生，这让梁雨很是失望，每日郁郁寡欢，最终死在了一场修行之后。当清醒过来时，发现仍旧身处人间。你果然记得我，那不是梦境，夜雨在哪里？
我不知道夜雨在哪里，我也找不到他。所有人似乎都不认识他，仿佛就只有你我二人还记得他。找不到就继续找啊，中州大陆找不到就去东海大陆或者是南蛮大陆，就算5大陆都找不到，我也不会放弃，有足之地也会去看看，直到什么时候找到为止。无论之前的是梦境也好，还是上一世的记忆也罢，这一世你离夜雨远点，若是再有想杀他之心，我会亲手把你干掉。阮莲月能够感觉出来，梁宇是真心喜欢夜雨的。在梦境之中，当梁宇得知夜雨身死的那一刻，他身上散发的杀意宛若化成了实质。你相信梁宇为了夜雨真的会动手杀他？包括现在也是如此。我也会继续寻找夜雨，这一世我绝对不会再伤害他，我会用尽全力对他好，我以性命发誓。夜雨，我会找到你，并让你知道谁才是最爱你的女人。第二天，你来到执法堂寻找魏傲书，刚见面他就将你拉到隐秘处。师弟，你可真厉害，偷偷带着圣女在山洞内搞事，当卧底当到你这份上，也真是没谁了。不如将他反水到万魂殿，凭借这份功劳，你最少也是个长老起步，未来发达了，别忘记我啊！这话你是听谁说的？你不知道吗？你跟圣女的故事都已经传遍了整个青云宗，还分出了几个版本。其中步道峰的弟子们还连夜将你们的事迹写成了书，就叫做《夜雨和圣女不得不说的故事》。师姐，情况并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和圣女是清白的。行了，在我这就别装了，这怕是挑拣黄河都洗不清了。随后你就将2长老和5长老联系血魔宗，准备反叛的消息说了出来。这怎么可能？你联系一下店主，将这件事情告诉他，是真是假，店主自会判断。还有就是别把我给说出去，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我无法出风头。而且夜雨并非是我的真名字，我在万魂殿的名字其实叫做赵无极。你的想法很简单，那就是暂时并不想让祝蝶真知道你就在青云宗内。因为通过与大前女帝李若望的见面之后，你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梦中的夫人们虽然拥有着梦境中的记忆，但性格却有些不太一样。比如李若望在梦境之中是个占有欲极强之人，恨不得天天把夜雨锁在房间内，一步都不想让其走出来，但在这现实之中却十分大方的让你随意离开，而且没有任何的纠缠，这让你有种感觉，或许梦境中夫人的性格或许在现实中并不一样。在梦中之时，祝蝶真很喜欢你，但难保在现实中会不会有什么改变，所以你准备等境界再高一点后再与祝蝶真见面，现在相认还是有些为之过早。他是中州大陆最强宗门的宗主，但最强的人是他的师姐，而今有个黄毛要攻他的白菜，但他却是你师姐的弟子。孩子长大了，有喜欢的人也算正常。那小子虽然名不见经传，但拜在师姐红鸾的门下，只要未来努力一点，在修真界中必然有他的一席之地。2个人两情相悦，倒也可以称之为神仙眷侣。经过1夜的自我 PUA 之后，他已经开始试着接受了小白菜被拱了的事实，直到大前国使者的到来。大前女帝有位女儿，姓叶，夜雨的叶。看着这位大前国使者离开后，他的神色变得无比愤慨，如同一个老父亲含辛茹苦地养大女儿，却意外得知女儿突然找了一个起鬼火的黄毛男朋友。不行，绝对不能让云柔木找这样一个3心2意的男人做到，必须把夜雨和云柔木拆散，哪怕冒着被师姐吹的风险也在所不惜。回到五指峰后，你没有找到红鸾的身影，只发现头发雪白的师姐谢慕灵正在竹楼前看书。师姐，你知道师尊在哪了？不知道。行吧，师姐这么认真，是在看什么书呢？只见谢慕灵嘴角突然微微上扬，你顿时就感到有些不妙。果不其然，他突然抬起手中的书，只见封面上赫然写着10个大字：夜雨与圣女姿势大分解。看到书籍的那一刻，顿时让你的脸色变得尴尬不已。师姐，这种书完全就是在胡编乱造，还是少看为好。并不是胡编乱造，买书送留影时，上面还有你与圣女亲密的动作画面。看完之后，你的眼神中充满了迷茫。到底是谁这么无聊，用留影师拍这种东西？毫无疑问，有了这张画面，无论你和云柔木怎么解释，恐怕都没有任何人会相信了。我太难了。师弟，你找师尊有何事情？不如跟我说说，也许我能帮你呢。师姐，我想要一门能够收敛气息，让外人无法看出自身修为的功法，不知道你有没有？这门敛息术，哪怕比你高出2个大境界的修士，也无法知晓你的深浅。师姐叫我。嘿嘿，
我也是花了不少代价才拿到手的。师姐，规矩我懂，需要多少灵石你尽管开口。你我这种关系，谈灵石就俗了，不如你帮我一件小事。我对这种书上的束缚姿势很感兴趣，要不咱们试验一下？我操！修姐，宗门师姐竟然提出如此暧昧的要求，应该怎么回应？在现场挺急的。哎呀，开玩笑的，走吧，剑舞我教你。目送谢幕林返回他的竹楼后，你发现一个巨大无比的灵舟停到了五指峰的上空。这位是大前国使者叶良言，人家点名要来找你的，你们可以聊聊。夜雨道友，你遭到血魔宗袭击一事，女帝已经知晓，于是特意让我来为你送一个储物戒，里面有几件防身的法器，还有这艘灵舟也会留下供你驱使。麻烦回去之后跟女帝说声谢谢。若夜雨道友有什么需要的，也可以跟我说，我会尽快给您送来的。当叶良言离去后，你也返回竹楼内，查看其储物戒中的东西，发现里面有许多护身法宝、玉佩、法袍等等，应有尽有。虽然没有离尘玉能力强大，但也都是不可多得的宝物。可以看出来，李若望没少用心。除此之外，里面还有李若望的一封亲笔信。血魔宗的事情我会帮忙解决，你在外面一定要保证自身的安全。念儿还小，需要你的陪伴。如果哪天你愿意来大前王朝，我会非常欢迎。在这里你会非常安全，我们一家三口也能其乐融融，而且你想做什么都可以，不会有任何人干预，这一点我可以保证。信中寥寥的几句话，让你感受到了温情的存在，这种被人担心的感觉真的很奇妙。将这些东西小心收好之后，你便开始了新的梦境模拟。每次入梦都是你新的人生，地图人物加在中，已选定。本次梦境天赋天命魔体，金色，应运而生，对任何魔道功法都有着独特的认知和感悟，未来注定将成为魔道魁首的存在。检测到累计完成5次普通加以上梦境评价，梦境系统得到升级。从此次梦境开始，宿主将亲身穿越至梦境中进行模拟，不再用观看视角。你出生在东海大陆一个小国内，出生之日天降异象，晴朗的夜空中突然乌云蔽日，鬼哭狼嚎，一朵朵飞莲闪耀在空中，随后化为点点星光坠落而下。数以千计的星眼乌鸦在房屋上空盘旋。好在你出生在一个极为偏远的山村，并没有引起太大骚动。8岁时，你并没有像山村其他孩子一样在到处乱跑，而是经常看着外面的风景。这个山村常年与世隔绝，所有人都是普通人，没有任何修行功法。你每日的生活简单而又单调。在你11岁时，有2位仙子遇见而来，一个微胖，一个绝美。他们的到来在山村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毕竟这个偏僻的村子已经很久没有来过外人。一时间，大部分村民的眼中皆是惶恐之色。这2名仙子过来之后，挨家挨户的走访，也不说话，就只是扫视几眼，最终走完全村。而这个时候，你正在村口的树干上趴着看风景，根本就没有看到有人过来。2名仙子从村内缓缓走到村口处，低声交流着什么。突然间，他们看见树干上的你。好有灵气的孩子，姐姐这里有灵果，不仅很甜，还能延年益寿。只要你回答我一个问题，我就把它给你，好吗？夜雨单手撑脸，露出不屑的神色。开玩笑，一个坑准备把人绊倒2次，做梦吗？你的摇头让这2名仙子很是震惊，一个10几岁的孩子还能拒绝灵果的诱惑，这是为什么？你单手捂住嘴巴，又摆了摆手。见此情形，2名仙子看向你的眼神瞬间变得柔和起来，从储物戒中拿出许多灵果放在你面前。是姐姐们的不对，不应该让你回答问题，这些灵果就当姐姐们送你的礼物。2名仙子很是愧疚地离开了，留下你一脸茫然地坐在树干上，做了个不想说话的手势。后劲这么大吗？其实在见到这2个女人的瞬间，夜雨并不是没有动过拜师的念头，很快就又放弃了。既然封心所爱，那就封得彻底一点。13岁，一个身穿黑色道袍、骨瘦如柴、形似骷髅的邋遢道人来到村内。这名道人在进入村内之后，便死死地盯着你许久。之后，这名道人突然仰天大笑起来，随后拉着你便御空而行。在天空之中，道人告诉你，他名为吴星子，在魔道之中乃是赫赫有名的大修士。之所以带你走，是因为一个传说，在千年之前，天机门的门主就曾经预言过，极阴之日，天降异象，魔道之主降生。这句话若是别人说的，肯定会有人不相信。但天机门门主这个身份放在这里，让人不得不信啊！千年以来，第一个极阴之日就是13年前，当时无论正邪2道的修士都在寻找魔道之主的下落。然而那个时候，有人故意遮蔽了天机，导致所有人均是无功而返。真的没有想到，竟然在这小山村内找到你这种天资如此惊艳之人，你很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的魔道之主。
只要你拜我为师，我会倾囊相授，助你登顶最高。许久之后，吴星子带着你来到一座巨大的道观内，在这个地方，你发现了10几个同龄人，全部都是跟你一样大小的少年少女，神色异常的冰冷，完全没有少年少女的灵动。吴星子向叶雨介绍，他们皆是你的师兄师姐们。这一日，吴星子给你安排好了住的地方后，便又拿出一本名为《九幽断体诀》的功法送给了你。好生修炼，若有不懂的，可以问师兄师姐。2个月后，我将亲自来检查进度。若是能将这本功法融会贯通，我将会给你一个神秘的奖励。你一个人坐在房间内，翻动了几下这本功法，总觉得有些怪怪的。真要算起来，叶雨踏入修真界的时间很短很短，看过的功法并不多，但若是加上在梦中的场景，那叶雨的阅历可谓是十分丰富了。魔门功法看过的不说有上百本，也得有70、80本那么多，从未有过一本功法像这本九幽断体诀一样，只锻炼体魄而不增加灵力的。这让叶雨察觉到有些不对劲儿，但随后却又想起来，这里乃是东海大陆，并非是熟知的中州大陆，或许功法上有些不同也说不定。几天后，在叶雨吃饭之时，发现一个身材肥胖的师兄在被2个人胖揍，这小子只顾用双手捂着脸，结结实实挨了一顿打，根本不带还手，但双手上不时有道流光闪过。片刻后，打人者离开。看你被人欺负有点可怜，所以同情心泛滥而已。如果不介意的话，或许我们能够成为朋友。仅仅2个时辰后，你便轻松从他口中套出不少有用的信息。胖子名为石傲天，他乃是一国皇子。半个月前，吴星子将石傲天从皇宫中掠走，也对其说了跟叶雨同样的话术，称石傲天必然就是未来魔道之主，受万人敬仰。一番忽悠之后，同样也是收到一本九幽断体诀的功法。石傲天当时也有种心情澎湃的感觉，可在这个道观待的时间一长，后来就发现吴星子不光对他一个人这么说，而是对所有人都这么说。曾经有位师姐刚练会九幽断体诀，就被吴星子带入后山道观，一连好几天都没有出来。我趁着吴星子出门之时，来到后山，发现一个巨大的深坑，坑内凌乱堆积着数十具尸体，那位师姐就在其中。于是我便打算逃离这个鬼地方，找同期的弟子们商议，看看能不能结伴一起逃跑。可同期的那2个人压根不信，还觉得我是故意编造出谎言来影响他们心态，暴揍了我一顿。在知晓了这么多信息之后，你的脸色变得铁青一片，随后又想起一件事，那就是曾经在地煞宗看过本古籍，上面曾记载有夺舍之法，若夺舍之人修为太高，那么就必须保证要夺舍身体必须拥有强健的体魄容纳神魂，否则的话，新的身体很容易被强大的神魂撑破。或许这就是让他们所有人都练习九幽断体诀真正的原因吧。师弟，我说的都是真的，你千万不要打我啊！你既然已经是筑基境修为，为什么被打之时不还手？而且那个时候手臂上的流光是怎么回事？不能还手，一还手会死人的。我不想杀人，手臂上的流光则是家传功法破虚功。既然爬倒，那就别再挨打，以后去打别人，打服他们。他们既然敢往死里打你，你为什么不敢让他们去死？听到这句话后，石傲天站在原地，久久没有回过神来。1个半月后，吴星子来到道观，找上石傲天，询问其九幽断体诀修炼进度。但没等石傲天开口说话，你便主动上前告诉吴星子，自己已经将九幽断体诀彻底融会贯通，提前完成任务目标。你的话让吴星子赞不绝口。在吴星子的带领下，你第一次来到后山的道观。与前面干净整洁的道观相比，后面的这个道观看上去颇具沧桑，仿佛数百年都未曾修整过一样，满目疮痍，破败不堪。主殿前的柱子上还有几个鲜红的血手印，看上去有种触目惊心的感觉。进入道观主殿后，吴星子脸上的笑意变得更加浓郁几分。闭上双眼，全身放松，我马上会用神魂传给你一份品阶极高的功法。不过传功之时，身体可能会发生一些异样，但要切记一点，无论发生任何事情，都不要反抗，否则的话，很有可能传功失败，甚至落得残疾的下场。随后，在吴星子的示意下，你缓缓闭上了双眼，而吴星子结出一个复杂的道印，紧接着吴星子双眼紧闭，在其头顶处，一个淡蓝色的吴星子虚影缓缓浮现，这正是他的神魂。正当吴星子神魂飘到夜雨头顶，准备夺舍之时，夜雨猛然睁开双眼，右手上爆发出淡蓝色的光芒，抓住了吴星子的神魂。徒儿，放开我，为师要给你传功啊！果然跟预料中的一样，经常性神魂离体，进入他人的体内，想要鸠占鹊巢，很容易就会使得神魂虚弱无比。若非如此，我恐怕还真就拿不下你。师尊，夺舍就这么好玩吗？吴星子神色立刻变得慌张起来，拼命想要挣脱夜雨的束缚，返回自己的身体内，但却怎么也做不到。
你到底是谁？为什么知道夺舍之事？而且给你的只有9幽断体诀，根本无法修炼出灵力。你的修为到底是怎么来的？在这段时间内，你将10傲天那得来的破虚功修炼到了炼气境巅峰，但控制无心子残破的神魂是足够了。只要你愿意放了我，那么我一定对你倾囊相授，认真教导你修行。我可以发誓成为你的护道人。对此你根本不为所动，依旧在努力撕扯着无心子的神魂。可惜的是，以你如今炼气境巅峰的灵力，一时间还无法干掉无心子。既然炼气不行，那么就筑基好了。下一秒，周围的灵气犹如潮水般向着你体内涌来，很快你就从炼气境迈入筑基境。你不能杀我，史诗乃是天理不容，你就非要背上一个欺师灭祖的名头吗？师尊，大家都是魔修，就别讲尊师重道那一套。当魔修不杀师尊，拿什么名扬天下？随后，你就将无心子的神魂撕成了碎片。有本事冲我来，别伤我兄弟！你在干什么？你是我在这里唯一的朋友，我不想让你死，所以我来救你。你能够清楚地看到10傲天眼中的恐惧以及那一抹坚定。16岁，叶雨将破虚功融会贯通，并成功跻身金丹境初期。同时，10傲天也凭借着不俗的天赋，成功跻身筑基境后期。这些年来，10傲天并没有回过家，而是一直陪伴在叶雨左右。叶雨也习惯了10傲天的陪伴。自从10傲天敢拿着个破木棍来后山准备救他之时，叶雨就已经在心中认可了10傲天，一个被打都不敢还手的人，敢悍不畏死的来救人。虽然可笑，但也算性情。同年，叶雨破开无心子的储物戒，从中得到许多灵石以及一本名为吞阴诀的功法。19岁，叶雨凭借着吞阴诀成功迈入金丹境后期，并将此功法加以改进，命名为噬灵诀。此功法不光能吞噬阴气，也能吞噬万物，将其全部转换为阴气，反哺自身。而10傲天也开始学习噬灵诀，并成功跻身金丹境。22岁，叶雨没有继续在道观苦修，而是带着10傲天踏入修真界，抢功法、抢灵石、抢法器。55岁，叶雨成功跻身化神境巅峰。通过这些年来的努力，你和10傲天在修真界中也算略有薄名，当然名声不算太好。曾经有位魔修连身上的法袍都被叶雨给抢走了，当时他红着眼睛想让叶雨看在同是魔修的份上给个面子留件外袍，可10傲天却当场表示：我大哥连手下恩师都敢杀，给他喵的你留什么面子呢？你哪来的面子？这番话立刻让这位魔修哑口无言。这种事情有必要到处宣扬吗？是大哥你自己说的，做魔修就要狠一点，欺师灭祖都能做，还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呢？也是因为这个机缘巧合，让你们这个组合更加声名鹊起。82岁，你和10傲天抢到玄阴宗宗主孙子的头上，并且不慎将其打死。玄阴宗宗主公开表示要对你和10傲天进行追杀，并开出极高的价码悬赏你们的下落。得到这个消息后，你并不慌张，找来10傲天，让他先返回皇宫隐居一段时间，等风头过去之后再重新回来。送走10傲天后，你找了个山村隐居起来，并非是他怕了玄阴宗，而是在准备突破河道境。83岁，你成功突破河道境，并开始不断猎杀玄阴宗的人。85岁，已经有8位长老、137名弟子死在了叶雨的手中。这个战绩引得整个修真界为之震动。86岁，叶雨以河道境中期的修为跃进反杀渡劫境初期的玄阴宗宗主，自此之后一战成名。还是这一年，叶雨成为新任玄阴宗宗主。由于其辉煌战绩，叶雨一度成为修真界魔道之中的最热话题。甚至有不少人开始分析起你的人生经历，从金丹境到河道境只用了短短几十年，如此恐怖的修行速度完全刷新了修真界的历史记录。不仅如此，从强盗到一宗之主的身份转换更是堪称神奇，完全印证了一句话：从前的我不屑一顾，现在的我逐帧分析。更有甚者表示，叶雨的人生经历完全就是像天命之子一样，从底层硬生生的杀到顶流。现如今叶雨之名响彻整个修真界，没有人再提之前的事情，堪称一句功成名就。所以说成功后自有大儒为我辩经。不过有件事情还是令你感到很是奇怪，那就是10傲天不知道跑哪去了。在杀掉玄阴宗宗主之后，叶雨本来是想找10傲天庆祝一下，但却发现他一直没有回皇宫，目前也不知下落，仿佛彻底销声匿迹。210岁，你成功迈入渡劫境后期。这个时期，你也搞清楚了一件事情，那便是天机门门主确实预言过，极阴之日，天降异象，魔道之主降生。因此，不少跟你同年同日生的人都无辜殒命。看样子有必要去见一下天机门门主了。把东西拿出来吧。
么？还需要对暗号你才会给我吗？行，服你了，说暗号吧。你不理我，我不理你。好了，暗号已经对上了，现在东西可以给我了吧？这也能叫暗号？谁想出来的？脑洞挺大。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是我的接头人赵立康，在玄阴宗潜伏13年，而我是你的新上线蓝莲艳。虽然咱们是第一次见面，但毕竟暗号都对上了，你还有什么不相信的？速将推荐信给我拿出来，让我也加入玄阴宗，这样对付起魔头才会更有胜算。赵立康和蓝莲艳这两个名字都让你感到十分陌生。玄阴宗目前弟子数百名，你根本不会记住所有人的名字，但从蓝莲艳的言语中倒是可以得到很多有用的信息，比如赵立康是卧底，而蓝莲艳是他的新上线，两人之前并没有见过面，所以才会有这场误会。现在蓝莲艳要潜入玄阴宗，配合赵立康一起对付魔头。魔头是谁你并不清楚，但有1半以上的概率很可能是你自己。如此呆萌的姑娘这么早就杀了，未免有些可惜，不如先逗逗她再说，也算是解闷了。你这随手一写3个字就结束了？这是模仿玄阴宗大长老笔记写的推荐信，绝对能够让你成功加入玄阴宗，放心吧。放心吧，你可是我的上级，我怎么会骗你呢？去吧。你真的没骗我对吧？你摇了摇头，但脸上的笑意却是从未减退过。最终蓝莲艳怀着紧张的心情离开了后山。在他走后没多长时间，一个身披黑色斗篷的人悄然来到后山，开始四处观望。你是在找我吗？玄阴宗内门弟子赵立康，拜见宗主大人。弟子并不是在找你，只是在找前几天丢失在这里的东西而已。听到这个熟悉的名字，你立刻明白，这就是原本准备与蓝莲艳接头的卧底，只不过刚刚被你给截胡了。我不理你，你不理我。经过你改良后的噬灵诀，不仅可以吞噬别人体内的灵力，还可以搜索对方神魂中的记忆。片刻之后，你就已经搞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这100年以来，玄阴宗风头太盛，引来了东海大陆正道的忌惮，圣地之一的华灵山便派出了数名卧底潜入玄阴宗内，而赵立康就是其中之一。后来有传言称你也是极阴之日出生的人，圣地们就更坐不住了。原本是打算派出赵立康的上线郑天涯也潜入玄阴宗，配合赵立康打探你的消息，并找机会干掉你。可没想到的是，郑天涯前段时间与人斗法，死在了外面。无奈之下，只能临时派出蓝莲艳，让其成为赵立康的新上线，并帮助他一起进入玄阴宗内。虽然蓝莲艳呆萌的，但她可是华灵山唯一一个仅用600年便跻身和道境的天才修士。而且派蓝莲艳过来的主要原因，也是她之前常年在闭关修行，根本没人认识她。今天正是蓝莲艳与赵立康接头的第1天，约定的就是这个地方，你还误打误撞的对出了口令，这才使得蓝莲艳认错人。原来真的是冲我来的。华灵山是吗？这个仇我夜雨记下了。至于蓝莲艳吗？或许能从他嘴里掏出所有卧底的名字，顺便也能得到一些华灵山最新动态。这是什么玩意？推荐信3个字，结束了，连落款都不写。是谁给你的勇气，让你就这么拿过来的？真当玄阴宗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来的吗？现如今正道的卧底无孔不入，若无人担保推荐，愿你修为通天，玄阴宗也绝对不要。这上面的字乃是玄阴宗大长老亲手写的。说到最后，他声音已经是细不可闻，显然就连蓝莲艳自己都不相信这个说法。开什么玩笑？你说大长老写的就是大长老写的吗？字迹完全不对，你还不如直接说是宗主大人写的呢。不如长老再好好看看，那真的是大长老的亲笔签名。你不要暴露我的身份，否则玄阴宗将会空出一个长老的席位。你怎么还敢来？人家都说了自己不对，你来就会改变这个结果吗？这确实是大长老的笔迹无疑，这位仙子可以现在就加入玄阴宗。难不成是发现什么端倪了吗？啊，我发现刚刚那个接引店长老似乎很怕你的样子，而你加入玄阴宗的时间不长，又是普通弟子，
那他为什么要怕你啊？还是钱百通那老家伙的演技出现问题了吗？其实钱百通是个妻管严，外出游历时恰巧碰见钱百通在山下与其他女子有奸情，所以刚刚就对钱百通心生传音，如果不让你加入玄阴宗的话，就把这件事情捅出来。那老小子害怕，所以一切顺利。听完你这番话后，蓝莲艳很是感动，立刻表示说你这人讲义气能处，为了帮助他进玄阴宗，甚至不惜威胁一名长老，将自身安危置之度外，不怕事后遭到打击报复，这样的精神值得人学习，甚至表示想立刻给华灵山发送消息，让他们给你搞点小奖励。奖励什么的就算了，最重要的还是完成宗门交代的任务。开什么玩笑，你蓝莲艳不认识赵立康也就算了，万一送奖励的认识怎么办？那岂不是穿帮了？随后只见蓝莲艳一脸肉疼地从储物戒中拿出一只荷花鸭递给了你，她双眼紧闭，一脸不舍，仿佛此物不是荷花鸭，而是一件无上至宝。这玩意难道并非是普通的荷花鸭？经过亲口品鉴之后，你可以100%确定这就是一只普通的荷花鸭，除了味道好之外，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这让你觉得很是无语。不就是一口吃的吗？至于表现得如此心痛，更何况你蓝莲艳已然喝到了，完全可以不吃东西啊。然而蓝莲艳的回答却是让你肃然起敬。世界唯有美食不可辜负。第二天，你将蓝莲艳安排到了玄阴宗藏宝阁，这里在玄阴宗的最北面，平日里根本没有人来，蓝莲艳接触不到其他人，自然少了穿帮的可能性。而你则是趁这个时候前往了千机门。看见你的到来后，无所事显得很是意外，立刻便向你下达了逐客令。玄阴宗乃是魔道，而千机门乃是正道，既不正邪不两立，我们完全没有任何交流的必要。自从你成为玄阴宗宗主之后，就极少与人动手，一直在潜心修行，但即便如此，依旧稳坐东海大陆魔道第一人的位置。来此的目的其实不过就是想要看看千机门门主是个什么货色，但如今看来，你真的很失望。事实证明，沉寂太久并非是什么好事，什么阿猫阿狗都敢过来较量上，真是不知死活。没过多久，你就将千机门所有长老全部斩杀，只留下了千机门门主一人。既然你号称算尽天下事，那么不如来算算，你今天会不会死在这里？站住自己不会死在这里，因为你算得不准。事实上，无论无所是怎么回答，都是难逃一死。从他说出正邪不两立的时候，结果就已经注定。既然没打算好好谈，那就不谈。至于心中那个问题，对无所事直接搜魂才是最简单直接的方式，效果也会更好一些。原来真正算出这句话的人并非是无所事，而是千机门的初代宗主，人家飞升天界已有万年，在离开之前留下一个锦囊，称等到千机门第5任门主上任后再打开。这无所事恰巧就是第5任门主，坐上门主之位后，他第一时间便是打开锦囊，里面就写了2句话：1000年之后，极阴之日，天降异象，魔道之主降生，魔有克星，克星在北，福祸相依，成败一念之间。飞升天界是吗？那么期待在天界相见好了。在离开千机门没过多久，你便踏入渡劫境巅峰，只需渡过天劫，便是飞升境。而在这段时间内，你都会带许多美食去藏宝阁投喂蓝莲艳。对于吃的，蓝莲艳来者不拒，而你就喜欢坐在一旁看她吃东西，这种感觉就很神奇。现如今，蓝莲艳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等到你的到来。每次在看见你之时，那双眼眸都会眯成月牙形状，可爱之极。看着她这般模样，你感觉很是治愈。但你也没忘记打听玄阴宗其他卧底的身份。不过可惜的是，据蓝莲艳所言，卧底的身份都是绝密，只有各自的上线才知道其身份，其他人一概不知。不过就算没有打探到有用的信息，你也没对蓝莲艳生出杀意，而是准备将其当作吉祥物来养。从此之后，一个人吃饭变成了2个人吃饭。这一天，你从蓝莲艳口中得到一个重要的消息，那就是6家正道宗门准备联手对玄阴宗发动攻击，华灵山也在其中。听到这个消息后，你的心中并无任何恐惧，你早就在等这一天的到来。有些东西终归是要跳出来才能一锅端掉。不过此时你却又想起了千机门初代门主留下的第2句话：魔有克星，克星在北，福祸相依，成败一念之间。克星在北，克星是谁？
而且既然是克星的话，为什么要说福祸相依呢？这个问题你到现在也没有想明白。这个动作对任何修士来说都极为危险，稍有不慎便会重伤身死。可偏偏你此时却异常的平静，没有任何担心。也许从心底认为蓝莲燕并不会伤害他，更不可能杀他。如果要是真的打起来，你可不要胡乱插手，最好在我身边待着，我会保护你的。听到蓝莲燕的这番话，你很是触动，水泥封心也逐渐出现了裂纹。然而蓝莲燕的下一句话再次让你心中松动的水泥重新糊上。毕竟你这么好的吃饭搭子，我可真不好找。原来你这蓬勃的保护欲就只是为了保护你的吃饭搭子。蓝莲燕，你心中除了吃就不能有别的事情吗？今天胃口不好，不吃了。走出藏宝阁的瞬间，你的脸色变得很是凝重，亦或是心烦。当正道修士围攻玄阴宗之时，或许你的身份就再也瞒不住了。到那个时候，蓝莲燕还会说出如此天真的话吗？答案是什么？你心中很清楚，只不过一直不太想面对而已。3天后，你并未在玄阴宗的附近发现有正道踪影，这让你很是好奇。说好的围攻呢？怎么还没来？无奈之下，你又拎着不少好吃的来到了藏宝阁。蓝莲燕和你说，行动可能要暂缓一段时间。在昨天，蓝莲燕收到华灵山传来的情报，从南蛮大陆那边来了一个魔修，实力通天，出手狠辣，刚过来就灭掉了2流宗门焚花阁，之后更是一连杀了2个成名已久的修士。诸多宗门决定联手先对付这个魔修。注意力还真是不专注，不过你的心情也变得开心起来，一扫之前心中的阴霾。多吃一点，如果不够，明天再多拿一点过来。你思索片刻之后，立刻向蓝莲燕提供了一些有关于玄阴宗长老的信息，虽是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但暂时应付华灵山是足够了。天色渐晚，当你回到玄阴宗大殿之时，宇哥，你回头看去，正是许久不见的石傲天。此时的他虽然模样未变，但眼中却已然少了几分稚嫩。你这个王八蛋，这些年去哪了？100多年前，石傲天和你干掉了当初玄阴宗宗主的孙子后，遭到了疯狂的追杀。虽然当时叶雨嘴上说着是因为2个人目标太大，所以要分开行动，但石傲天心中很清楚，是因为自己实力不济。你已经是化神境巅峰，而他那个时候还只是元婴境后期。也正是从那一刻起，石傲天第一次感受到实力的重要性。于是石傲天开始闭关修行，突破化神境。可当他闭关突破化神境后，你已经干掉了玄阴宗宗主，并取而代之，从一个寂寂无名的散修，摇身变成东海大陆最炙手可热的大修士。如此巨大的改变，让石傲天为你感到高兴的同时，又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说好的当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可都这个时候了，还跟少年时期一样。你把所有危险都解决了，他才姗姗来迟。石傲天不想以后一直这样下去，他想要的是以后能与你并肩作战，能真正意义上成为帮手的兄弟，而不是一出事就得找地方躲起来的怂包。于是石傲天去往南蛮大陆去打拼，准备闯出个人样后再回来找你。宇哥，我现在已经是渡劫境中级修士了，很厉害对不对？以后我保护你。宇哥，你现在什么境界？我为什么看不穿你的修为？莫不成是带了什么隐秘修为的法器？我现在是渡劫境巅峰。200多岁的渡劫境巅峰，这不纯纯欺负人吗？还有天理吗？还有王法吗？真没人管是不是？相比于别人，你已经很棒了。不过石傲天也并非是善妒之人，今天无非是装杯没成功而已。只是这么多年来给你攒的礼物，里面的东西很多都来自成名修士以及一个叫做焚花阁的宗门。听闻焚花阁阁主貌若天蝎，本来准备抢回来给你当夫人的，一见面才知道焚花阁阁主长得平平无奇，什么貌若天蝎都是下面人吹出来的。然后我就和他们吵了起来，一气之下便将整个焚花阁给屠了。原来石傲天就是别人口中来自南蛮大陆的过江猛龙。随后你将蓝莲燕的消息告诉了石傲天。这些正道宗门不过找死罢了。或许我有个方法可以全歼他们。随即你便安排石傲天离开玄阴宗，让其去外面先牵制住华灵山等诸多宗门的注意力，而叶雨则是去北荒大陆找个人，等回来之后2人合力再灭掉这些正道宗门。石傲天当即同意了下来。而事实上，你之所以要去北荒大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千机门的那2句预言，让你心中一直耿耿于怀。魔有克星，克星在北，你真想看看克星到底是谁？
在离开之前，你来到藏宝阁和蓝莲燕告别，称玄阴宗安排你去探索一个秘境，可能外出时间有点长，以后暂时不能陪他吃饭了。蓝莲燕听到后表现得很是难过，并嘱咐你一定要早点回来，万事小心。若他不是卧底，真的是玄阴宗弟子，该有多好啊！都要走了，还找这种烂借口来熬东西吃，果然吃货的心中没有悲欢离合，只有美食。10日之后，你长途跋涉来到北荒大陆，可还没等你来此探索，就突然感到一阵心悸，空中响起雷声阵阵。是天劫，终于要到了吗？渡劫是所有修士在飞升前绕不过的一道关卡，凶险万分。渡劫成功者10不存1，修士越强，天劫就越强。2天之后，夜雨成功渡过天劫，方圆千里之地变成一片焦土。接下来是该要看看究竟谁配当自己的克星。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你在北荒大陆打出名头，寻找强大的修士发起挑战，正道的抢法器，魔道打赢抢功法。时间一点点过去，北荒大陆的所有宗主几乎都打了个遍，功法和法器拿到不少，可偏偏连克星的毛都没见到。难不成千纪门初代宗主所预测的北，并非是北荒大陆？那如果真是这样，克星在北这句话到底应该怎么解释？之后你索性也不再纠结，径直离开北荒大陆。当你返回玄阴宗后，原本好端端的宗门，现如今已然变成了一片废墟，周围还有不少玄阴宗弟子的尸体。你迅速向蓝莲燕所在的藏宝阁飞去，最终发现藏宝阁所在的位置已然变成了一片废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玄阴宗怎么变成如此模样？蓝莲燕在哪里？她还活着吗？你像是意识到了什么一样，转过头去，只见蓝莲燕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站在身后不远处的地方。看见她的出现，你忍不住松了口气。你没事就好。这……你骗我这么长时间，真的很有意思吗？玄阴宗宗主谢宇，身份的事情终于被揭穿了吗？你虽然心中很清楚，迟早要有这一天的到来，可当真正发生之后，你还是觉得有些难过。恐怕今日起再也没有机会跟蓝莲燕在一块享受美食了。刚开始的时候是你自己认错人了，我没有杀你，一方面是觉得你很有意思，另一方面则是想要打探出玄阴宗其他卧底的信息。但之后发现你是真的很可爱，我也很喜欢跟你在一起吃饭的感觉，所以一直没有将真实身份说出来。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永远这么下去。你应该感受到我对你并没有恶意，甚至刚刚我真的很担心你会不会死，这全部都是我的心里话，不管你相不相信，这就是事实。那你的意思是你喜欢我？你是喜欢我吗？看着这个可爱至极的女人，你的风心水泥全部破裂。虽然说好了要不近女色，但不得不承认，你真的很喜欢和蓝莲燕在一起的感觉，很放松，很开心。你不想违背本心，哪怕蓝莲燕真的就是他命中注定的克星，你也认了。之前在刚刚知道第2句预言之时，你就不是没有怀疑过蓝莲燕，因为她所在的藏宝阁就是位于玄阴宗的最北面，完全符合魔有克星，克星在北这句话。只不过你一直不想承认，所以才会去北荒大陆，最终的结果就是失望而归。那么蓝莲燕真的就是命中的克星吗？在你思索之时，蓝莲燕再次抬手指向了你的心脏，这个动作极为缓慢，仿佛在等待着你的反应。你思索再三后，还是没有选择闪躲，因为他发现蓝莲燕的眼神依旧如同之前一样清澈无比，没有任何杀意。事实证明，你猜的没错。你没有说谎，也算是我没有错付。随后，蓝莲燕开始向你解释起最近所发生的一切。在你离开东海大陆之后，石傲天按照原本的约定，开始不断搞事，吸引正道修士的注意力。他找上了东海圣地之一的降龙崖，扬言要将其宗主夫人带走暖脚。降龙崖完成心外，虽然这个不可能行，很快便败在石傲天的手中。但降龙崖修为最高者，却并非是宗门之主，而是从后山中走出的一位太上长老。相传此人早已陨落，谁也没有想过他竟然还活着，而且还展示出了飞升境修为，仅凭一招便轻松击败石傲天，并将其重伤。若非石傲天身怀秘宝，恐怕就会陨落在降龙崖。因此一战，降龙崖声势大涨。
也就在这个时候，华灵山收到你消失不见的消息，于是华灵山拉上风头正劲的降龙崖以及其他几个正道数个宗门一起围攻玄阴宗，仅1天时间便将其覆灭。也就是这一天，蓝莲燕才从其他人口中得知赵立康消失已久，一直以来陪伴他的都是玄阴宗宗主的女。既然这夜雨能够一直陪在蓝莲燕左右，那必然是贪图其美色，不如让其留在这玄阴宗废墟之内，找机会干掉夜雨，也算为整个修真界除去一害。这个提议立刻引起了很多人的附和。我不同意，毕竟蓝莲燕可是他们宗门的天才修士，真要出现什么闪失，那是对华灵山整体实力的一个削弱。其他几个宗门之主将其拉到了一旁。不一会，等到他们再次回来之时，华灵山宗主的态度已经发生180度转弯，甚至主动提出蓝莲燕应该接受这个计划，必要之时可以牺牲小魔，换取大义，如此也能流芳千古。显然没有好处的话，华灵山宗主根本不会如此。蓝莲燕看着这些正道人士扭曲的嘴脸，感到很是恶心，但最终还是选择留下。你的意思是留下来是准备杀我吗？那为什么刚刚不动手？是因为喜欢你啊，喜欢就是喜欢，是无法隐藏的，正如同你喜欢我一样，哪怕我手放在你心口处，你也没有躲。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选对人了。还有啊，以后那句口头禅也该变一变了，唯有美食和爱情不可辜负。没成想，一个没有闪动的小动作，竟然换回来一个道侣，这算是歪打正着了吗？虽然玄阴宗是魔宗，但100年的时间也都跟彼此有了感情，此仇肯定是要报的，希望你不要阻拦。俗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既然做了魔修的女人，那自然也是魔修了。就算不去攻打正道修士，他们也会来找你。这道结界会在3天后消失，男人做事，女人不要插手，乖乖在这里等着就行。你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后，身形化红，向着远处急速掠去。血债必须要以血来还。许久不见啊！你是200多年前，山村林果。小时候的记忆瞬间涌上心头。这个女人就是在你11岁之时遇上的2位仙子之一。当初人家还丢下1兜灵果。不过时隔200多年，这个女人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找到你？到底所为何事？她告诉你，这200多年来，每隔一段时间，她都会隐藏在暗处观察你的一举一动，只不过你一直不知道而已。现如今之所以站出来，是因为她可以肯定你就是那个应运而生的魔。说了这么久，一直还没做自我介绍呢。我叫陈望北，东南西北的北。千年之后，极阴之日，天降异象，魔道之主降生。魔有克星，克星在北，福祸相依，成败一念之间。这2句话其实是一个预言，你应该听闻过的。陈望北并不是方向北，而是名字是北。难道这个女人就是命中的克星？现在你跳出来，若是想要找死，那么现在就可以成全你。其实今天过来是要与你做一笔交易，这笔交易若是成了，那对于我们2个人来说，都是一场泼天的富贵。我是千机门初代宗主第8代后人。当初千机门初代宗主在飞升之时，推演出魔主在这一世应运而生，所以我才会游荡天下寻找你。如果你想要飞升，就必须要消除心中的戾气，否则飞升之时就是生死之时。
只要你为我护到千年，我就将消除心魔的方法教给你。未来我们双双飞升天界，也可以称得上是一段佳话。想让我为你护到千年，你还没那个资格。什么狗屁心中戾气！叶雨从不相信这个。在你看来，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才会心生戾气。你目前最想做的是找兄弟石傲天喝酒，与蓝莲艳厮守，而不是待在陈望北身边，去相信那个虚无缥缈的传说。什么命令，什么推演，在你看来，全部都是扯淡。其实，千机门初代宗主在飞升之前，首先推演的是陈家的命运。未来陈家只会走向衰败。若想要逆天改命，唯有陈望北这一代弟子中借助他人的运，借到了，未来不仅可以飞升天界，甚至可以为陈家再续千年荣光。若借不到，陈家将会彻底沉沦。所以千机门初代宗主才会进行第二轮推演，说出了有关魔主的预言。其实第一句话是真的没错，但第二句预言却是私心极重。千机门初代宗主就是想要布下一个大局，让陈家可以顺利的在魔主身上借到运，仅此而已。原本陈望北也以为会很是顺利，但没想到遭到拒绝。你确定要如此？别忘了，福祸相依，成败皆在一念之间。你缓缓转身，突然露出一抹笑意。此次梦境一路走来，遇见过太多的威胁。每当有这种人出现，你都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其抹杀。哼，你自己非要找死，那么我就成全你。陈家第8代子孙陈望北，恭请老祖出手灭魔。你神色凝重到了极点。在这位陈家老祖出场的瞬间，你感受到一股极强的威压席卷全场。眼前这道虚影，绝对是此番梦境之中遇到过的最强劲的敌人。真是不识时务的混蛋！好好合作，共同成仙不行吗？非要找死，做的现在这个下场，完全就是你咎由自取。你该死！你的意识开始逐渐模糊起来。若是放在平时，就算挨了飞升境全力一击，你最多是个重伤。但接连几天的高强度战斗，本就让你灵力枯竭，再加上身上之前的伤势，让你根本无法与之抗衡。真是恶心！千机门初代宗主这个糟老头子算的还真准。我有颗星，可星在北，福祸相依，成败一念之间。本次入梦结束，享年212岁。本次梦境评价：优秀。随即获得2份梦境奖励：一是灵觉圆满镜，2飞升镜体验卡1张，使用后可拥有飞升镜修为，持续1炷香的时间。梦境评语达到优秀以上，奖励随机具现1件事物。本次具现事物：香香烤全鹅1只。飞升镜体验卡1张，虽然只有1炷香的时间，但在这中州大陆基本可以做到横推一切。如果是全盛状态之下，就算碰上陈家老祖虚影，也有一战之力。不过香香烤全鹅到底是什么鬼？怕不是又随机到蓝莲艳那里了吧？不过如此也好，也算让他有个念想。师姐，你怎么在这里？师弟，你不对劲儿啊！难不成是刚刚梦境模拟的时候做出了什么奇怪的事情吗？师弟，你说梦话？说梦话这种行为很正常啊。我刚刚做梦梦见我成为飞升境大修士，如果是说梦话，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吧？嘿嘿，赌对了吗？半个时辰前，因为夜雨房间的窗户属于关闭状态，谢慕林心中很是不爽，于是打开窗户，没想到竟然看到夜雨在睡觉。而谢慕林之所以说夜雨说梦话，只不过是随便找个由头而已。师弟，修士吞吐天地灵气，基本从不做梦，梦更像是一种启示。你在做梦时不停地喊杀杀杀，我在隔壁听到后以为你走火入魔，所以特来为你护法。看样子模拟梦境之时要再换个安全的地方再模拟了，否则时间一长肯定会被人误会的。多谢师姐关心，我以后会注意的。时间不早了，师姐，不如你先回去吧。
师弟，这个并非是小事儿，杀戮之心太盛会让心魔滋生，最终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会天生陪着你，为你护法。不用了吧，师姐，太麻烦了。哎，不必跟我客气，这是我的责任所在。此时，祝蝶真收到了魏奥书传来的密报，称二长老和五长老联合血魔宗，意图谋反。原本以为斩杀上不义后，他们群龙无首，便不会再有反叛之心。可现在看来，这两个人似乎也不老实啊。不过魏奥书乃是青云宗的卧底，实力平平，也并未进入到青云宗核心的层面。那么他的这个消息又是从何得来的呢？3日之后，蓝莲宴周围的结界消失，他立刻便开始寻找起了叶雨的行踪，最终在降龙崖内找到了叶雨的尸体。左迎春现在感到很是疑惑，明明紫霄门内所有的人他都认识，可这些人却不认识他和叶雨。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所有人都失忆了吗？怎么最近谁都在找叶雨啊？除了我之外，还有谁在找叶雨？说。仙子，有话好好说。我之前下山之时，曾听见有人传言万魂殿的人也在寻找叶雨的踪迹，但具体是什么原因，我就不知道了。万魂殿，那是什么？万魂殿乃是中州大部的魔道宗门，100年之前能排在前3甲之列，势力庞大。魔道宗门，他们找叶雨做什么？若是想对叶雨不利，那么这个魔宗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啊？为什么偏偏来我们紫霄门找人？此女修为极高，恐怕我们穷极一生都不可能到达那种高度啊！为了躲避谢幕林的纠缠，你接了采集暗玄花的任务，于是你和魏奥书一起前往了百丈道。百丈道到了。前方宗门重地，禁止通行，速速离开。诸位师兄，我乃青云宗执法堂弟子魏奥书，这位是五指峰弟子叶雨。我们奉宗主之命，特来收集200株暗玄花带走，烦请师兄跟司徒长老通报一声。原来是魏师妹和叶师弟啊！我是雾剑锋大弟子邓振破，刚刚初次见面，不知身份，语气生冷，还请别放在心上。师兄多虑。在寒暄了几句后，你们进入了百丈道内。师尊司徒宗兴在山巅感悟见到，已经进入关键时刻，不便下山。至于200株暗玄花的事情，倒也并不难办，这里本就有不少存货，再连夜采摘一些，相信明天早上就能凑齐。那就辛苦师兄了。很快，天色渐晚，在雾剑锋弟子的带领下，你和魏奥书回到了房间休息。那小子的灵珠很好，我看上了。你既然看上，就自己亲自去选啊！怎么，指望我帮你吗？你还真是令人讨厌，怪不得你师尊不喜欢你。师尊不喜欢我，我也没办法。师弟，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同时也想想该怎么跟雾剑锋的弟子们解释。师姐，我来给你送些灵茶。
就在魏傲叔准备说些什么的时候，只见你一剑将这名弟子的头颅斩下。师弟，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有问题？这里的人全部都是傀儡，师姐，此地不宜久留，咱们先杀出去再说。其实，在踏入百丈道的一瞬间，叶雨就已经感觉到了不对劲。百丈道虽然看上去充满生机，但在这生机之下，却透露出一股死气。没过多久后，叶雨便发现了诡异的所在。这里的所有人全部都是傀儡，皆是凭着体内的一缕神魂支撑活动。一路走来，真正的活人，恐怕就是之前拦住灵州的那几人了。我们走吧，师姐。说实话，被你们两个小小的金丹境看出端倪，我真的很没面子。小子，把你的灵州给我，我可以考虑给你一条活路，如何？竟然是青莲引雷剑诀。没想到这次出来还真捞着了，你肯定是青云宗的核心弟子，对不对？乖乖束手就擒，我中秋可以保证暂时不杀你，如何？师弟，中秋号称吸血老祖，乃是赤阴崖的一名长老，成名已久，听闻几年前更是突破智化神境，不可力敌。吸血老祖，一会儿谁吸谁还不一定了。拥有离尘玉在身，叶雨根本不畏惧化神境巅峰，他完全可以施展噬灵诀，将这位吸血老祖变成他破境路上的养分。只不过身怀噬灵诀之事，叶雨并不想让魏傲叔知晓。师姐，你先走，我来拦住他。还是你先走，我来挡住他。师弟，就让我来保护你这最后一次吧。不是，我都准备干掉这老小子，你还准备以命拖延时间，咱们动机都不一样，你至于跟我抢吗？抱歉，韦师妹、叶师弟，今天你们两个谁都走不了。好，帮我拦住他们，只要能够生擒这小子，我必然给你请下一个大功。被包围了吗？这下该如何是好？中秋，你知不知道，你笑得很难听啊，所以我也没打算让你活着离开此地。邓振火，你疯了不成？忘了当初是谁帮你的？若没有我赤阴崖相助，你早就已经死无葬身之地。更何况，你真以为你比我强？你们为何非要擅自行动呢？若是什么都没发现，明天一早拿着暗玄花离开，那该有多好啊！师兄，回头是岸，不要一错再错，否则等到司徒长老知道，一切可就晚了。闭嘴！给我闭嘴！若非是他，我又怎么会跟这些魔门的杂碎有联系？他该死！在得到魏傲叔传来的消息之后，祝蝶真立刻将二长老和五长老召集了过来，仅用3言2语的试探，便逼得他们心神大乱，抱起反抗。经过一番激战后，祝蝶真成功拿下了他们，并将此2人拉到万魂殿门口，当场处决。经此一事后，万魂殿内再无任何敢反对祝蝶真的声音。不过，祝蝶真好奇魏傲叔到底是怎么知晓的，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祝蝶真决定亲自前往青云宗，悄悄见一下魏傲叔。是百丈道那边发生了什么变故吗？在极小的时候，我便被司徒宗兴收养，早已在心中将司徒宗兴当成父亲一样的存在。为了让他开心，我苦练剑法，几十年如一日的刻苦修行，终于成为雾剑锋司徒宗兴之下名副其实的第一人，更被誉为青云宗500年难得一遇的剑道天才。可随着我的修为越高，司徒宗兴对我越是冷漠。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原因，直到10年前，在照常巡视百丈道之时，突然有3名师弟被刺，直到那时我才知道，原来小师弟乃是师尊司徒宗兴的私生子，甚至打算未来将雾剑锋传给小师弟。由于我的表现太过耀眼，我不死，小师弟就无法顺理成章地继承雾剑锋。我被小师弟一剑洞穿其心脏，扔到了诛邪山底。或许是我命不该绝，被路过的赤阴崖之主万伯响所救。半年后，在我的带领下，赤阴崖杀入百丈道内，我不仅亲手干掉了小师弟，更并配合着万伯响杀死司徒宗兴。那一夜，百丈道所有的青云宗弟子，除了几个选择投降的，其余全部被杀。之后，我遵从万伯响的命令，继续驻守百丈道，假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万伯响施展秘法，将百丈道内的所有人炼制成傀儡，使其外表上看上去没有丝毫的破绽。为了维持这份美好，所有发现这个秘密的人
都该死！真没想到，雾剑锋中竟然还有如此的勾心斗角，真是太可恶了。早知如此，我就是打死也不来这个地方。师姐，你先逃好吧。夜雨，我终于找到你了。你不可置信地看向前方，显然完全没有想到，竟然会在这个地方遇见仙人转世的左迎春。小心！能如此简单秒杀和道境，他到底是谁？你思绪万千，刚想要开口打招呼，突然感到一阵微风吹来，左迎春竟然直接冲过来扑到叶雨怀中。对不起，真的对不起，那真的只是意外，我不该不相信你的。左迎春紧紧拥抱着叶雨，仿佛要将其拥入体内，泪水也打湿了他的肩头。见一向高傲的左迎春如此模样，你抬起手，刚要拍拍左迎春的后背，突然之间，前方出现一道身穿黑袍的高挑身影，此人正是刚刚赶到此处的祝蝶真。我勒个道，今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要么不来，一来了两个，怎么能够在这个时候凑在一起呢？原本即将拍在左迎春后背的右手，也立刻不留痕迹的轻轻放下。夫君，这位仙子是谁？不如跟我介绍一下。他的声音虽然轻柔，但却透露出一股强势的攻伐之气，不管是动作还是言语，都无时无刻不在宣示着他的主权。此刻交锋正式开始了。哼，夫君，告诉他我是你的什么？现场的气氛瞬间剑拔弩张，这一点就连站在不远处的魏傲叔都能清楚地感受到，气场之强几乎让人无法开口说话。不对劲儿，太不对劲儿了！为什么感觉宗主跟叶雨的关系非同一般呢？两女共争一夫，妥妥的大瓜啊！魏傲叔屏息凝神，不敢发出任何声音，强烈的好奇心还是驱使着他在这里看下去。在面对祝蝶真和左迎春的联手夹击之下，叶雨终于开始他的操作。你们两个是？夫君，你别吓我！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我才是叶雨的道理。笑话！我与叶雨恩爱500年，那个时候你在何处？你信口雌黄，你还谎话连篇呢！不好！天，你们两个到底要干什么？我们之间真的认识吗？夫君，你真的别吓我！我是祝蝶真啊，我们共同创造了炼魂殿，并相伴500年，现在炼魂殿还在呢。左迎春脸色发白，他没有再次上前。自始至终，左迎春心中有愧，不管那是梦境也好，还是上一世也罢，左迎春终归是伤害了叶雨，还没有坚定不移地相信他，被一只鬼物所蛊惑，这让左迎春很是自责。感觉很熟悉，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对你们很熟悉，但却始终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觉得熟悉就好，起码没有彻底忘记，这就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左迎春站在原地思索许久，随后拉起叶雨的手，开始以神识探查，想要看看叶雨的身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底是因为受伤而失忆，还是说故意将之前的记忆彻底封印了。你干什么？快放开我夫君的手！你真的一点都不记得我了吗？感觉很熟悉，但却总想不起来有关于你们的事情，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没关系，我会帮你想起来的。同时，我也会弥补我犯下的错。刚刚左迎春对叶雨做了检查，并未发现任何异样，但记忆这种事情很是神奇，左迎春哪怕是仙人转世，也无法做到让人瞬间恢复之前的记忆，更何况哪怕直到现在，左迎春也无法分辨出之前与叶雨在一起的时光到底是梦境还是上一世的记忆，但他只知道一点，那就是绝对不会叶雨再受到任何伤害。放手！如果你再敢随意抱我的夫君，我就对你不客气。哼，我还真想看看到底是怎么个不客气法。左迎春和祝蝶真当即就准备再次动起手来。住手！你们两个到底想做什么？看着他们二人同时沉默后，你才继续出声。或许之前我们确实认识，但现在我真的想不起来了。给我一点时间，当我想起来的时候，我再去找你们。现在我任务完成，要回青云宗复命了，二位请回吧。
祝蝶真和左迎春顿时面露难色，但看着叶雨认真的模样，也不敢多说什么，纷纷留下地址后，恋恋不舍地离开。不过，祝蝶真和左迎春都并未远离，依然躲在暗处观察着叶雨。原因很简单，他们都在提防着对方私自去找叶雨。暂且度过初级修罗场，不过这也仅仅只是开始，之后修罗场的局面势必不会少，说不定还会不断升级，从2人变成3人、4人，乃至5人。到那个时候，一句简单的示意，可绝对无法轻松搪塞过去。不行，必须要再好好想一个破局之法才可以。最近叶雨没有再来找你吧？师尊，其实我和叶雨师弟是清白的，我们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样。除了之前的共同外出，我们私底下并没有见过面。不是想象中的那样，还能怎样？都已经人赃并获了，还在这嘴硬。徒儿你变了。修士这一生寿元漫长，会遇见很多人，1、2个错误并不能代表什么。再等等，未来的会更好。未来的会更好。他真是这么说的。回宗主，叶雨就是这么回答的。他说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随手就使出了万魂殿的拘魂术。那个时候他才不过是筑基境初期，而我已经是金丹境，为防止被我灭口，才谎称也是万魂殿的卧底。总觉得有几分不对劲，但具体是哪儿不对却又说不出来。但可以肯定，这个叶雨就是我想要寻找的叶雨。宗主，那叶雨冒充卧底这件事，我们应该怎么做？你接下来的任务至关重要，一定要紧跟叶雨身边，绝对不能让其他女人再靠近她，尤其是今天晚上见到的那个女人，明白吗？宗主啊宗主，其实你真正需要担心的人只有今天这一个吗？你真正需要提防的是大前王长女帝李若望和青云宗圣女云容木啊！相传他们可都已经对叶雨捷足先登了，你再不努力，说不定连汤都喝不上啊！唉。祝蝶真出现在叶雨所在灵州的1000米之外，他释放出神识，当确定灵州内只有叶雨一个人后，这才忍不住缓缓松了口气。刚刚祝蝶真之所以对魏傲叔不辞而别，就是害怕左迎春不讲武德，趁着这个空档偷偷来找叶雨。现在看来，这个女人似乎并没有这么做，还算老实。虽然不知叶雨的修为为何锐减到金丹境，但得给她找些天材地宝补补。然而在祝蝶真离去不久后，周围的空间一阵波动，左迎春的身影突然出现。其实他一直都在跟随着叶雨的移动，其目的跟祝蝶真一样，防止对方不讲武德。现在见祝蝶真突然离开了，左迎春原本平静的心再次泛起阵阵涟漪。房间内，叶雨单手撑脸，左迎春忍不住捂住嘴巴。眼前的他与记忆中的叶雨完全重合，动作、相貌完全一模一样，但唯一不同的是，左迎春记忆中的叶雨可从来没有如此的皱过眉头。师姐，你这么晚了来找我做什么？说完之后，没有听到任何回应。紧接着，叶雨便闻到了一股淡淡的栀子花香，这是左迎春身上特有的味道。刚刚还在想应该如何应对之后的修罗场，现如今左迎春就直接开始偷家了，那这是不是代表着朱蝶真也会很快加入战场？不是告诉你们了，等我恢复记忆后会过去找你们，怎么就是不听话呢？我真的很想你，也想多看看你，于是就擅自做主过来了。如果可以的话，让我坐在里面陪陪你好吗？就一会儿。听到左迎春的话后，叶雨微微一愣，在他的记忆中，左迎春何曾如此低三下四？作为仙人的转世，左迎春心中有着一份属于自己的骄傲，在与他成亲之前，甚至都是一股睥睨天下的倨傲感。那个时期的左迎春是何等的目中无人，现在却变成如此模样。坐吧。谢谢。其实你不用跟我说谢谢，反而我要向你说声对不起。哪怕你现在没有记忆，我觉得我依然要向你道歉。一切都是我的错，我不该那样犯傻的。说到最后，左迎春的声音变得哽咽，
双眼通红，泪水在眼眶中打转。这并非是他在装可怜，而是一直以来他都没有过去心中那道坎。那些记忆犹如刀子一般，锋利无比，让左迎春心中变得无比自责。你我见面之后，你已经道歉3次了，你不该是这样的。怎么个意思？不是说好了先等待1天，明天早上再出发吗？怎么就突然不辞而别了呢？不对，叶雨的行事风格绝非如此，就算要走，起码也会说一声的。除非是被左迎春那个女人给强制带走了。想到这里，魏傲叔立刻开始向着周围寻找起来。叶雨啊叶雨，你可一定要平平安安，守住底线，等我过去找到你，不然师姐我真的没办法交差啊。魏傲叔并不知道，此时此刻灵舟还停在原本的位置上，只不过因为左迎春布下的结界，所以魏傲叔才无法看到，甚至根本无法察觉。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我以前应该是什么模样的？糟了，差点说露馅，不行，必须尽快将此事圆回来才行。我的意思是，之前你与朱蝶真针锋相对，意气风发的时候才是真的你，现在这副模样让我有些不太适应。虽然我不知道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会让你感到如此自责，但我想你爱的人肯定也不希望你一直如此消极下去，所以先巧一点。谢谢你，真的很谢谢你，我会好好听你的话，待你恢复记忆之后，我会好好的补偿你，永远不离开你。咋突然靠那么近呢？我真的很喜欢你，所以我想外出一段时间，为你找寻恢复记忆和修为的方法。你在青云宗好好的等我，可以吗？在临走之前，我给你留下一个印记，省得你这段时间内被其他女人给迷住了。魏昂叔怎么还没有回来？不是说好今天返回青云宗的吗？正当叶雨思索之时，周围的景色突然传来一阵波动。还没等叶雨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之时，一艘灵舟已经近在咫尺，瞬间便撞在一起，发出剧烈的爆炸。不过你并没有感到任何恐惧，甚至连脚步都没有移动半分，只因这艘灵舟相比你的灵舟实在是太小了，它的爆炸甚至连灵舟的防御阵法都没有破开。怎么样？你们没事吧？你看我们像没事的样子吗？我们的灵舟都被你给撞坏了，你这到底是？你这也是灵舟？修真界怎么会有如此巨大的灵舟？什么叫被我给撞坏了？明明是你们自己操作不当撞过来的，现在倒还反邀请我来了。是你自己在外围故意布下结界，让我们看不见你的灵舟。等到我们过来之时，结界突然消失，2艘灵舟距离极近，根本来不及转移，只能猝不及防撞上去。这一切都是你设计好的吧？呵，你到底是谁？因为有结界，所以外界看不到这里吗？怪不得刚刚从站在灵舟上向外看的时候，总觉得很是模糊。而左迎春走后，周围的情景突然出现波动，原来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结界啊！毫无疑问，这肯定是左迎春的手笔，而他一走，结界就破碎，所以才会产生现在这场乌龙事件。不过，左迎春好端端的布下结界干什么？是在防谁？等等，是在防朱蝶真和魏傲叔吗？怪不得1晚上的时间，魏傲叔也没有回来。王家给了你多少灵石，我们给双倍，横条出路让我们过去，如何？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要是想走，你们随时都能离开。不过有一点事先声明，灵舟相撞也只是意外，所以别想让我赔偿。不是王家的人，那就好办多了。不管怎么说，我们的灵舟已经损毁，你也不能说此事跟你半点关系都没有。不如这样，你送我们去个地方，此事就此作罢，如何？这位道友，求求你帮帮我们好吗？如果没有灵舟，我们很快会被坏人抓回去的。只要你肯送我们走，我愿意给你灵石，你要多少，我绝不还价。灵石我不需要，暗玄花有吗？我要200处。暗玄花我真的有，
现在就可以先给你100株。你通过聊天后得知，少女出生在一个修仙家族，之前整个家族几乎被全部屠戮。如今一位传闻中已死之人，不仅成为渡劫境的大修士，还干掉了仇人，准备重建家族。哼！当初落难的时候，本想去找王家庇护，可却被他们赶了出来。如今家族出了一位大修士，又想将我抓回去联姻，这些人真是好不要脸。果然是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导游，遇见你的时候，我真的已经山穷水尽了，随行雇佣的修士已经全部战死，只剩陈伯一人。待成功回到家族之后，我愿意再拿出100枚上品灵石作为谢礼。主子，200株暗玄花本就价值连城，若再加100块上品灵石，那代价可就太高了。陈伯，你别说了，区100块灵石，叶道友也未必看得上。从这艘灵舟来看，就知道叶道友绝对不缺灵石，这只是表达我们的心意而已，还请您务必收下。不愧是大家族走出来的人，哪怕是为了，也能拿出100块上品灵石。前面的道友停一下，我们乃是抚安州王家的人，你灵舟上的人乃是我王家的少夫人，还请将她交给我们，王家备有重谢。我不管她是不是你们王家的夫人，既然她给我路费，我就会安全将其送到目的地，所以你们现在可以滚了。一起动手！没想到夜雨道友的灵舟竟然强大到如此地步。于上我算你们的命不好。半个时辰之后，一切再度恢复平静。3名王家修士直接被你吸成了干尸，你的修为也直接步入了元婴境中期。多谢。慢喽。这里怎么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是什么地方？这里是我小时候的家，我们世家的遗址。我问这是哪，你就说是你家，说个地名不行吗？夜雨道友，我决定引荐你与我的姐姐见一面，她可是渡劫境大修士哦。小云，你怎么还带着外人过来了？太不懂规矩了吧！诸位公子小姐，是老奴头脑昏花，忘了规矩，还请见谅。老奴这就走。陈伯、叶道友，要走我陪你们一起走，我也不是非待在这里不可。够了，族长即将抵达此地，小云，带着你的人站在角落等着吧。数百年不见了，别在这个时候意气用事。抱歉。没事。哼。恭迎不家家主不灵妃亲临。叶道友，你怎么了？是哪里不舒服吗？你们修行是家姓部？对啊，我们就姓部。叶道友，难不成你认识我们部家的人？何止是认识，现在算起来的话，我应该是你们部家族长的道侣才对。想起那次梦境的结局，叶雨到现在仍然感到是心有余悸。他开始思索着应该怎么悄悄地离开这里。我今天召集诸位过来，除了要重建部家之外，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希望诸位动用各自手中的资源，帮我找一个人。此人名叫叶雨。族长为何要找叶雨？在他看来，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否则的话，叶雨何必要藏在他的身后？禀族长，我觉得有些话还是等等再说的好。这里有外人在，省得说多了被别人听到我部家秘辛。你说的外人是谁？
当然就是不小云带来的随从啊，真是目无尊上，不懂规矩。你这不说话能憋死你吗？你竟然敢骂我！族长，求您给我主持公道。还请族长网开一面，放他一马。此人乃是我的救命恩人。夫君，我好想你。顾灵飞声音虽然很低，但在场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当夫君2个字出现后，现场顿时陷入一片寂静。自从梦境中苏醒后，顾灵飞第一时间便赶到了归元宗。当看到允慈武的瞬间，他就知道那并非是只是一个梦境。刻骨铭心的痛使得顾灵飞做出妥协，甚至愿意与允慈武一起陪伴在夜雨的身边。只要他能够好好的活着，不让悲剧重演，那么顾灵飞愿意付出一切。夫君，我好想你。你知道，此时想要在故技重施装失忆是行不通的。夫君，你为什么不说话？是还在恨我吗？我也很想你。族长，您是不是认错人了？此人可是不小云带过来的，而且境界只有区区的元阴境，怎么可能会是您的夫君？跪下！我自己的夫君，怎么可能会认错？而且，他修为如何，与你有何关系？这个词与你还真是般配啊！下一秒，一股恐怖的力量瞬间洞穿了他的心口，连同神魂一起搅碎，彻底的神形俱灭。顾灵飞的突然出手，出乎了在场所有人的意料之外，就连夜雨也没有想到。在他的印象中，顾灵飞性格极好，顾灵飞很少杀人，更何况是他的族人。现在杀心竟然变得如此之大，这就是梦境与现实人物的区别吗？所有人都擦亮眼睛，好好看看，这位是我顾灵飞的夫君，谁敢对他不敬，死！夫君，我们走吧，有很多话我想跟你说。小云，真有你的，竟然把族长的道侣给带了过来，这会儿你可要发达了。你跟夜雨道友是怎么认识的？关系好不好？小云，麻烦你回头给我们引荐一下夜雨道友。哎呀，没其他什么事儿，只是单纯觉得投缘。不用那么紧张的。夫君，我不管之前是梦见还是什么，我只知道我现在真的很喜欢你，很爱你，所以不要离开我好吗？我已经找过允慈武，我们2人达成协议，只要你想，我们2个都可以陪在你身边，只要你好好活着，一切事情我都能答应你。放心，我会陪在你身边的，不必太过紧张，更不用害怕。夫君，遇上你是我的福气。有件事情我一直想不通，你不是福天谷长老夜宴之子吗？后来我苏醒后，第一时间去福天谷内查看，发现福天谷并没有被灭门，但所有人好像都不记得你，甚至夜宴还说从未有过子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对于福天谷还存在这件事情，夜雨一点都不觉得意外。当初在梦境之中，是因为夜宴抢了魔宗的遮天丹，所以才会引来灭门强者。而现实中，夜雨与夜宴没有半毛钱关系，夜宴自然不会冒着风险去抢遮天丹，那么福天谷自然会存活的好好的。不过现如今顾灵飞既然提到了这个问题，夜雨自然要解释的。相信不只是他，所有梦境中的夫人对此都很疑惑，但梦境系统的事情解释起来太过麻烦，也太匪夷所思，所以还不如不说的好。你知道平行世界吗？平行世界？平行世界就等同于另一座天地，在那里因我还有众生都会存在，但有可能在这个世界中发生的事情，另一个世界中却没有发生。就比如在其他世界中遇上了你和允慈武，但在这个世界，我和你现在才刚刚遇见。虽然不知道这段平行世界的记忆是如何出现在我们脑海中的，但我更加认为这是一种幸运，否则的话我们不会如此相爱，如此难舍难分。看样子平行世界这个说法是可行的，以后再次遇见梦境中的夫人都采用这个说法，因为平行世界的弹性很大，谁也没有规定只有一个平行世界，那么在其他平行世界中拥有很多梦境夫人，这样也是合情合理的。几天之后，你便向顾灵飞告别，
准备返回青云宗。毕竟增强修为才是目前的重中之重。跟步灵飞在一起的时光，他寸步不离，让叶雨也根本没有任何机会开始模拟梦境。所以短暂的离开一段时间也并非是坏事。如果想我的话，可以去青云宗找我。每次入梦都是你新的人生。地图人物加载中，已选定。本次梦境天赋：先天败家圣体，败家的花费越高，修为提升的越快。你出生在大永王朝皇宫内，是大永王朝当代皇帝的第16位皇子。在8岁时，你靠梦境的天赋，仅在2天之内就踏入炼气境初期。不错，看来得多多败家，希望早日筑基，但也得尽量控制速度，不能表现出太过妖孽的天赋，否则很容易被人盯上。经过长时间的生活，你逐渐了解了大永王朝基本的情况。大永王朝光是皇子就足足有18个之多，最大的皇兄已经100多岁，可大永王朝的太子之位却一直是空的。你的父皇叶奎良曾不止一次的在公众场合表示，太子乃是国之基石，有能者居之，不必遵循长幼顺序。这不就是在养蛊吗？18个皇子不必遵循长幼顺序，个个有机会，他们自然会全心全意表现，争夺太子之位。对于皇帝的位子，你并不想掺和。这一次的梦境，你只想安安静静的等着飞升成仙。通过这段时间的挥霍，你的修为已经正式突破筑基境，但你并未意识到，这样堂而皇之的在后宫内撒钱行为会带来什么后果。再撒2天就得谢谢，不能太过冒套，层桌才是王道。然而树欲止而风不静，都已经10岁了，还如此放浪形骸，真是不知所谓。你扭头看去，此人正是15皇子叶安明，他比你要大上2岁，因为年龄不够15岁，所以还未能出阁，跟你一样还在皇宫内居住。关你屁事！我是你的皇兄，你竟然敢说出如此粗鄙之言，该当何罪？粗鄙吗？我不觉得。你若再不管，我会骂得更粗鄙，你信不信？就在此时，皇帝叶奎良已经来到后宫内，刚好撞到这一幕场景。叶雨，你身为16皇子，却在皇宫中肆意撒钱，收买人心，结党营私，你这是意图谋反不成？这15皇子未免太过恶毒了些吧？不过是小孩子拌嘴吵架，竟然扣上如此大的罪名，其心不准。这2名修士平日里没少受过叶雨的恩惠，所以发生这种事情，忍不住开始为他担心起来。可即便如此，他们也不敢亲自下场去帮叶雨，就连出言相助都不可以。原因很简单，明着帮叶雨的话，就坐实了收买人心、结党营私的画饼。叶雨和叶安明2人皆是皇子，他们之间的内斗又岂是下人能够掺和的？目前所有人都希望叶雨能给出一个漂亮的回答，让这件事情完美的接过去。真不行，服软道歉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不然的话，此事还真就不好收场。叶雨，你这个时候应该会怎么做呢？正当所有人思索之时，叶雨突然笑了起来，大步走上前去。是要来赔礼道歉吗？光这样可不行，必须要跪下。你这张烂嘴还真能说。既然如此，我就打烂你的嘴，让你以后什么都说不了。看到这一幕场景，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令谁也没有想到叶雨的解决方式竟然是以力服人。很快，叶安明的侍卫就反应过来，想要上前阻拦。我是皇子，谁敢动我灭他满门！叶雨的话顿时便吓得叶安明的侍卫不敢乱动。请16皇子现在住手，不然我定要禀告娘娘，让她来为15皇子主持公道。叶安明的母亲虽然也是个妃子，但颇为得宠，在皇宫内势力极大，但叶雨又岂会惧怕？请诸位帮个忙，给我打他们一顿，打死也无妨，我担着。每个动手的人少银100两，银石2块。在听到叶雨说完话后，一旁的修士直接动起手来，其他的侍女太监们也纷纷上前扭打起来。有意思，让他们打吧，打得越严重越好，谁也不许拦。当天晚上，叶雨暴揍叶安明的事迹就传遍了整个皇宫，一时间，所有人都对这位大永王朝16皇子充满了好奇。而且让人没想到的是，叶奎良对此并没有任何处罚，甚至连问都不带问的，这让叶雨的母亲很是高兴，又给你爆出了一大波金币。而你也没闲着，立刻找到今天下午帮忙出手的人，开始撒钱。经此一役，叶雨撒钱皇子的名号都传到了朝堂之上，成为臣子们茶余饭后议论的焦点。3天后，叶奎良写下一道旨意，看完这道旨意之后，你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了起来。这是在针对我？没错，就是在针对你，天天撒钱不停。周家有钱，也不是让你这么败的。怎么，心里不爽是吗？不爽是正常的，这就是当皇帝的权利。如果你想拥有绝对的权利，没有人制衡你的话，那你也可以当皇帝啊。想用皇帝位置来吸引我吗？
皇帝这个位置，我没有任何想法，更不会去争。不就是不让在皇宫内花钱吗？以后不花就是了。你现在已经是筑基境，在网上提升境界，肯定会引人注意，还不如趁这个机会休养生息，等到15岁出阁开府之后，照样可以继续拿钱败家。你的老爷拥有大永王朝最大的商会，而他就你母亲一个女儿，你则是他的独子。未来商会迟早落在你的手中，到那个时候，自然能够败家败个痛快。接下来的5年内，你修身养性，不再撒钱，这让宫中很多人都感到极为不适应。15岁，叶宇正式出阁开府，赐名莽王。由于大永王朝太子之位一直空悬，所以哪怕皇子出阁开府，也必须在京师内待着。这对其他皇子们来说是件天大的好事，只有在京师才能更方便的做事，更方便的拉拢人脉。所以无论是谁，对此都没有任何异议。但对你来说，只有离京师越偏，才能表明你不抢皇位的决心。不过你的这个奏章很快就被驳回了，甚至将给你安排的府邸就在皇宫外围，距离入口处极近。这样的殊荣是任何皇子都没能拥有的。一时间，所有人都将视线放在了莽王你的身上。逍遥博弈吗？第二天，你从你老爷周百万那里报出奖励，第一件事就是用钱砸邻居。我喜欢养狗，想把2侧邻居的房子都买了。养狗不是那种零售贴书白犬，而是实实在在的狗，土狗。没事，就是养着玩。你这话一出，丞相当场被你气得昏死过去。不得不说，你皇子的身份确实很好用，都作死成这样了，可就是没有挨到毒打。一连问周围几家，他们都是强忍着怒气，没有动手，只有住在你后面的那一栋人家，非常的干脆。既然皇子想要，那臣莫敢不从。听到这个回答之后，你感到很是诧异，这家伙为何会如此的干脆？而且最重要的是，明明连价格都没开，就直接同意。不对劲，事出反常必有妖。你没有立刻买下房子，而是派人打听此人的信息。当天晚上就有调查结果，原来此人名叫黄甫英，乃是别国的叛将，当初加入大永王朝之后被群臣排挤。像黄甫英这种毫无根基的孤臣，才一心集中，也最是风声鹤唳。说不定是以为皇帝想要借我的手收回房子，所以才会答应得如此干脆。既然搞清楚了对方的目的，你立刻拿着零食去买房子。可让人没想到的是，黄甫英已经带着家眷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了。皇子殿下，里面已经打扫好了，随时可以入住。拿着吧，本王从不占人便宜。黑夜之中，你目送着一大家子人离开，其中一个少女引起了你的注意力。此女眼睛极为明亮，且攻气十足，让人只看一眼就觉得记忆深刻。你刚想要再上前认真看看，却发现她已经被搬东西的家丁给挡住了。等你上前之时，却再也找不到她的踪影。第二天，弹劾你的奏章就如同雪花般出现在皇帝的面前。是臣妾管教无方，才让雨儿行事略显张狂，还请皇上看在他年少无知的份上，不要对其处罚太重。这并非是周氏太过谨小慎微，而是由于太子之位的吸引，使得大永王朝的皇子们都像一头头饿狼，都在虎视眈眈地盯着其他兄弟。只要有一人犯错，他们就会群起而攻之，将其彻底铲除，从而减少一名竞争对手。如无意外，明日早朝之时，弹劾你的人不光会有大臣，还有其他皇子。毕竟谁也不愿意错过这个落井下石的机会。他年少无知，不就是想远离皇位争斗，所以故意表现出嚣张跋扈、败家无比的模样吗？可他既然身为大永王朝的皇子，那就有责任在身。这个皇位不是他不想争就能不争的，他必须要争。确实，真要说雨儿目无尊长、嚣张跋扈，那绝对是言过其实了。之前在皇宫的几年间，除了喜欢败家、喜欢撒钱，还有打过一次15皇子之外，雨儿一件坏事都没做过。这次出阁开府之后，立刻表现出如此嚣张跋扈的一面，属实有些反常。如果说想以此来不争皇位，倒也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皇上，雨儿从小就铁了心的不想抢夺太子之位，这样逼他也没有用啊。谁说没用的？明天开始，我肯定会让他去争那个位置，哪怕不是心甘情愿的，也必须要争。当天晚上，你就被叶奎良派人请入了皇宫当中。父皇，下马威吗？太天真了，你父。多谢父皇。我有说让你平身吗？你说了，我也听得很清楚。你小子还真是胆大妄为，不过越是如此，我便越是喜欢。
这里全是弹劾你的奏章，要不要看看？是我行为太过放荡不羁，我深知此罪极大，甘愿被罚被逐出京师，永不再归。想法不错，但在绝对实力面前，这一切都会显得苍白无力。在太子之位抉择出来之前，18位皇子谁也不允许离开京师。朕也知道你在想什么，是不想争夺太子之位对吧？那朕偏让你争，朕会告诉其他人，不日你将会成为大永王朝的太子。这样一来，所有人都将会把视线放在你的身上，其余的皇子也会将你视为头号竞争对手。通过昨天的撒钱，我的实力稳步提升，相信要不要多久就能跻身筑基境中期。但这样的实力，若是想要自保，还是不够的。万一那17名皇子有一个狗急跳墙的，万一雇佣个修士直接过来暗杀自己，那不就纯纯废了吗？混蛋，这就是个阳谋，这是铁了心的要将我往火坑里推。为什么你非要这么针对我？你知道我对皇位没兴趣的。生在皇家，你不争也得争，这就是你的命。当然，你若是愿意主动去争的话，朕自然什么都不会说。你可以慢慢自行发展，但必须与其他皇子一样，对太子之位争到底。对了，你不是喜欢撒钱败家吗？那你就用银钱开路，让朕看看你能不能砸出个太子之位出来。对这一点，朕真的很好奇。叶奎良的话仿佛给你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对啊，既然想要撒钱败家，光买房屋能花几个钱？真正烧钱的应该是收买人心。这一日，你正式开始争夺皇位。既然你想要看我能不能砸出一个太子之位，不给点帮助是不行的。在你的软磨硬泡之下，硬生生从叶奎良手中爆出了3万块零食。既然说了抢太子之位，就肯定会抢太子之位的，你放心好了。怎么能就鬼使神差的被这小子给讹了呢？到了早朝之时，众多大臣和皇子再次联手弹劾你。朕昨晚已经斥责过他了，此事就此作罢。这句话令得让在场所有人脸色大变。这反应太过奇怪，近百人的弹劾就只换来一句斥责，难道说大永王朝的天要变了？慢步。与此同时，你在从老爷周百万那里拿了20万零食，在拿到零食之后，你正式踏入太子争夺的道路上。首先第一步，先拉拢一些大臣，不管怎么说，总要在朝堂之上有话语权才行。年时间转瞬即逝，大永王朝京师内的局面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朝中支持你的声音越来越多，如此局面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一个只会撒钱扔零食的人，到底有什么魅力，能让这么多大臣都投入在你的麾下？3天后，叶奎良看着调查结果之后，陷入了沉思。看似败家，实则将钱财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啊！说不定这小子还真能砸出一个太子之位出来。通过这10年间的不断的拉拢大臣给他们送礼，你的修为就已经跻身金丹境巅峰，距离元婴境只差一步。既然大臣们攻略的差不多了，那就攻略皇子好了，他们肯定是最有风骨的那批人。接下来的几天，你找到18皇子，开始不停地送东西。如果他不收，你就会在他家门口开始毁坏这些东西。而你的行为仅用半天就传遍了整个大永王朝。也曾有言官出言进谏，但都被皇帝叶奎良压了下来。半个月后，18皇子妥协了。16哥，我心中知道，到眼下这个局面，我已经是无缘太子之位，所以也就不再强撑了。还望你登上皇位后，多多照拂1、2。说好的骨气呢？这么快就投降了？我的败家天赋还没触发够呢。希望其他皇子能撑久点吧。8年后，已经有7位皇子向你表示放弃太子之位。所有人都认为，再过几10年，你肯定会征服所有皇子，成为太子。而就在这个时候，叶奎良竟主动退位，并宣布你成为大永王朝新任皇帝。这一年，你已经跻身化神境巅峰。当你径直进入养心殿内，看见之前还正值壮年的叶奎良，现如今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行将就木的老人。父皇，您这是怎么回事？多年前征战留下的暗伤，之前一直苦苦压制，所以才没有被人发现。可现在大限将至，暗伤自然复发。本来是想等你压住所有皇子后，再让你登基，可现在不行了，以后大永王朝就交给你了。3日后，叶宇正式登基。新帝登基，国之大喜。
免赋税3年，并给所有大永王朝子民发1两银子。陛下不可以这么做，1两银子虽少，可大永王朝千万名百姓就是千万两白银，相当于大半年的赋税，国库根本扛不住啊！大永王朝传承数千年，经过6任帝王的励精图治，内库充盈，国力强盛，绝对称得上是盛世之景。千万两白银对于大永王朝的国库来说并不算什么，但在场所有大臣们都知道，这个发钱的口子不能开。原本他们朝廷是收钱的人，收了几千年了，突然让他们往外吐钱，这怎么可能？更何况直接免3年赋税，这3年朝廷吃什么？整个王朝没有钱，要怎么运转？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事情啊。对于大臣们的议论纷纷，你并未过多理会。只是大半年的赋税而已吗？那就改了，1个人发3两。陛下三思啊！此事关乎国本，请陛下收回成命。大臣们直接跪在地上请求你收回命令，包括一些早已归顺的臣子也是如此。免税3年，加上1人3两银子，绝对会对王朝的国库造成巨大的冲击。到底是选择忠言逆耳，还是选择忠心万岁？孙龙海是第一个开始投靠叶羽的人，他的官职已经从正3品走到了正1品，但是听到叶羽的这段话后，还是面露难色。开始战斗吧，孙丞相。孙龙海虽然官居1品，但却并非丞相，丞相之位可是真正的位极人臣，这是所有文官们的梦想。叶羽的一句孙丞相，看似是称呼，实则可是许诺。既然如此，那还有什么好说的？陛下的话只能是对的，不对也是对的。之后的朝堂之上，鸡飞狗跳，乱成一团，你却完全没有阻拦。你想要的只是结果，至于过程如何，不重要。第2天，你的旨意推向整个王朝，免赋税3年，同时1人3两银子，交到所有人手中。哪个地区的百姓没有收到银子和免赋税通知，当地臣子不问缘由，接斩立决。此事推行之后，举国上下欢腾雀跃。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终于不用交那么多税了，还能拿到银子，这是真龙天子啊！所有百姓们都不禁感叹，迎来一位民主之君，而大臣们则是一个个摇头叹息，满面愁容，认为大永王朝很有可能会因此走向衰败。唯有一人特立独行，那便是被刚刚任命为丞相的孙龙海。今后我就是陛下门下走狗，什么气节、尊严，全部都不值一提。陛下的决定就是我的天命。这次发钱，直接扔出了国库将近2年的税收，同样的，带来的奖励也是巨大的。你直接踏入河道境初期。果然，只有败家的数额越大，修为才会提升的越快。不过，国库的银钱不足以让自己败家到飞升，必须要想个办法搞钱才行。第2天，你重新上朝。2个月后，出征大夏王朝。你将此事说出来之后，立刻遭到群臣的阻挠。有大臣称，大永王朝和大夏王朝互为邻国，之前征战不止，对双方的国力都造成了不小的损耗。自从1000年前签订停战条约之后，双方和平共处1000年，现在毫无理由就直接开战，师出无名，师出无名了。朕不光要打大夏，还要打大辽、大商淮，直到完成大一统，将所有的国家都纳入我们大永王朝的版图，要么臣服，要么被灭。至于理由，朕现在就给你们一个：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刹那间，在场所有人都愣住，显然没想到你会疯狂到这种地步。户部尚书颤抖地向前走出，鼓足全身力气说道：“陛下，国库空虚，打仗没钱呐。就是因为没钱，才要去打大营大夏王朝。他们的银钱、营市、矿山资源，全部都是我们的。到时候，朕让你输钱，输到手抽筋。”群臣一听，陛下所言似乎极有道理啊！只要打赢了，男的当奴隶，女的去做工，掠夺一切资源，那自然有钱。但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啊！户部尚书说出了问题关键：陛下，若是没打赢，又该怎么办呢？你打赢，朕就把你们的家都抄了，拿钱去赔偿。陛下，户部尚书年老体衰，不堪国事烦扰，恳请陛下恩准其告老还乡。臣完全支持陛下的征战计划。若是战败，臣身为丞相，愿带头捐出全部家当，以补国库。这番言论将这些大臣都整不会了。见过割地赔偿的，但从未见过赔偿他们的钱财啊！这种规矩，即便是放眼整座天下，也属于是相当炸裂的。传朕旨意，成立锦衣卫，专司监察百官，反贪赃枉法、意图谋反之辈，直接格杀勿论，家产充公。锦衣卫暂由丞相孙龙海统领。
本官在这里给诸位同僚提个醒，日后上朝，那些反对陛下的声音不要再有了，否则的话，尔等绝对会失去上朝的机会。威胁，赤果果的威胁。原本一些心思聪慧之辈就已经猜到，新成立的部门锦衣卫有可能就是叶羽手中的刀，但他们从未想过，孙龙海竟然直接在这里公开威胁他们，但是他们也没有一点办法。谨遵丞相教诲。3个月后，数十万大军已经整装待发，随行的签名修士们也已经做好准备。或许你们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打这场仗，那么朕告诉你们，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钱。打赢了，你们的孩子生下来就是人上人，家中的父母都会成为地主。太多鼓励的话，朕也不想啰嗦。有人说朕就是个只会生钱的败家皇帝，没错，朕就是如此。发钱。随着你的大袖一挥，数百个装着银子的大箱被抬到此地，所有士兵还没开战前就每人领了一大笔钱，修士收到的则是零食。随着银子和零食全部发完，你感受到一股澎湃的勇气涌向全身。这一刻，你彻底跻身和道境中期。多余的话，朕不再多说。望诸位记住，朕什么都不会，只会发钱。诸位出征，打赢了，银钱翻倍，现场就给。此人当真是为了钱而战，看似荒唐，却又让士兵们士气大振。可若败了呢？此女名叫皇甫白芷，其父乃是皇甫英，就是叶羽在当皇子期间被用1万块零食买走宅子的人。此时他看着叶羽微微出神，完全猜不透叶羽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陛下，最近锦衣卫查到了32名大臣贪赃枉法，还有8名大臣与15皇子叶安明私下关系密切，图谋不轨。此事请陛下示下。贪赃枉法者，抄家。至于15皇子吗？偶感风寒，不幸殒命。那些抄家抄没的钱财，全部都给百姓们再发一波。理由吗？就说朕今日高兴。臣遵旨。收到第2波发钱的百姓们都很高兴，甚至有不少人家开始在家里为你立起长生牌，日夜祈祷你长命百岁。3年后，大永王朝的大军一路势如破竹，打到大夏王都城外，每一个士兵们的脸上没有任何苦闷，有的只是兴奋。3年，每打下一座城池，你派出的清扫队就会准时出现，将城内的钱财搜刮一空，然后根据战功发到所有人手上。如此部署，使得数十万士兵们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份巨额财物。大军的中央兵营内有士兵兴奋地摸着钱袋子，兴奋地傻笑道：等打下这王城，老子就能回家娶3房媳妇，再买100亩良田当大地主喽。嘿嘿，王城那得有多少宝贝？这次发达了。营帐内，此刻皇甫白芷正仔细研究着地图，眉头微蹙。大夏王城防御坚固，强攻怕是损失不小，得想个万全之策。皇上驾到！军营之中，所有将士们跪在地上，恭迎你的到来。长久以来，因为没有战事，大永王朝内文盛武衰，文官天生高人一等。但自从叶羽登基之后，给了武将一个完美的舞台，而且从不做任何干涉，给了他们极大的自由空间。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这样的君主谁会不喜欢呢？这一次叶羽的到来，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发钱。3年，整整3年，通过叶羽的不断扔钱败家，他已经正式踏入河道境巅峰期。而现在，孟景人生才不过89岁而已，如此速度刷新了他修行的最快纪录。叶羽亲自坐镇，开始看着众人分钱的场景，但忽然之间，他不由得坐直了身体。站在一旁的孙龙海发现了叶羽的异样，作为一个合格的门下走狗，孙龙海立刻打起12分精神，顺着叶羽的视线向前看去，也发现了人群中的皇甫白芷。虽然戴着面纱，但那高挑的身影在人群之中很是显眼。瞬间，孙龙海心思便转动了起来。陛下终于春心萌动，此乃天大的好事啊！唯有丹霞子嗣，王朝才会更加安稳，我的丞相之位也能够坐得更稳。陛下，要不我让此女卸下戎装换女装，让您好好看看，觉得合适就收入后宫可好？这懂什么跟什么？不就多看了2眼吗？也不至于多看了2眼就要将其收入后宫，将朕当成什么了？
可是陛下，这么多年来，您都没有纳妃，更没有立后，所有女子你都只看一眼，现在好不容易对着此女多看2眼，这不是喜欢，还能是什么？朕多看2眼就是喜欢，那朕要是对你老母多看3眼，那是不是特别喜欢？那绝对是我家老母天大的福分。今天回去，我就让我老母好好准备准备。滚！其实他哪里不知道，叶雨是在开玩笑，但作为一个合格的臣子，是必须要给陛下提供足够的情绪价值。毕竟能让陛下骂这么多句的人，整个大永王朝除了他以外也没有第二人。孙龙海开始翻滚着向军营外走去，如此滑稽的动作，却没有一个人敢笑出声来。毕竟这位翻滚之人可是当朝丞相，还身兼锦衣卫指挥使一职。这几年来，锦衣卫杀人无数，所有大臣可谓是风声鹤唳，谁也不敢保证明天锦衣卫会不会查到他那里。但可以肯定的是，当谁真的见到锦衣卫上门之时，他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孙龙海可以算得上是大臣刽子手。这种情况下，谁敢惹他，就连大元帅孟世芳也得小心翼翼地在一旁等候着，直到孙龙海翻滚到军营门口停下时，孟世芳才敢恭敬地递上毛巾。丞相辛苦了，为陛下分忧，不辛苦。陛下发钱发得好好的，怎么会突然生气地离开呢？以后多多注意一下这个女子，明白吗？当天晚上，大永王朝大元帅孟世芳在营帐中苦思冥想一夜，不断揣摩着丞相孙龙海的那句话：多多注意皇甫白芷。皇甫白芷在年轻一代的将领中堪称领军人物，不仅实力已经跻身化神境，而且用兵如神，绝对是个值得培养的好苗子。孟世芳自然会多多注意。之所以到现在还是个偏将，就是因为皇甫白芷的父亲乃是其他国家的降将，在大永王朝毫无根基。这样的人，无论是谁用起来，都会有几分芥蒂。那么丞相的意思是不是也觉得这样的人不能多用？结合起陛下愤然离开的举动，一切就都说得通了。对，肯定是如此的。孟世芳想通后，便令人叫来皇甫白芷。皇甫白芷，你立刻立下军令状，今夜便带人攻打大夏王都，若攻不下来，军法处置。听到这个要求后，皇甫白芷很是诧异，让我一个偏将带兵打王都，这算是怎么回事？难不成是大元帅想磨练我？皇甫白芷沉默片刻之后，将此事答应下来，但他却不知道这是孟世芳的阳谋。我知道皇甫白芷很强，但大夏王都又岂是那么好打下来的？打不下来才是正常的，到时候再以军令状为由，让他离开军营，贬为庶民即可。丫头啊丫头，别怪本帅狠心，要怪就怪你自己的身份吧。让人意外的是，当天晚上，皇甫白芷还真就打下了大夏王都。如此巨大的功劳，也让孟世芳没有了发作的理由，只好对回来的皇甫白芷报以微笑。当大夏王都被攻下的消息被传回京师后，你再次给百姓发了一波钱。半个月后，等到将士们回归时，每个人都带来一大笔，足够享受后半辈子的财富之时，更是让无数人眼红。大永王朝中掀起一股战争潮，无数人踊跃请战，而你也没有扫了大家的兴致，宣布2个月后大军继续出征，进攻大辽国。在接下来的100年时光内，大永王朝在叶宇的手上不断征战，叶宇也完成了之前的承诺，让所有将士们全部都富得流油。不过终归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在军营之中却始终有一批另类，次次征战冲在最前列，也最受人排挤，每次得到的钱财最少，升官也从来轮不到他们。任何大永王朝的士兵们在他们面前都有一种高人一等的感觉，而他们的统帅正是皇甫白芷。按照这些年来的功勋，皇甫白芷早就应该被封侯，甚至成为大元帅也不为过。可就是因为上面的偏见，使得他永远只能率领将军。这100年以来，皇甫白芷立下无数军令状，一次又一次地完成无数苛刻的任务，但最终的结果只能和所有将军一起驻守在苦寒的边疆，还要接受大永王朝监军的监视。这种不平等的对待，最终成为导火索。驻守在极北之地的皇甫白芷，在将士们的煽动下，振臂一挥，反了。其实皇甫白芷也不想造反，因为他很清楚，目前大永王朝内部万民归心，将士气势如虹，这个时候造反九死一生。但是所有将军们都受不了了，他们接受不了这种欺压。明明帮着大永王朝打下如此辽阔的国土，流过血负过伤，可为什么大永王朝还要像防贼一样防着他们？这不公平。皇甫白芷也被将军们所感染，于是立下誓言，要带着他们打入大永王朝京师，去问一问叶宇究竟为什么这么对待他们。得知皇甫白芷反叛的消息，大永王朝举国震怒，所有人纷纷请奏，要带兵出征，剿灭叛贼。叶宇也很是意外，在位期间，他对于将士的待遇
可是提升到了极致，所有人都以能成为大勇王朝将士为荣。那么他们反叛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听到叶雨的询问，在场文武百官也觉得很是奇怪。对啊，反叛的理由究竟是什么？而这个时候，经过多年征战，孟世芳已成功升为兵马大元帅。他上前一步，主动请罪。是臣的过错，当初面对孙丞相的提醒，没有狠下心来干掉皇甫白纸，以至于现在铸成大错。什么提醒？当初100多年前出征大夏王都之时，你不是让臣多多注意他吗？于是臣就不断给他布置很多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并开始各种打压，但没成想皇甫白纸全部完成了不说，还战功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找理由治罪于他，只能将皇甫白纸和叛军留在极北苦寒之地，让他们自生自灭，也算是眼不见为净。孟世芳的一番话，直接将孙龙海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在场的文武百官用深沉的目光注视着这位丞相大人。100多年前就能看出皇甫白纸狼子野心，还是说他的反叛是因为丞相大人和大元帅孟世芳的打压呢？这绝对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皇甫白纸是谁？为什么你要针对他？崩溃了，我真的崩溃了！我口中所说的注意2字，是让孟世芳多多照顾一下皇甫白纸，绝对没有针对的意思。毕竟那可是陛下看了2眼的女子。丞相，您既然是这个意思，当初为什么没有表示清楚？你这个猪脑子没领会透，还想反咬本丞相一口。接下来2人就开始在朝堂之上吵了起来。作为朝廷拳击手的孙龙海没说2句之后，就直接开始挥拳头，2人就这样扭打起来。哼，来人，将他们2人各打50大板。真没想到，100年前的犒劳散军，就因为多看了皇甫白纸几眼，就落下的结局。都怪下面人想法太多了。说实话，对于皇甫白纸的叛军队伍，朕并不在意。现如今大勇王朝兵锋正盛，想要灭掉他们，估计连5日都用不了。但朕并不打算这么做。户部尚书来1亿两银子，朕要亲自用钱去砸到这些反贼屈服。陛下，出兵平叛即可，为什么要用钱砸叛军呢？这未免有失我大国风范呀！背叛我的人，朕都给1亿两，那么将来忠于朕的人，那还不得整到10个亿？听懂掌声。10日之后，叶宇不顾群臣的反对，毅然决然带着8000万两白银，只身前往极北之地。而此时此刻，皇甫白纸带领着叛军已经来到边关门口，即将准备进攻。但当他们看到天上蛟龙拉着龙辇呼啸而来之时，所有叛军们都有种不知所措的感觉。龙辇乃是皇帝的专属座驾，这些年来犒赏3军的事情，叶宇可真没少做。哪怕是这群降军，也都接受过叶宇的恩惠。他们看见大勇王朝的嫡系部队，或许会杀意无限，但面对叶宇，他们真的凶不起来。瞬间，他们之前凝聚的气势顿时消散到无影无踪，一个个低下头，仿佛做错的孩子。当看着叶宇一个人从龙辇上走下来，众人更是惊讶到无可复加。整个大勇王朝的人都知道，叶宇这位皇帝似乎并没有任何修为，他怎么敢一个人只身前来？是真的不怕死，还是信任他们不会动手？刹那间，叛军的愧疚之心更胜几分，就连皇甫白纸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看着周围叛军纷纷低头的模样，叶宇再次大袖一挥，上千个装满银子的箱子出现。诸位将士，驻守边疆，你们辛苦了。不管你们接下来要做什么，这些都是你们应该拿的，来拿吧。这番话直接对叛军造成了致命的绝伤。陛下，臣知道您对我们的好，臣等也无心造反，只是有些大臣欺人太甚，臣等心中真的委屈呀。有了他这一带头，无数人争先效仿，纷纷扔掉手中的兵器。皇甫白纸见此情形，心知大势已去，只能无奈叹息一声。见周围跪倒一片，没人去拿银子，这让你在心中大怒。不拿钱怎么败家？不败家怎么提升修为？不提升修为怎么飞升天界？尔等别想阻挠朕进步的决心。若你们还认朕这个皇上，就全部过来给朕拿钱。说好这是你们的，这就是你们的，1两银子都不许少了。闻言，众将士哭得更加凄惨了，纷纷排队上前拿银子。见此情形，你这才恢复笑意。皇甫白纸在哪？此话一出，在场所有人心中皆是一颤。皇甫白纸身为叛军之首，不可能不被处罚。还请陛下放皇甫将军一马，他同我们一样无心反宁呢。但你还未开口说话，便听到一个沉稳的声音响起：“罪臣皇甫白纸，参见陛下。”营帐之中，叶宇端坐主位之上，而皇甫白纸则恭恭敬敬地跪在其面前。此时此刻，皇甫白纸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哪怕是就地处死，也不是没有想过。
只不过心中却很是疑惑，敌我兵力悬殊，叶羽如果真想要灭掉他们这些叛军，简直易如反掌。可为什么要给他们叛军发这么多钱？在皇甫白芷思索之时，叶羽也在不断打量着这位叛军首领。自从听到孟世芳对皇甫白芷的描绘之后，叶羽就对其很感兴趣。在这100年征战之中，孟世芳给皇甫白芷下达的任务堪称地狱级的，可他却在带兵中表现出了惊人的天赋。无论多么恶劣的局面，只要由他指挥，都能够轻松逆风翻盘。如此辉煌的履历，早应该得到晋升了。可现如今，还只是一个小小的4品将军，还被命其驻守苦寒之地，终日看不到希望。唉，真是活该别人心中有气。陛下，罪臣蒲柳之姿，还是不必多看了。无论怎样的处罚，罪臣都能够接受。如果这都能称得上那蒲柳之姿，恐怕放眼整个北荒就没有美人了。陛下，您这是什么意思？这里面有功法、灵石以及法器，只要运用得当，肯定能助你再提升一个境界。哎，陛下是不打算杀我吗？还给这么多东西，到底是为什么？皇甫白芷越想越觉得奇怪，但紧接着一股恐怖的威压瞬间来临。哪怕皇甫白芷已经跻身河道境，但在这恐怖的威压之下，连动根手指都做不到。朕由着你以后有大用，但做人要识时务。若是拿了朕的东西，若是还有二心，那么谁也保不了你。朕说的。什么没有修为的皇帝？假的，全部都是假的。叶羽的境界极有可能是传说中的飞升境，也怪不得他敢只身前来。凭借如此修为，哪怕叛军人数再多1倍，也无法对他产生威胁。但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留着有大用。皇甫白芷不认为一个区区的河道境修士能对飞升境有什么用，那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难道说陛下看上了我？想到这里，皇甫白芷微微摇头，脸上浮现出一抹红晕，自顾自地将地上面纱拿起来，重新戴好。叶羽贵为大勇帝王，什么样的女人得不到，又怎么会看上自己？当天晚上，叶羽返回皇宫内，发现孙龙海还跪在养心殿门口。你这是做什么？这次皇甫白芷的叛乱，我也有责任。陛下执意一人去跟叛军谈判，我很是担心，所以就打算跪在这个地方。什么时候陛下来了，什么时候再起来。陛下不来，就一直跪到死。陛下，叛军处理的怎么样了？乱臣贼子，朕一人平之。乱臣贼子，朕一人什么之？不会是取之吧？真没想到，陛下为了国泰民安，竟然以身饲虎，一人承担所有的一切。突然，孙龙海再次想起100年前叶羽看皇甫白芷的情景。等等，说不定陛下并不是牺牲，而是蓄谋已久。不管是什么，陛下只要能够娶妻，那就是大永王朝的一大幸事。孙龙海离开皇宫，立刻便召集心腹议事。丞相，您这么着急叫我们过来，是不是出了什么大事？是叛军皇甫白芷搞出来的吗？去你娘的叛军，那是皇后娘娘。2日后，极北之地，皇甫白芷坐在山崖之上，不断地思索叶羽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位大永王朝皇帝留下的储物戒中，确实有功法、灵石之类的东西，而且其资源之丰厚，足够他修行到渡劫境都绰绰有余。而且里面还有一件嫁衣，这算是叶羽的暗示吗？其实叶羽并不知道的是，这枚储物戒乃是大永王朝和大辽国征战之时，大辽国女帝派人送来的，称里面有品阶极高的功法和灵石、法器等等，想要以此作为停战条件。其实这里暗藏着大辽国女帝的小心机，她故意将一件崭新的嫁衣放入其中，就是暗示叶羽只要能够停战，她愿意嫁给叶羽为后。但叶羽收到储物戒后，只是扫视一眼，便将其收了起来，压根就没有发现嫁衣。陛下的意思是不是让我穿上嫁衣，主动前往京师？而这个时候，副将带着10几个身穿官服的人走了过来，这群人为首的正是大永王朝丞相孙龙海。罪臣皇甫白芷拜见丞相大人。丞相大人，您这是？娘娘，老臣等人能自己起来。丞相大人是不是喊错称呼了？娘娘，老臣是自己人，何必藏着掖着呢？所以还是别演了。陛下虽然没有昭告天下，但他的心意您也应该明白才对。身为丞相，却一连消失数天之久，你心里还有没有大永王朝？
有没有朕了？臣这些天是去做正事了，并且在宫外为陛下准备一份厚礼，陛下肯定会喜欢的。哦，你给朕备礼，真有意思。在孙龙海的带领下，你们两人来到一个隐秘的宅子门口。此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了。礼物就在里面，做臣子的最大的成就感就是为陛下解忧。这就是孙龙海送的厚礼？开什么玩笑！身为大永王朝的帝王，缺女人了，需要你来送吗？就在叶雨观察穿着嫁衣的皇甫白芷时，此时此刻，皇甫白芷也是紧张到了极点。虽然视线被盖头所挡住，但凭借神识，依然能够感受到叶雨就站在前方。为什么还不过来揭开盖头呢？陛下，该揭盖头了。这个声音怎么感到如此熟悉呢？陛下，这个厚礼您喜欢吗？真喜欢，朕可太喜欢了。不过有点事情，朕要亲自问问你。接下来一炷香的时间内，叶雨拳拳到肉，将孙龙海打得鼻青脸肿。随后询问起皇甫白芷的事情。当得知孙龙海是把乱臣贼子，朕一人平之听成是一人取之后，顿时又对着孙龙海进行一番拳脚问候。是臣不对，臣耳朵里塞驴毛了，臣现在就去把皇甫白芷赶走。皇甫白芷也是你叫的？以后叫皇后娘娘。不是妃子，而是皇后，档次提高这么多吗？看样子陛下是真的很喜欢皇甫白芷，可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还要打我呢？3天后，叶雨正式下旨要迎娶皇甫白芷为皇后，这立刻遭到了文武百官们的反对。毕竟这位军中女战神的战斗力可是有目共睹的。陛下毫无修为，若是皇甫白芷真起了不轨之心，那可就完了呀。不必二等担心。至于立皇甫白芷为皇后一事，朕已经决定了，不必再言。许久后，朝堂上依旧鸦雀无声，他们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从未修炼过的陛下会拥有如此恐怖的实力？100多岁的飞升境，就算是在修真界中也是一个奇迹。又过了100年之后，叶雨的境界并没有太大提升。自从跻身飞升境后，银两败家已经无法提供任何奖励，唯有扔出灵石才会触动败家天赋，这让叶雨很是头疼。大永王朝虽然几乎统一了整个北荒大陆，但开采灵石的数额终归是有限的，而且大部分还都掌握在宗门之中。叶雨思考许久，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那就是踏平宗门。统一人间王国不算什么，得让所有北荒大陆的宗门俯首称臣，不断的上供灵石才行，而那些不愿意臣服的，只能灭亡。在叶雨的动员之下，大永王朝的修士们开始出征。刚开始的时候，凭借庞大的修士基数，连续收服了几个不大的宗门，但随后几个宗门联合到一起，齐心抗拒大永王朝的入侵，这让大永王朝的修士们损失惨重。毕竟与修仙宗门相比，大永王朝的根基还是有些不够。不过在皇甫白芷的部署下，每次都避强击弱，接连攻破不少宗门。随着时间的推移，除了北荒大陆的几大圣地还在苦苦支撑外，其他所有中小型宗门都已对大永王朝俯首称臣，并源源不断上供灵石。在这个时期，叶雨也下令不再进攻，让修士们开始休养生息。叶雨很清楚，北荒大陆的圣地传承悠久，底蕴极强，想要啃掉他们，困难重重。而且最重要的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征战，灵石的积攒已经基本足够了。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叶雨再度进入到了败家模式之中，在极短的时间内将积攒的灵石全部败光。半年后，叶雨终于突破至飞升境巅峰，即将飞升。这是叶雨第一次在梦境模拟中修炼到如此境界，自然很是激动。只不过，唯一舍不得的就是皇后皇甫白芷。你不必压制修为，可先去天界看看，用不了多久，等我也飞升天界后，我们就可以继续在一起了。听完皇甫白芷的话后，你也不再压制修为。3天后，天降异象，仙鹤齐飞，梵音阵阵，一条金色的光芒笼罩下来。随后，叶雨感受到自己的身体急速升空，周围的景象也变成白茫茫的一片，什么也看不见。飞升天界，一直以来都是所有修士的夙愿，叶雨自然也一样。现如今，这个愿望实现了。不知道过了多久，上升的速度骤然停止，叶雨立刻平稳身形，顺势环顾四周，发现此地景色极美，无数仙岛悬浮半空，彩色祥云飘动。没等叶雨过多观看，突然感受到前方有一处亮光，随后猛然变大。很好，是他娘的剑气。刹那间，梦境画面破灭。本次入梦结束，享年273岁。本次梦境评语：优秀家。随即获得2份梦境奖励：1、23岁时元婴境巅峰修为；2、8385万块上品灵石。梦境评语达到优秀家以上，奖励随机具现一件事物。本次具现事物：大梁女帝储物戒一枚。